先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得劳千千大德，也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这个四科七大，四科讲完了，七大呢讲随有宏图，今天呢要从那个空大里开始。没有声音了，少了一点点。好。在63页的反面，空。这个四科七大，四科呢就是五阴六路12处18界，七大呢随宏图啊，空见识，总共呢是25门修行方法。那全部25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后面呢都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我们呢这个知道前跟知道后，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藏就是含藏，我们佛性里面含藏非常多的东西呀。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阿难呢以为说那个色相可以这个从空而生花，可是佛说色相再怎么生都是色，空再怎么合都是空，那个没有办法，而是从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真空，然后生花妙有。那这方面呢我们也很少研究了，所以不知道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可以生花万象。各位以前有听过吗？没有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真空就是空中不空，叫真空。真空可以生花这个呢万有我们凡尘的万象都是从我们佛性呢生发出来。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才会了解，而且是佛说的。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详细说明。那这边呢已经呢讲到这个空大，就是空充在整个宇宙虚空。而这个空假如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这个世间的人都会把这个空呢凡尘的空就是完空，什么都没有的空了。我们的空间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依研究心理心法可以就是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能够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把佛性延伸到整个空间，整个空间都有佛性。那空呢就叫真空。真空呢可以生发万有，万有都从真空生发。所以万有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不能够心外取华，心外取华叫做外道，道之外那个已经不在道之中。那我们要了解，就连山河大地也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万象更是，全部都是。那我们虚空无相，佛性本身没有形象，可是呢不拒绝知相发挥，所有的相要呈现佛性都不拒绝，都让它呈现。那所有的相我们要了解到
它呈现的时间啊都很短，不会很长，时间都很短，尤其啊我们这个众生，这个水有风土众缘借我们用啊，呈现在凡尘也只有100年100岁而已啦，很短暂。那我们呢，佛性啊不生不灭，它是永远啊，都存在。这个天地还没有开始以前就有，天人已经终结以后还有，所以佛性啊，不生不灭，永远都存在。所以我们100年的这个寿命啊，在佛性来讲，只是刹那之间而已，一刹那一生就过去了。可是我们佛性没有过去啊，佛性都永远在。那我们没有修正的话，就是业力啊，把我们推到呢这个凡尘来现象。那现象呢，我们就了解说，我们有6道轮回，那好的话在33道，不好的话呢在32道。经过呢，这个受苦的阶段以后啊，就没有脱离呀，轮回的那个时期。那现在呢，上天大开普度啊，让我们有机会回归本位。那我们求道啊，都是万八逍遥，10800年。那我们修正了后啊，假如说都能够进入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而且又可以啊跟整个宇宙虚空融合为一，那我们都可以啊回归本位。每一位啊都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当佛啊，没有做佛，就是我们自己的见解啊不正确，我们的观念啊跟真理不相合，所以呢才在凡尘啊流连忘返。那假如说我们呢都已经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作为正确，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本位。我们每一个都是佛，都可以常在天地之间，所以我们就开始呢，这个看这个空大。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空性啊，无形，我们那个空性，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是我们空性，因色啊，显发。这个空啊没有形象，因为形象啊才可以显现呢我们那个空性所以我们在我们身上来讲，空性啊没有形象，我们的佛性啊没有形象。可是呢，我们有身体了以后啊，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有这个身体，身体有形象，因为这个形象，然后才显发我们那个空性，就可以呈现。我们都也知道啊，我们在凡尘所有应用的言思行动啊，全部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身体所有风土它本来没有知觉性。那现在呢，因为有佛性在我们身体就可以自由运作。所以空性无形，因色显发。如尸罗尘，就是王舍尘，契合遥处，就是离这个尸罗尘有一点距离。知萨利种，萨利种就是贵族及婆罗门。婆罗门呢，就是修道的那个呢种族。毗舍就是商人，手头就是农夫。坚呢，婆罗多，婆罗多呢，就是意识家之类的。婆罗多，旃陀罗
旃陀罗呢，就是那个屠宰业啦。太低都有诶，拢伫咧杀生诶啦，迄个在他们的种族来讲，都被人家瞧不起。那么心力啊，安居，就是盖呢房子啊，新房子要记住，凿井啊，求水，就是凿井。以前这个生活上呢，我们古时候啊，都是凿井，井啊就有水呀，凿井呢，这个求水，然后吃土啊，一尺，夷中则有一尺的虚空，就是把土啊挖出来，然后挖到深的地方呢，就会有水啊。各位有看过那个古井吗？我们现在比较多了，都会区又比较少了。乡下呢都有这个古井，井水啊，那个井水呢很有意思啦。你这个井水再怎么把它呢取上来，它不会缺少，都是一样的那一些水。那么这边呢佛在讲说凿井，这个出土啊一尺啊，以其这个中间啊则有一尺的虚空，如是乃至呢出土一丈，这个2、3、4、5、6、7、8、9，那个都没讲，就讲到一丈，一尺，这个一丈，10倍的。中间呢，还得一丈的虚空，就呢有一丈的虚空。那么虚空的浅深啊，随出多少？那个虚空的浅跟深呢，随着土啊，出多了，虚空就多；土啊出少，虚空就少，就随着那个土啊出来。那么此空呢，为当呢因土所出，因凿所有。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以及楞严会场的大众，说此空这个凿井里面的空啊，为当呢因土所出，因土所出以后才有空，还是呢因凿所有，因凿才有空。各位浅显，那个空啊是怎么样有的？所以这边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佛在讲说那个空啊，空性啊，本来是没有障碍的，可是呢，这边啊还没有这个凿井那个空跟土啊合在一起，空跟土合在一起啊，有没有障碍？就有障碍了，被土障碍，空呢被土障碍，所以我们土把它挖出来，空就呈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了解到，在现象之中啊，会有这一下这个影响到整个那个摩诃就是呢大，影响到那个大，本来呢那个空性啊是非常的大，充满整个虚空，可是呢在有土的地方啊，就没有虚空，被土障碍了。所以佛呢这边呢就把那个里面的内容把它讲出来，说这个空呢是因土所出啊，还是因凿所有，还是无因啊自己产生？各位先生，我们之前都一直讲说呢，我们就是在研究这个心理心法的当中啊，要呢了解到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还记得吗？记得。因为我们了解到说讲到佛性的话，它不自生，也不他生，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
那怎么生？哦，这个老记得蛮好，这个监牢就是无生啦。所以我们能够进入无生。那既然无生就无昧，没有生灭。那没有生灭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没有生灭。所以佛性本体呢，它呢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所以就是无生。无生法忍就可以成就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要了解说，最基本的成就一定是进入无生法忍，才可以成就阿罗汉。然后往上菩萨，再往上佛，一样都有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最基本。那我们呢，也一样，我们也要呢，了解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没有生灭，法无生法，然后忍就是安住不动。我们在无生的方法里面安住不动，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它不生也不灭，时时刻刻都在，常住不迁，所以我们都会一再的这个解说，有没有很熟悉的？老师说我们是初级班嘛，所以对不对？初级班，然后接着呢，中级班，然后还有呢，那假如说以这样算的话，你看初级班就3年，然后中级班再3年，高级班3年，哇，命在较长无？其实或许都感觉说，真的研究心理心法，差不多就是要10年时间。因为我学从13岁就开始参禅打坐啦，你迄骨头较软，迄个贴相盘的，坐真窄真好势，然后一直到43岁。才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30年了，所以或许都一直在回想说，有够功啊！为什么30年？然后才得到几个字？各位先生，几个字？对，就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才8个字啦。30年讲得到去8年去8年唔知我拍下呢，30年才8年，然后一了解到以后，开始讲，到现在69岁，43岁开始讲，已经69，有20几年了，所以说投入呢在修道呢，在心理心法方面时间很久，就是呢很喜欢实验，一个理论我们要经过实验，你实际的没有这个毛病的才教人，我们不能这个教人的方法，然后做到后来有后遗症。而且呢，因为有接到那个屏东的前线打电话跟或许讲，他说我们都要人家守钱了，他已经大概有20几年了现在不用守就能够守了，已经很习惯就是自然而然就守闲，
只要静下来啊，自然就在手闲了。可是他跟慧学讲，他不喜当当，他问慧学说要怎么办？所以以前呢，慧学在《金刚经》里面啊，或是在讲解所有经典，慧学都有讲。我说我们求道的时候，手闲很需要，那个妄想杂念啊，一手闲啊就去掉了，这个很需要的手闲。可是啊，我们已经没有妄想杂念了，我们就要让我们的血液啊回归正常运转。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一直又把所有的血液集中在脑部，微血管啊都积血，这个时候最怕突如其来很大的声响，我们微血管会断。那微血管断了就叫中风了。那小的话就是这个这个颜面神经啊有问题了，或是手一脚啊已经呢不那么自然了。那严重的话会死掉了。那所以那个手闲守住啊玄妙的关键。那玄妙的关键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守住我们佛性本体，不是说守在那个我们那个台湾是点地方。老师也华会跟我们讲这个守着玄关跟人走，忘了玄关已成佛。所以跟我们讲这个利害关系。那我都讲说，我们假如说没有守的那么专注啊，那还好你守的专注一定中风。那我们修是想要好对不对？不希望说出毛病所以就有浅显说已经出毛病，所以规个脚脚拢安尼当即马拢无咧做手闲，不家己咧手那已经变习惯性了。他或许跟他讲说你现在用万年下要强过你的手闲观念，万言放下的观念要强过手闲观念，这样你那个神经跟血液会回归正常。不要用它现在是用一种哪里他个当都修别项代志来改顶替啦。我讲那个不究竟你不时都修别项代志来改替你的那个他个当安尼不是办法你得做一项做万言放下你万言放下这个观念要强过你的手闲观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教人真的很好那有的还甚至教人手闲以后还要从玄关进去，从玄关进去那我问说要进去哪里所以那个自己想的自己就来教人那很危险会出毛病，还真的还出毛病。怎么样？眼睛瞎了，受到眼睛瞎10年了，10年的功夫眼睛就瞎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没有毛病才教人。那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绝对没有毛病这个经过30年摸索出来绝对不会错
哦，只要你万年放下，哦，一念不生，整个佛性本体呀、都呈现当下，哦，万年前、万年后都在你的当下，所以那个整个佛性啊，无欠无余啊，不缺欠也不剩余，刚刚好，全部都在。哦，你看多么这个殊胜的法门，万年放下，什么呢都放下。所以我们老师那个法不是有放下吗？我们北部对放下特别钟情啦，一下子要100多张的放下。那个表背一张600块，已经呢要100多张了放下，那个表起来很庄严，很好看，所以呢就是要放下。那各位在日常生活啊也要放下，放下就没有烦恼了啦，对不对？烦恼一来啊放下，放下，我们就是了解啊，这个天下本无事啊，我们庸人自扰，对不对？放下就不扰了啦，不自扰，放下，凡尘事啊都是过眼云烟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不要计较，放下，所以放下是最好的方法，放下。以后啊这个跟人家一闲聊啊你就跟他讲放下，放下，他会变成习惯了。烦恼一来了，放下，他就没烦恼了啊。所以隔了一段时间一看到以后，整个我们脸相都改变了，满面春风，很好看，那个气色也很好。为什么？因为万年放下。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无生法忍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我们呢时时刻刻安住不动，那个首先就是守住神妙的关键，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释迦牟尼佛呢跟阿难讲，若复此空，无因自生。这个空啊是无因自己产生的，未着土前何不无碍？这个还没有着土啊，那个土跟空合在一起就有障碍。土把它着出来，空呢就呈现。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在现象之中啊，它不能够呢，非常的圆融。我们呢要融啊，融相，进入佛性。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是不是先破相，不住相，对不对？可是呢，到我们研究到后来，相因性生，形象都因为佛性产生，对不对？像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有身体，所有宏图，也是因为我们有佛性才会有身体，对不对？我们是佛性不在了，那身体呢，还给天地的啦，就还给天地的所有宏图。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有现必现象，就会呈现现象，所以现象都是佛性这个呢，我们就是之前时常会有听到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没有？然后开始努力修道见山不是山呢，见水不是水。然后修了一段时间以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对不对？所以在还没有修道之前，
那个山水啊，我们就想观光了，哦，所以就花钱啊，到处哦去观光，哦，那个很劳累啊。那我们修道以后啊，整个形象都是假的，哦，所以见山就不是山了，见水不是水。可是呢，哦，修到一段时间以后，哦，原来有性必现象，有佛性的就会呈现现象，所以凡尘的万象都是佛性呈现，凡尘的万象都是我们佛性呈现，所以看到万象就是看到自己佛性。这个要一段时间培养，对不对？不然我们分别心很强，你是你，我是我，就这样分别，这么分别的话，就成就不了。我们了解说，佛之所以成就就是全部的分别心去掉，没有分别心，一没有分别了，就成道了，就成佛了。那我们的分别很强，所以要先把那个分别能够让它都没有分别，进入平等，平等法性众生都平等，众生跟万象都平等，这样就可以成道了。所以呢佛就讲说呢，那个空假如是无因自生的话，那么还没有着土之前呢，何不无碍？为什么都有障碍，被土障碍？那么唯见大地迥无通达，就看到呢大地障碍这个空，这个是无因自生的。那么若因土出，第二个佛就讲，假如说呢这个空是因为土出来，它才生出空来，则出土时应见空入，那个土出来的时候，应该看到呢那个空进入，可以看到空进入吗？可不可以？主人的空对不？很自然的它没有进去出来。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呢？因土而出。所以佛都讲不是这样，土呢先出来没有空进去那为什么虚空呢？是因为土出来以后才有。那么若无出入假如说土跟空没有出入，则应呢空土言无异因，应该呢空跟土它本来就没有不一样的原因。那么无异则同，没有不一样呢就相同了。则土出时空何不出？土出来的时候，空为什么不出来？所以我们了解佛呢一个一个讲，让我们知道呢说在现象之中都呢这个呈现不跟真理相合。那么若因凿出，假如说因为凿出，则凿出空呢应非出土，这个凿呢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呢这个凿可以出空凿一定你骨头一定出头的不会讲出空。不因凿出凿住呢吃土，那么云何见空？凿井呢就出土，那为什么看到呢这个空？那么汝更呢很定，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呢这个审查观察地实的知道，地审地观，凿从人手随方呢运转，这个凿井人的手呢在凿，随方呢运转，那个土随方运转，
土因地移呀，那个土啊，因为这个一凿了以后啊，把它土啊移动，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如是虚空呢，因何所出？这样的虚空，为什么原因啊出来？凿空呢，虚实，那个凿就是实，空呢就是虚，不相为用，虚实啊相为用，所以凿井啊是实实在在的，那个空啊是虚，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它呢两个啊不相为用，灰合啊灰合就是不是啊和合，这边就是讲不是啊这个因缘啊所产生。那么不应虚空呢无从住出，这个呢就是啊不是自然有，不是因缘所生，不是自然有。各位浅显是什么？我无猜不只在交代你啊，讲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们还连不起来啦，所以这边呢，我在讲，就是告诉我们啦，全部都是我们如来藏，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藏是含藏。我们的佛性啊有含藏，含藏，我们要了解说，虽空土也是佛性含藏，空也是佛性含藏，含藏非常多的东西呀，我们没有研究都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现象，也不知道那个现象怎么样形成，那佛要跟讲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或者说比较好记的话呢，把那个妙跟后面的性啊连起来，妙性，然后中间那两个字啊真如，真如妙性，妙性真如，这样又会比较记得啊牢固啊，真如啊佛性，不生不灭的本体，妙性啊，妙啊是不变之体。性呢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了解吗？那这边讲到灰合，那就不是因缘所生啦，就是这一些东西呀，都不是因缘所生。然后呢，不应虚空无从住处啊，就是也不是自然性啊。你有了解吗？我们看新闻或者都讲本来说白话了，可是我们一看了以后啊，认为它很深，结果就卡在无数里面。本来就很简单啦，说为什么或学不学的小字的字节？因为在字节的话会很复杂，不字节的话就很简单。这一些啊都是假的。真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有好记不？就好记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啊，空大，若此虚空性缘呐，周遍，这个虚空啊，就是了解它这个性缘非常。这个圆融圆满，周遍啊，整个宇宙虚空，非常的宽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没有到生疏的地方去呀，我们佛性也在生疏的地方，我们纵然没有到太空去，我们佛性也在太空啊，这样了解吗？很宽广的就叫大呢叫周遍啊整个宇宙空所以就叫法界。
有没有很宽广？啊，我以为呀，我们的佛性才在身体里面这么窄窄的。现在有没有比较宽广的？都把它扩出来。很广。我们看到哪里知道哪里，看到知道什么，就是有佛性啊。没有佛性怎么会知道？只要你看到都是佛性。很奥妙很亲切啊，有没有？本不动摇，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本不摇。当知啊，现前地水佛风精明无就显现在我们眼前啊，地啊，就是土，水有风土啊，跟这个空起啊，精明五大，就是五个啊，都非常的宽广。那么性真啊，圆融，这个五个呢，全部啊都是性真圆融，皆如来藏，全部呢都是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含藏，本无生灭，本来就没有生灭，所以我们要说，我们有生有灭的身体呀，这个很短暂，佛性没有了，没有生灭，佛性是永远都在，所以我们永远都在佛性啊，要非常重视。我们身体100年啊，是我紧改养护健康，会当照修真的借假修真就好，不然再养生啊，你再怎么养它都会死掉了，再多活个100岁啊，也一样会死掉。那我们不生不灭佛不会，因为不生，然后也无灭，不生也不死，不会死的啦，所以都讲，我们在平常的时候，那因缘会当体会说我们佛性唔惊寒，佮唔惊热，佮袂痛，很奥妙，像刚才啊，这个或血中暑了，然后再刮痧痛不痛？痛。那个痛是我们知觉性啊，全部在身体啊。假如说我们把那个知觉性那性啊，改延伸为空间时那个痛就无去了。后日来试看卖，唔通讲佮我骗你啊！上次啊，拢去脚底按摩，讲拢骗。我说我没有骗人啊，是你没有体会出来啊。真正的我们身体康啊，脚底按摩不会痛的。那假如说我们身体有毛病那个脚底按摩很痛，那个痛的会呱呱的，很痛。可是我们就开始的时候啊，就训练把我们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在不生不灭的佛性。你该集中的时阵师父拢卖惯你啊，好像那个关圣帝君啊，在刻骨的时候中毒箭有没有？刻骨的时候，他还在看春秋嘞，有没有？他就是把注意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个春秋了。那我们也可以啊，可以比如说这个脚底按摩，或是那个刮痧，身体接受那个痛的时候啊，赶快试验看，看要用的眼根也可以。眼根啊，就是看形象嘛，就不要注意身体呀，注意外面形象。是用耳根听声音嘛。现在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天有虫叫，有没有听到虫在叫？你就一直听虫叫就不要管身体的痛就不见了。
可以试试看啊，那个不通的就是佛性本体呀，你更加亲切体会，无你用想的，有啦，都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又没有去证悟来，你哪经过这个阶段真的，佛性本体不痛，然后也不饿，也不冷，也不热，也不理想。要实际实际你体会一次了以后你就会欢喜充满真的让我得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印证，不然讲的空口说白话所以或者在讲说那个时候在试验不是很多人在看着我嘛说这个两个大力士推拿我那个脚底我竟然都不皱眉头竟然都不哀哀叫等一下看你怎么走路大概会看笑有那或许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喜欢妹子嘛，对不对？其实脚都没有知觉性的没神经呢，竟然说没神经可以走厉不厉害？那个一踩到地就好像那个踩棉花，那棉那个打落去，拢无掉地啦，很软我就走路，大家在看着我我就走给你们看，然后呢，我走了一小段路了以后，神经就回来了。神经回来的时候各位知道怎么样吗？很痛，那个时候真的很痛，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没关系了，很痛都在可以忍耐的范围以内，那个已经没有知觉，那个痛已经超出了，超出你的忍受范围。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意念那个意志真的是超过你的身体，要自己实验再去给那个脚底按摩按一次看看，不要说我骗你，我真的不骗你的，真的那个时候你体会到不痛你会高兴的大概不会骂我了。所以呢，我们那个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性真，凡尘一切都假了，唯有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才是真。所以对真的一定要重视。佛为什么说我们颠倒？因为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都忽略，不看重它。这个身体的生灭看得很重所以我们在这个不管是讲电话啦，不管是写信啦，不管是什么交代一定说你得保重身体，无讲你得要保重灵性，有没有？没有了从来没有说你要保重灵性。往后要改一改才不会颠倒该注重的我们很注重看清了我们一样看清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如来含藏的天地山河大地跟万象，那么本无生灭，本来就没有生灭所以我们身体的生灭我们就可以看清所以或者就讲说我们假如说能够在日常生活弃生灭守真常那么到达后来我们功夫已经够的时候不是说那个
我们那个沙拉油啊，不管什么油了，你把它烧个200度啊，你的手可以下去去那里游泳。那我们现在假如说烧个200度，一手放进去怎么样？烂了，哀哀叫了所以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是气增长，手生灭。相反我们跟那个真正的相反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反过来呢，我们就什么样？这个背成和解，有没有？或者是常说说我们2只手一合起来就背成，把完成放到背后，把觉性都全部掏出来，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在做事？没有，因为那个良知良能都出来，所以我们呢，日常生活之中呢，就要这样，把凡尘事放到背后，凡尘事不值得计较了，那个转眼空，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啦，骗人的。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汝心呢昏迷不悟四大，言如来藏，那个四大就是水火风土。那这边呢在讲就是我们身体我们身体也是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全部要还给天地要不要还？没有一个可以不还的啦，你赖皮不还也不行啦，一定要还，还给天地。那我们还没有还给天地之前要赶快修正，把不生不灭的佛性证悟出来。那刚才或者讲的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用身体的痛来证验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的不痛，很奥妙的。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归出入。各位听见虚空有没有出入？没有啦，虚没有出入，有出有入所以我们凡尘为什么六祖这个释迦牟尼佛不鼓励呢？说我们这个参禅打坐，因为我们要入定，对不对？一入定要不要出定？有入定有出定，有入有出出生灭。那生灭的我们就不要追求，我们追求的呢，现在古也无可是这个还在亮，是不让我说了吗？我们呢凡尘努力这个参禅打坐都有为法。那我们呢了解到呢，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有为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无为。那无为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我们呢直接就契入我们佛性，这样修的话呢就会很快乐，而且又直达根源所以佛就讲说汝前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呢真觉。所以我们如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含藏之中性觉我们这个性具备了那个真觉性觉真空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呢，我们一进入到呢整个虚空都是佛性的时候啊，那个整个都叫真空。真空呢生发妙有，妙有都从真空生发。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可以生发万象，所以万象从哪里来？从佛性来。所以这边呢就跟我们讲性觉真空，然后呢性空真觉。我们那个佛性它是属于真空，它具备了这个真空，然后是真觉。我们那个知觉性是呢真觉，清净本来它本来就清净，不是我们经过洗涤它才清净的，本来就清净。所以我们认知认识到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就可以回归到佛性本体。所以这个认知就很重要。那我们说修道那个修则改也，那改什么？改我们的那个习气我们这个六道轮回所养成的那个习惯性那一些习气脾气毛病这一些要改掉。这一些呢佛性里面没有而我们生活之中都具备都有所以是改这些。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修不得，没修了，你知影就好，你知道了你就回归本位了。可是呢被这个习性脾气毛病所造的业拉住了，就溜掉了所以就没有办法逍遥自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修道就是修我们佛性本来没有的东西，把它去掉这样叫修道。周遍法界我们的那个佛性周遍整个法界就是整个空间全部呢都周遍圆满，随着众生心应所知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用，佛性的大用。我们呢这个随着小心我们应用的量就很小，随着大心应用的量就很大。所以随着我们的众生心应我们所知道的量所以假如我们已经呢可以回归到呢佛性本体了，那个时候那个攀梨花不是可以移山倒海吗？我们也都可以都可以做到那个样子。整个呢这个天地就掌握在手中了。阿难如一境空空生一境，十方虚空呢亦复如是。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好像一境空空这个早景已经生出一景的空十方虚空呢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圆满十方，灵有方它圆满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圆满十方，灵有方所没有固定的地方所在，全部空间都有，这样了解吧？像我们说这个大地跟空这个会有妨碍，其实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地它也不是这个长存，永远都在会不会变化？我们了解说呢一个缘会到达
啊，后面的最后面的那个心害，一个没话讲啊。好了，不说了啦。寻业发现呢，世间无知啊，后为因缘及自然性。我们寻的业，没有声音啊。可是这边的灯在亮呢，这边那个麦克风的灯在亮。这个比较原始状态讲的我们以往都没有在阐释啦，所以这个老师也可能讲说麦克风要轻。有没有声音啊？可以的吧？哇，还蛮大声的。这个寻业发现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循着染业感染凡尘的尘垢染业寻业发现染业的话呢，就是呢记录六道轮回。那循着那个净业清净的业，就是四佛菩萨、必知佛跟阿罗汉所以循着染业跟循着净业，就看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要循着染业呢，还是循着净业？各位先生，我们眼前是循着染业还是循着净业？我唔敢讲假如说对凡尘呢很这个贪念，很喜欢凡尘，那个就叫染业啦凡尘的事情很喜欢很投入想去追求研究那个呢全部都是染业循着染业。那假如说我们是为了这个宣扬真理、度化众生，那个就循着净业所以呢，这个出发点就已经呢不同那我们呢看看自己的主宰是循着染业呢，还是循着净业？没有声音了。所以行业呢发现了各位了解了吗？行业发现循着染业还是循着净业？我们呢一般对凡尘事都非常投入啦那个就叫染业，感染凡尘尘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尘再怎么追求一口气不来全部呢都拱手让人，都是假的啦，都不真所以呢我们呢要放弃追求凡尘的名跟凡尘的利把它放弃然后呢我们就追求心灵上的充足
哦，这样的话呢，我们过的生活啊就会很快乐，哦，然后啊以后的成就啊也会很大，哦，假如没有这个成道没有成佛，那也可以当这个气天神仙，也比一般的人来得高，所以我们了解说寻猎发现世间呢无知后为因缘及自然现，皆是呢自心分别嫉妒，但有缘收都无实义。所以我们世间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事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那间呢就是呢空间，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空间世间无知就是没有认识真理无知各位先生真知了没有？真正知道了还是无知？要真正知道我们呢这个研究性理心法就是要进入真知佛知佛见佛知见就是不生不灭呢佛性本体的知见。那么惑就是迷惑迷惑我们所遭遇的为因缘以及自然现。那么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识心，就是认识的心也是生灭的心分别嫉妒我们呢心里面自己在分别，然后在想象，但有缘收都无实义。我们现在凡尘的生活很多呢都是但有缘收全部都没有实质的意义。很多我们出去外面听人家呢在这个谈话之中呢都是没有实质的意义，那个浪费时间浪费精神都没有用的。我们呢这个空大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接着呢就是见见大，一般的经典都没有后面这个空见识三个，那么唯有楞严经里面有因为这个见我们就了解到它有一门的修持法门25门里面它具备了一门那这边呢也把它呢这个讲说那个见也一样充塞整个宇宙虚空见大。阿难见解无知，因色空有这个各位姐姐，那个见解一个见就是眼根那个觉我们就是了解到它已经包含里面是蛮多的那个内容了它呢是见闻嗅禅觉知，就是我们的六根性。见就是眼根，闻就是耳根，嗅呢就是鼻根，禅舌根，然后觉就是身触是身根觉意根六个呢用一个见来代表所以见大然后见解无知，就是我们六根它没有这个知觉性。因色空有，因为六尘色空呢我们那个六根才有这个作用。如汝今者
好像你现在啊，在起头林朝明夕分，这个呢早上光明，然后黄昏的时候太阳就西下。那么色居中宵白夜则光，黑夜变暗。假如说呢，我们在这个中宵，就是晚上呢12点左右那个中宵，然后白夜就是月亮有月亮的时候则光接近15那个时候就光，然后黑夜呢就是月底初一那个时候没有月亮那个叫黑夜变暗，则明暗等阴渐分析。这个光明跟黑暗因为我们有眼根因为见能够分析光明跟黑暗。那么只见为护释迦牟尼佛就问这个阿难说这个眼根这个见为护以明暗相跟光明黑暗的形象，并太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各位先生，我们的那个眼根见跟光明黑暗跟太虚空是同一体呢，还是不同一体？同一体呢，还是不是同一体？我们也都没有研究过，对不对？所以这边呢，佛就问说我们这个眼根的那个见见性是跟光明黑暗的形象，并太虚空为同一体呢？为非一体，还是呢不是一体？或同非同，或异非异。所以佛先设定了这一些这个现象，然后呢再解说。阿难，此见若复以明以暗，即与虚空言一体者，则明与暗二体相往。所以佛讲这个光明跟黑暗这两个它是相违背的，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所以两体相往不会说光明跟黑暗同时存在，对不对？各位先生，假如说光明跟黑暗同时存在会怎么样？就变卡通影片了。所以暗时无明黑暗的时候没有光明明时无暗，光明的时候没有黑暗若以暗依明则见亡假如说我们的见性跟这个暗黑暗是一体的话，那光明的时候我们见性就没有了必依于明。假如说呢，我们跟光明是合为一体，暗时当灭暗的时候我们的见性就没有了。灭则允和见明见暗所以呢，这个佛就讲说呢，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又能够见明见暗？若明暗殊见无生灭，依允合成这个光明呢跟黑暗不一样那个殊就是不一样见呢无生灭，我们的见没有这个生灭这样呢一体怎么能够成呢就是不成。若此见经以明以暗非一体者如理明暗即与心即与虚空分析见也作何形象所以这边呢佛又把它提出来说呢，我们的见经
那个见都没有掺杂其他的以明以暗，光明黑暗归一体，不是一体。那佛就问我们离开呢这个明光明跟离开黑暗，以及离开这虚空，那我们那个见性要分析这个所有的明暗的虚空作何形象，它呢变成什么样的形象？离明离暗即离虚空是见圆筒龟毛兔角离开光明，离开黑暗，以及离开虚空。那我们的见性就跟龟毛兔角一样，龟毛兔角有名字没有那个实际的东西呀。龟有没有毛？兔有没有脚？没有。所以这个只有名没有实啦，有名无实就是都虚幻不实在。明暗虚空呢三世际遇，从何立见？这个三世光明黑暗跟虚空这三件事全部都不一样。那我们要从哪个地方来建立我们的见性？明暗相悖就互相违背，因何后同？为什么会同？离三言如，离开这三个光明黑暗虚空本来就没有，因何后异？为什么又不一样？所以这个佛一讲出来讲对不对，讲不对不对啦，全部都不对，不正确分空分见本无边判我们的分空把空分开，跟我们的见性也分开，分空分见本无边判，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一个界限，因何非同？为什么不一样？见暗见明性非千改要见暗见明我们那个界限不要千变改变因何非异？为什么呢？就不一样如更细审微想审详审地审观，明从太阳暗随贴叶，通始于虚空，永归大地。如是见经因何所出？就是我们的那个见性什么原因出来？见觉空顽非合非合就是我们那个六根性见觉空顽它都没有固定的自己本性非合非合就不是因缘不应见经无从自知不是自然所以不是因缘，不是自然所以就回归到前面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若见闻之性缘周遍假如说我们的六根见闻之性缘周遍，本不动摇我们的六根性都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金明六道所以佛把那个六根六根性整个拉到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来。所以已经六大六个随有风土空见已经六个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我们的那个六根性也一样全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本来就没有生灭
底下呢又责备呢而难，说汝性啊沉沦，不悟啊，汝之见闻觉知啊，本如来藏。所以我们记得在第三的时候啊，就有讲那个六根的生灭啊，跟不生不灭，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从第三DVD 第三篇呢开始啊，就讲六根的这个生灭跟不生不灭所以这边佛就讲说我们的那个六根性啊，见闻觉知本如来藏就是呢我们那个佛性所含藏，汝当观持啊，见闻觉知生为灭我们的见闻觉知呢是生还是灭？是同呢还是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我们的六根呢是生还是灭？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啊，我们都一直讲说我们绝对不要听我们六根的命令去做事，对不对？要听佛性本体因为听六根去做事的话，都造业造了很多业然后我们都要承担，有没有？那个时候呢，我们了解全部都是以根尘相对产生的六识根尘相对，六根跟六尘互相对待，然后产生那个六识。那么那个六识它全部都是生灭，那个就不要用了可是这边那个佛他已经把它列入那个六根已经进入如来藏进入如来藏呢，也就是佛性本体了所以佛性本体里面它就没有生灭没有生灭的六根所以以往我们时常讲说呢，这个满眼本非色，满耳本非声，闻思常触目，观音在耳根，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眼根就是文殊菩萨，就是有智慧一看到以后不是看到自己的自私自利，而是看到天地之间的那个妙观察事就是眼根一看就看到天地造化的奥妙。那我们现在各先生，我们眼睛看是看什么？我们眼睛看看安那也当叹气对不对？安那对人较有利是不是这样？不同的有没有一样？所以出发点就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那个如来藏用如来藏跟用我们六识完全不同那我们耳根也是一样我们用耳根就可以行生救苦。那我们现在用耳根做什么？听人在讲细声话所以不是用在我们度化众生的上面所以就用六识六识根我们六根的那个本来就不一样的所以这边佛就讲我们那个见闻觉知就六根性本如来藏。汝诚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觉经明见所以这个就已经呢把那个性所具备的
那个见性见觉明那个本觉光明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这个六根性啊，它是从如来含藏的那个性分里面出来，跟我们完成应用的六事完全都不一样。六事啊，就是自私自利要利益自己就好。所以我呢在这个最后就跟阿难讲说，我们如来含藏之中啊，有性见觉觉经明见那个本觉它具备了光明的那个见根。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我们的六根性一样，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着众生心应所知量应着呢我们所知道的量如一见根见周法界我们那个见根呢可以整个虚空法界都能够呢见到。那个听嗅禅智觉智觉知就是六根的那个剩下的妙的迎来遍周法界，整个六根呢都呢这个佛都有这个讲到那个听就是以耳根，嗅鼻根，那个产舌根，触身根接触觉知觉知意根，都全部呢妙德迎来遍周呢整个法界整个虚空法界都全部这个周遍圆满十虚这个十虚呢就是10个方向，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虚，另有方所，没有固定的地方所在，寻业发现所以这个地方也一样寻业发现。世间无知，后为因缘及自然现我们迷惑这一些呢都是因缘所产生及自然呈现不对了，不合真理皆是呢世心分别嫉妒，都是我们认识的心，也就是生灭的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只有言说了，都没有实质的义理。那么最后一个七大的最后一个事这个事就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呢在应用之中也都是用事。而那事性无缘那个事性没有根源，因以六种根尘妄出因为有六种根尘，六根呢跟六尘六种根尘然后妄出那个事。如今遍观此会呢甚众右目寻利其目周视这个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呢说遍观普遍的来观察楞严法会的圣众来听了法会的这一些人，用目用眼睛寻利来看看他们，其目周视，但如镜中就该看安尼规个敢若伫咧行的内底无别分析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假如说我们可以那个把那个阿赖耶识变成大圆镜智大圆镜智我们就没有分别心了，对不对？就像所有万象都来我整个脸都变成一个大镜子啦
你来我拢甲你影拢现出来，但是我拢无加入我的意见，这样了解吧？大圆镜智啊，这边我就在讲，我们全部啊，这个看了以后，好像那个镜子呈现啊，所有的人拢伫行内底，无别分析啊，这个呢，全部啊，都没有这个分别什么人是什么人，可是底下如于世中啊，次第标志，现在呢，这个认识的那个里面，那个境中没有分别啦，可是我们在实际之中啊，都有分别。我们认识里面，你把人这个什么名，那个什么名，拢给报出来，对不？是不是要认识了才会？所以如世中啊，次第，次第呢就是one by one，一个接一个，标志啊，此是文思，此富罗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佛。一个一个啊，都可以把它指明。那刚才呢，在静中的时候啊，都没有分别，对不对？大概拢伫咧行内底，就变一体一体。那这边已经呢，能够啊，那个认识里面啊，那个事就可以次第标志。那么此事了知，我们那个事认识知道未生一见啊，未生一相。这个佛就在问阿难，说呢，咱这个认识啊，是生于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见性，还是生在形象？为生虚空，还是呢从虚空生出来？为无所因啊，突然而出，还是没有原因呢，突然跑出来？这个认识，所以这个呢。佛呢都详细呢讲那个里面内容的变化。阿难，若汝是性啊，生于见中。假如说我们那个认识的那个性是生在呢我们的见眼根见中，如无明暗。假如说没有光明黑暗，即以色空。形象呢跟空间四种啊，必无言无汝见。这个四种没有光明，没有黑暗，没有色空，细众拢无，然后啊，言无汝见，本来就没有你的那个见性，你的拢无看，眼根拢看不到，见性尚无啊，见性拢无。从何发示？那个认识的事啊，不得发出来。从哪里发出我们的认识？若汝是性呢，生于相中。假如说我们那个认识的那个性呢，是生在形象之中，不从见生啊，不从见性产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足。即无色空，彼相尚无啊，是从何发？这个形象拢无，然后我们那个认识啊，从哪里啊，发挥出来？若生于空，假如说我们那个事啊，是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啊，无变，这个非相没有形象，非见啊，就是呢。不是见性，然后呢，没有看到，非见就无变，没有办法分辨，知不知啊？明暗色空，自然呢，不能够知道明暗色空，非相啊，没眼。假如说没有形象的话，那所有的这个眼啊都灭掉了，就没有那个事啊可以呈现。见闻觉知啊，无次安立。那个见闻觉知，我们的那个事啊，见闻觉知没有地方可以安立。那么次此二非，次在这两种境况，两个不对的那个问题之中，
空灰啊同无，有灰同物。这个空呢，不是呢跟无一样，有啊不是跟物一样。众花如是啊，欲何分别？纵然发挥你的那个事性，那要怎么样去分别？若无所因啊，突然而出，没有原因，然后突然跑出来，我们那个是何不入中呢？别是明月。底下太阳出来的中间啊，我们看到呢月亮，而很光明。如更呢，续阳微细啊，这个祥神，就是要这个阿难，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呢，仔细的来审查观察，见托汝见，那个见性呢，寄托在你的眼睛，相推前进，形象呢，就推呢显现眼前的景象。成状可状成有，不相成无。有相啊就有，不相就无。如是事言啊，认识的那个言，因何所出？怎么样出来？事动呢渐成，我们那个认识的事啊，在动。我们的渐进呢，澄清，恢和，不是因缘和而有，听闻听觉之亦复如是，也不是呢，这个因缘所产生，不应是言啊，无从自出，也不是呢自然呈现。若此事心啊，本无所从，当知了别啊，见闻觉知圆满湛然。性灰呢，从熟坚薄呢，虚空，地水火风呢，精明七大。所以这个事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把它融入这个大，就是摩诃，就是整个虚空，这个事心呐，本无所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来无来处，去无去处，就本无所从，所以佛就把它呢讲说当知了别，我们能够分明了别，见闻觉知啊，它圆满湛然圆满，性呢非从手，它不是呢这个从能从手。没有能手，然后呢坚破虚空，也不是呢，世心从虚空来，地水火风呢精明力大，就是整个水火风土啊，空见识，第七个七大，性真啊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那个性啊，那个事性啊，就是真。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在那个事啊，里面啊，我们一般呢都不用舍事啊，用根。可是呢，成道了以后啊，有一个阿摩罗氏，那个也是事，是呢，是已经果位的名称啊，所以那个事啊边呢就进入如来藏，如来所含藏。它本无生灭，没有生灭。阿难汝心呢出乎，这个呢都在讲，阿难的心呐，真粗个真朴啊，无定，不悟见闻呐，就是不领悟我们那个六根花明了知啊，没有这个花明了知本如来藏，就是没有深入研究，如应观持六此四心呐，为同为异，就是我们六根所发挥的那个六处，那个四心认识的心，为同呢为异，为空呢为有，为非同异啊，为非空有，所以我们那个
六根所发挥出来的那个心呐、都呢这个如来藏，汝言不知呢，如来藏中性是名之啊，觉明真实，湛然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含土实虚啊，名有方手。所以我们那个六根性啊，一样的就如来藏。所以只有《楞严经》里面有啦，所有经典里面呢都没有把我们六根性啊列入这个呢大没有列入摩诃啊，只有楞严有。寻业发现一样的都是要寻业发现，世间无知啊，后为因缘及自然现。皆是呢，私心分别嫉妒啊，但有言说，都无之意，都是不了解他的那个真理所在。那么底下这个就很这一段就很棒了这个开始这讲句语来赞佛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进入状况。然后还有小字的解说，可是呢，这个时间剩不到呢20分钟，我们留给各位呢提问，可以有要问的吗？上个礼拜呢，或者记得说有问那个放生啊，各位同学，我们要了解到放生呢最重要啊，就是吃素、吃素咱吃素就是放生的最大的工程吃素食的放生。那假如说我们去买动物啊来放生啊，那个是造罪，不是行功啊，那个是造罪。因为你买人家要抓，对不对？你不是害死他了嘛？你在放的时候啊，他又没有办法回归到自然，所以那个造罪要功德啦。所以放生就是素食你假素食推广到我们全人都素食的话，有没有人养动物？没人要吃啊，没人要买，对不？那自然全部都放生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要记得它最重要的地方所在。有问题要问吗？还有10几分而已好，请说。各位同学，各位先生，晚上好。好。想请一下，就是说我们那个像祈祷的目的，那去祝福说是不如意的人，那这样他能够说我们可以转变他的以好的意念思想去祝福他。比如说最近发生的车祸一个那个夫妻嘛，然后他妻子生育嘛，然后就发生车祸那个人就说要大家去祈祷，为他妻子祈福。那这样的话，这样子可以改变他的意思吗？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一些社会现象这个理论反映的话对我们众生都有帮助的就是认识一些该为不该为现在都是在强调说喝酒就不开车了，开车就不喝酒因为你喝了酒朦胧撞到人都不知道而且被撞死的人你看都连累到他先生伤心也死掉了那个都害死人了，当然是会落入因果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就是推广
喝酒不开车，开车呢不喝酒，这样呢整个社会都有共识了。所以现在喝酒开车好像定的罪越来越严重了。那一个好像判7年，赔款的话要1亿然后他父亲不帮他出钱，叫他去关7年7亿。那个是要形成一个社会的共识，大家都认为这样的话，你犯了就没法收了。还有吗？还15分。好，请说。李老师好，那个候选人请问一下，那个巡业发现的那个染业跟纪念那里。好，请说。这个巡业发现就是我们凡人在凡尘所有的这个言行动作，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主宰，然后看我们呢是要循着凡尘的那一些事情，那循着凡尘的事情那个就是染业啦，感染凡尘的尘垢。那我们一定呢是追求名追求利，那追求名利都对自己有关系呢，对众生帮助大，所以那个是感染业。然后假如说我们是为了这个宣扬真理度化众生，那个是循着敬业，因为不为自己，为公众好，为大家好，那一种呢最起码都有7天神仙呢可以当，可以享受了。那我们当然不是贪图享受啦，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会过得很有意义。那假如说我们都跟随着凡尘的脚步那就是惹了很多的尘垢，满身呢都不清净那到一口气不来会很后悔还有吗？还有好，请说。或许刚刚的问题是说，我们用好的意念去度如高难的人，那这样他会改变他的因果吗？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是有一点效果了，可是不大。我们要知道说自己本身的那个意念最重要，别人来这个祈祷帮助的那个都不大。而且要形成这个假如说全民全部祈祷的话，那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为大众人家才会全民为你祈祷，不然你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那人家为你祈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吗？还有10分钟。修道问题很多，要这个努力问，才会破除自己的障碍。会学之前都时常讲，且无人问，有问题了找不到人问，那个时候就发心说好，以后呢我都要给人家问，结果都没人要问，两极化。有没有？还是社会上的问题，那就是说最近有发生说僵尸的问题。虽然有在研究说到底是怎样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是COVID，所
这些就推翻掉。那或许在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已经看到流氓无血，这样很可怕。那我们修道人要怎样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实在是不是很正常？或许有这个疑问，谢谢。应该是培养自己浩然正气啊。我们要了解说，每个人都会影响到整个那个大地因为每一个佛性啊，都存在整个宇宙大地，所以只要呢我们那个浩然正气都培养的够，那个邪气啊，自然会消失啊。纵然它会冒出头啊，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那假如说我们浩然正气没有，那个魑魅魍魉啊，就会出来大肆的宣扬。所以还是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那要培养，也要从自己认知开始，都是正确的观念，然后正确的做法。还有吗？好，请说。老师好。请问做错的事给人家道歉，道歉完了再换一个再道歉，一共有10次，那现在是不是有罪？这个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呐。所以这个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这个我们都了解到，这个仙人打鼓有死错凡人这个脚步行差了，哪个会没有？所以只要我们肯承认改过肯忏悔，这样就可以了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不重视那个已经发出来的一些现象啊，跟这个语言。重点在我们的内心啊，就是要真正的真实的去改过，就是不再呢这个犯第二次过，就像那个言论一样，不二过，这样就可以。还有吗？好，请说。好，请说。生因灭生相尽就成修就那个念跟想好，请说。这个呢，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假如说所有的念头啊，都已经不起心动念。各位就是要了解到，不起心动念不是没有，而是像六祖所讲这个百思想啊，全部都记，只是不起心动念。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呀，不起心动念我们就是了解保有我们那个知觉性，我们整个呢那个佛性整个都圆满。假如说我们有起心动念，那个念就是业，起心动念的念就已经是业，那个业已经形成。那有业了以后，我就会转向现象，落入完全受苦。那我们不起心动念还有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我们的那个整个脑海里面全部的百思想全部都有灵敏度都在全部都在，可是我们就是不起。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起了我们的那个声音要生在凡尘的原因就已经断了，没有。我们就是因为有念起心动念，才会呢落入凡尘现象。那已经都没有了没有那个生的因都消失。
啊，声音没有，我们可以灭到无想，那个不起心动念啊，一直到无想，那个过程啊，就是要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你无想声相就静，啊，没有声音，没有声相，我们就可以成就了，可以成佛。啊，所以了解说那个起心动念啊，是马上，那个想啊，它归类在我们比较深思熟虑以后发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较久啊，直累积，直酝酿，然后呢才显现。累积了很久以后才显现了，那个想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没有，然后呢灭到无想，各位就是了解我们没有起心动念，可是想还会有，可是一直啊灭到无想，那个已经啊酝酿的那个过程都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啊，声相就尽了，所以声音没有，声相尽就成就了，是这样，很微细的，你还会问到这么微细，还有10分钟，还有没有问啊？我们这个修持之中呢，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有时候啊，我们看那个表面啊，好像对，可是实际的深入其中研究以后，不对，所以在这个呢，对与不对的那个角度的拿捏啊，自己就是要有把握，因为我们行为啊，都会从我们的意念出发。意念不正确了，行为就不正确。不正确我们造业啊，不知道，等到受苦的时候，怎么会受苦呢？就会怀疑。所以在这个有机会研究的时候啊，就是要理清自己的那个思想，全部呢都要符合真理。所以我们熏习啊就很重要我们熏习这真理，所以呢有时候听都听不懂嘞，听不懂各位姐姐没关系，你有听过啊，你再来听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熟悉，好像很熟悉你再一直延续的不停的一直在听啊，到后来你就会了你就知道这个理路。道理的这个明确度啊，你就肯定了，那个时候做就不会错。所以有疑啊要必问，还有2分钟，再一个问题，有没有要问的？好。或许他们编很多前贤就说他们编。那个清风法师的他那个电视节目啊，就是说他讲的，是也差不多是心理心法，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更高超，那个境界也高，所以不要听我们的心理心法。或许他的心理心法是很高超这个好像我们吃饭还得配菜是不是就这种菜对不？看他喜欢吃什么菜就吃什么菜了。他认为说听得进去，能够帮助他，那就听啦。我们并没有很霸道了，说你都要来听这些菜，并没有这样。只是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或许在这个讲说的范围啊。研究的长时间非常的长，或许讲出来以后
反而有一些都佛教的一些大法师都没有讲过。那或许那个时候啊，会很战战兢兢的，生怕受咒，因为他们都没收啊，就讲那个四念处，那个观身不净，观受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怎么样的再怎么样的大法师都是这样讲。那或许就想这样不能成佛啊，一定要观身现象犹如虚空，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理，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这样才究竟啊，这样才可以成道啊。可是或许就从来没有听过。各位前有听过吗？就是我说奇怪呢，应该他们都一直要宣扬啊，才可以成道啊，怎么没有呢？或许说这个是对的，应该要讲。你在观身不净的时候，那个是初阶啦，开始修，就是我们对我相太强，所以观身不净，先对身体撇开。可是你到后来还这样的话，那怎么成就啊？要观身现相，观身的现，观身的相，犹如虚空。你看那个就很高的程度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浅显，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浅显给我写机会写讲。我们讲到哪边呢？66页，对不对？66页的下面，这个尔时阿难集之大众，这边这个已经呢把4科7大，4科啊就是5阴6路12处18界以及这个7大。水火风土空见识，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讲完了以后，这个尔时阿难集之大众，这个时候啊，阿难呢集大众蒙佛如来的微妙的开始，就是等于大部分都已经了解到意思，领悟的意思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4科啊，这个前世啊，皆理，全部都是都是理，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这个7大前相皆性，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没有这个互相这个邻昧没有挂碍。那么这个时候阿难集大众这个蒙佛如来这个微妙这个开示，就是把那个很微细的那个上乘佛法，都全部能够呢讲说出来。那么已经身心当然得无挂碍。这个身呢是法性身，心是妙明心，身心都已经荡了，就是大水飘荡，都已经清清楚楚，很快乐的，都没有挂碍。那么世之大众呢，个个自知自己知道，
哦，就是啊已经领悟的意思。心啊遍十方，就是个个都知道啊，哦，这个心啊能够呢这个遍满十方，十方知道吗？哦，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哦，十方，哦，心啊遍的十方，哦，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哦，心呢都遍十方，然后啊，哦，见啊十方空。哦，看到呢这个十方的这个虚空啊，如观掌手中呢手持业物，好像呢看我们手拿的那个事业，就是非常清晰呀，了解意思吗？这个心啊能够呢遍满十方，就是啊不局限在一个小的那个角落。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我们假如说住相，我们的那个心啊就没有办法遍满十方，就呢这个很狭窄。那么一切的世间啊之所有物，一切呢我们世间之所有的万象。皆集啊菩提妙明圆心，而世间所有的物，就是看得见的东西呀，所有物啊，皆集菩提妙明圆心，都是我们呐，不生不灭的那个呢真心佛性。所以这个是佛讲的我们了解啊这个楞严经啊是佛讲的，直接就跟我们这个讲明，完成所有的万象全部都是菩提妙明圆心心经遍圆我们的那个心真心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遍圆普遍整个虚空，然后呢都圆满无缺，含裹十方包含整个这个虚空含裹十方。那么这个时候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呢，有比十方虚空之中摧为尘肉尘肉网。看到我们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就好像呢这个十方虚空之中摧一粒的微尘，非常的小渺小我们身体非常渺小而且肉尘肉网不是呢这个常久的肉尘肉网，如湛济海好像呢那个湛蓝的大海流一湖涡那个湖涡就是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就是一个泡泡，起灭无从那个起来那个泡泡起来跟消灭都呢瞬间很快，而且那个起没有起的来的地方，灭没有灭的地方，所以起灭无从都呢没有一个规律。那么了然自知后本妙心这个了然透彻的了解自己知道已经呢得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本妙心常住不灭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最不容易我们领悟到自己那个真心佛性常住不灭各位领悟了没有？我们要跟那一样都已经领悟我们那个常住不灭的那个本妙心
那么礼佛合掌得未曾有，这个呢时候啊，礼佛，就是呢那个向佛这个敬礼，然后合掌，得未曾有，就是以往啊都没有这个得到过。那么以如来前说偈赞佛，说这个偈语来称赞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这个开示最上圣佛法，妙赞呢总持不动尊，这个等一下呢那个下面小的那个解说的文字啦，那我们呢先呢从这个整个大的那个经的本文啦，这个大致的先了解这个妙赞，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个妙，很奥妙，可以这个从无生有，赞就是湛然，常起，感而遂通，所以妙赞。是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体，这个法身每一个人都有。然后总持总持就是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总持，那我们也可以一样总持。这个呢就是果报身，那个妙赞是法身，总持是报身，然后呢不动，不动呢就是应身，应了众生的根器那个本身不动，所以不动，然后呢尊就是这个三界十方最尊贵的妙赞种子不动尊，所能言王是稀有，所能言呢就是一切事究竟，然后坚固。我们之前有画一张那个开列跟详收，有没有？那个就是把所能言的含义详细的说。那我们开列的了解说一切事究竟，就是凡尘的事都已经办完了，都已经到达究竟，已经没事了啦，一切事都已经完了。然后坚固，坚固就是得到呢坚固的离体，道理的体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身，所以一切事究竟坚固，连起来我们假如说从连起来的文字意思不太容易了解，我们分开解说就很详细，有没有？一切事究竟各位浅凡尘事一切事都做了究竟了没有？还没还正在做。所以要呢一切事究竟，全部都已经做完了，凡尘事都没有了，没事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所能言王，就是一切事已经究竟了，然后我们得到坚固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稀有，这个世间呢非常的稀有，很难得。消我意结颠倒想，消就是消除我长时间的颠倒想，因为我们呢大部分在凡尘都是颠倒，我们呢该注重的不注重，不该注重的很注重，所以说颠倒，众生呢都颠倒。那我们的颠倒都从念头想来，所以呢消我意结颠倒想，能够呢颠倒想都消除掉了，那我们就
这个能够正见正知正确的知见都呈现。不利升起或法身那个升起就是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就是非常长的那个时间我们呢这个讲 no 由他呢就已经是千万了。那么我们了解no 由他是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千万叫做一个 no 由他。然后 no 由他然后我们再往前就是叫频婆，苹果的苹婆婆的婆，频婆个十百千万千万的 no 由他叫做一个频婆。然后我们再个十百千万千万的频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在一个走马边你有他的他加他，然后一样个十百千万千万的加他叫做一个阿僧祇劫。各位了解这个有没有够多了？这个数目真的是天文数字啦非常多所以这个阿难他讲说不利升起或法身，就是不要经过那么久的时间就已经得到我们的法身了。那我们也是一样不用经过很久，我们法身都呈现以法为身，整个空间这个宇宙空间都是我们的法身所以各位都有都有法身。认了没有各位浅显？认了我们的法身没有？要认不能说那不是那不是我的那就很可惜了。到整个宇宙虚空都是呢我们的法身。那么愿今得国成宝王希望呢现在能够得到呢佛的国就是证悟了成宝王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都可以成宝王。还度呢如是恒沙众就是这个成就了以后证悟本性再回来度呢众生那一粒沙一位众生那恒沙众众生非常多，那我们都全部度众生成佛都要呢所有众生进入那个呢这个莲花世界，将此身心奉承上把这个身心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平常在用的心都是很浅都是慈心精见然后身心就是深深的进入到我们那个内心深处那个身心将此身心奉给尘刹还成刹土就是呢要呢在这个苦海之中呢来度化众生。是则名为报佛分就是佛的这个恩惠很难报答度化众生呢就是报答佛的佛恩佛呢开示的那个恩惠。胡请世尊为证明所以呢要请这个释迦牟尼佛证明这样的话自己就不会再变心了因为呢释迦牟尼佛在证明，在看着你看着你有没有按照你所说的去做五浊恶世世先入这个五浊恶世各位浅显五浊知道吗？知不知道？朦胧啦有人有听过都无讲真实五浊呢第一个就是觉觉浊
第二个呢就是见轴，第三个呢就是烦恼轴，第四个就是众生轴，第五个就是命轴，就是五轴，那个劫就是灾难，劫，贵劫，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那个有那个节日节庆的时候一些生病比较重的都爱贵劫，那未得过就转去啦，那会得过就搁听后一届的节日，我们都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都唔知啦，这都常识。所以这个生病假如说是比较重，那个节庆一到，我们要特别注意，过劫，过也未过迄个节过迄个节日的时候你像讲五二节、中秋节过年节的节，这个都是过劫，了解吗？那缩小一点的话我们每天这个一起床了以后那么拢在过劫，你看我们一出门回来的时候那劫拢过啦，有无？那阵在外口干烧会安那受伤对无？那劫就去卡掉的啦，较严重的命短无去对无？所以劫，你看咱嘛拢在过劫，所以第一个就是劫走，它一个是灾难，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长时间时间很长，劫用呢这个劫来代表时间很长，所以劫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见轴，这个见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觉。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就是被我们自己的见觉障碍所以这个见就是无历史，无历史知道吗？如果唔知无论史呢？唔知或许不是有写那个资料给大家看吗？有没有那个这个诗这个我们呢进入出国的时候不是要经过这个88那个史88史有没有？那个剑着88史，然后诗就81品，拢没印象，都没有。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五历史，就是我们要见到的时候被这五个力很锐利转给咱切回去，都转记不掉了。五历史就是身见，从我们身体产生的见觉。第二个就是边见，边见的是两边不是早已有就是早已空，两边是见，这是边见。那第三个就是戒起见，戒起见就是非因即因不是因我们把它当成原因就咱来修苦行修的都不好了，还有这戒起见。然后呢第四个叫做见起见，见起见就是家己也未证讲我已经证还有做非果即果，不是果报即把它算计说是果报了。然后呢第五个叫做邪见，这五个这个身见、边见、戒起见、见起见跟邪见。邪见最厉害，就是没有因果把因果拨转，全部都进入没有因果，没有因果会怎么样？
会很乱的，对不对？行善也没有人要行，作恶很多都作恶所以那个叫波无因果，就是把因果全部都不要，说没有因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最厉害，这个胡说八道，所以可以这五个五个叫五历史，锐利呀，就是我们见到的时候，五历史把我们割断，见不到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剑轴这五历史很厉害。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烦恼轴，烦恼轴导致五顿时啦。这个五顿就是讲记袂长啦。咱第二个记记袂长，有够钝的啦。迄敢若刀拢袂来，要硬抓来切菜，搁较切都切袂落去啊，做钝。那五顿时呢？更简单记啦，贪嗔痴慢疑，好记不？就好记所以这五顿时啊，咱都见到啊，去这五顿时去掉的拢记袂着，真钝啊！要甲贪嗔痴慢疑，慢就是骄傲啦，疑啊是怀疑。拢去这五个全记掉咧，切袂长。各位先生，贪嘛切得长袂？会啊袂？会安尼佫袂歹，真有迄个勇气要甲贪一长。但是伊真钝呢，有啦有切都无长。即马佫见着互咱起贪的时阵贪就过来啊，会不会？会。所以它叫钝，迄足钝呢，拢记袂长啦，迄叫有钝时。锐利也唔好啦，钝嘛唔好，伤赖见着刀去切一全无去，伤钝要见着刀。直直切，敢若切袂长，切袂长就记袂着，所以这个五历史跟五顿时，然后呢，接着那个众生轴众生轴就是咱五阴啦，就是我们了解说五阴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就是众生轴啦，众生轴呢，就是我们这个五阴。具备了五阴以后就具备众生轴。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命命轴五轴的第五个命。那我们了解我们一起一期的寿命，一期100年嘛大概啦，咱若拢无食到100岁大概就100年来说这个色跟心然后连起来。色呢就是身体啦，心咱的心没有形象，连起来，本来六根可以通用，现在因为有命轴都把各个隔开，眼睛只可以看，耳朵只可以听。各位先生，我们修到后来的时候六根可以通用，所以我们这个有开法会，对不对？然后看到仙佛来的介绍，然后讲那个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些词句，然后点完师讲师在抄黑板，那个仙佛介绍面像的。我们这个庙的外面，然后黑板是在背后来抄，竟然那个字抄错了，那个仙佛都会讲，那个不对啦，爱都几里才对，他没有转过去看，对不对？为什么知道他写错？想讲都
仙夫啦，仙夫伊就拢怎样？那个就是六根互用。六根互用知道吗？如果唔捌听到，咱唔捌听到有够济呢我要去听久就会会熟悉啦，就会拢会了有。所以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呀，互用。眼睛可以看，眼睛也可以听，眼睛也可以嗅闻，眼睛会当鼻芳鼻头，不可想象你是在讲妄话不是实在的六根互用仙佛他身根身体的根，你看唔免我过来看，伊就知影讲你理想唔对，对不对？那个就是六根互用。我们修化也可以到达那个状态，到六根互用。但来讲你这怪人，没有，这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要知道应该知道的要知道，尝试的要尝试尝试也要知道啊。大家拢知咱唔知慢慢袂使所以呢五浊恶世恶世就是不好的这个凡尘世仙路就是呢发愿呢要进入呢五浊恶世来度化众生。如意众生呢未成佛，终不以此取泥凡这个泥凡就是涅盘就是不进入涅盘所以呢假如说还有一个众生还没有成佛所以他呢就不进入涅盘，就是一定要度所有众生呢都成佛了。所以各位先生或许不是讲嘛恁大家较认真的给我帮助咧，有没有？系啊恁拢爱成佛，我才会使离开凡世间无我都爱过来大雄大律呢大慈悲这个在称赞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呢大雄大律大慈悲。西更呢省除为细惑那个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在凡尘有见惑跟这个的迷讲上的都有的那个所以呢要都有这个除掉把它呢这个清除就是全部了解了以后就没有迷惑这个隐跳释迦牟尼可以除一些为可以去掉它，令我早灯无上觉这个早灯无上觉，无上觉就是佛就是成佛一光界做在10万做道场能够度生的多性可消都都是空空性可以消。受教罗心无动转，受就是坚固的心没有动这也就是空性可以消亡心绝对不会动转它立得愿非常的坚固。我们也是一样的，这个立愿要长了解意思立得愿就要去完成不要常立愿过一段时间呢紧的过来立完过一段时间呢紧的过来立我必生所以我把那个解释
讲一次，妙赞哦，赞佛的法身哦，是赞佛啦，我们也有法身哦，呢无法所依之体哦，所万法他所那体呀、就是法身，就是呢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在无情哦，就是植物方面为法性；在有情，我们这个形式法身佛性，是法性啊，就是它没有我们人的那个精神状态没有情识，所以叫法性植物。那么一中有妙觉法界这个妙藏就是妙觉占遍周法界，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周遍这个法界本体那么众在我们迷昧了就是没有清醒。那么法身呢埋没呢在五蕴三中，这个五蕴就是五蕴就是我们的身体咱的法身埋没的身体来了解这个人都有法身宇宙我们没有没有应用所以一定呢要研究要修持。那么佛音中佛音就是要修成那个佛的音中不实妙真心一生不灭为因这个因地心不生不灭呢为因地心，然后呢严成果地修正所以这个心一定呢用这个不灭真心是佛性本体才可以修成得正就是可以证悟离垢妙极法身离开呢完成的污垢，然后呢我们证悟自己那个法身是未成佛这样了解吗？妙赞。然后底下呢就是总持称赞佛的报身果报身我们众生也都有，我们现在的身就是果报身我们以往所造的善恶业现在呢显现我们这个果报身，各位浅浅了解吗？我们现在的身就是果报身所以我们也有果报身。那佛的那个果报身非常的高大有1000丈之高，1000灯一灯10尺，1000灯外观10000尺我们可以看到吗？我们众生看不到，要菩萨看到所以那我们能够呢这个行持行善果报身就像呢须弥山王那个金刚经里面有讲那个须弥山呢很大那我们果报身也一样很大，可是还不如佛啦，佛的果报身呢那个比波遮努那个非常大。那么报身以智慧为身，那么此智即般若妙智慧人人本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么佛在呢这个悟道的时候啊，有讲说大地众生呢，个个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几倍，妄说而，所以呢我没有智慧。那么生呢彼此就是德相。那么前字就变成事，我们认识的事，就很可惜我们现在要转，要字6、7转，然后是变成我们认识心中物质佛音中领悟这个种子一如自然如理造造眼尽了那个迷惑有了尽智慧佛智眼转世成智得根本智成自受用报身自己那么此总持是为一切智的根本，一根本互得智后来得到的智慧，众生呢用什么法来修？你智慧它叫做智，所以后比那个根本智难得要得到比较困难成他受用报身那个根本智自用然后呢后得智是呢这个他受用成他受用就是对众生非常这个有利益。那么总持无量所以叫陀罗尼，能为众生呢做外熏之言外熏我们一直熏熏染熏陶那个佛音，一直熏习我们一直研究真理就一直在熏习佛音佛音成熟了就可以成就佛的果位故赞业总持妙赞总持，然后接着呢不动不动呢是赞佛的应身应身乃应众生根基所示现之身，所以这个不动就有千百亿化身各位了解吗？哇，我们也有啦，我们也有那个千百亿化身，各位有没有唔介意所以我们做一个事咱做一项代志就一个应身去做，然后我们是不是会很多的事会向真济代志对不拢去做对不一个事一个变化身，那很多的事是不是很多变化身对不对你像像讲过马路我看一个囡仔要过去你唔敢过车真多你给他看过，你看那个是不是应化身对不对阿婆要过马路伊行路足慢你陪伊过较安全，是不是又有一个应身对不对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千百万的化身有啦，咱家己都唔知呀唔知报我们都不知道宝所以观察众生呢应以何身呢得度极限何身
随机啊应现然后为什么不动呢？不动本寂啦那个出来的变化那个都是过了以后它就回归到本体来了所以本体不动了那个动的都是短暂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应化身呢那个千百亿所以不动本寂普应十方自在解脱任运无碍我们可以运转这个千百亿化身呢来救度众生然后最后一个字尊妙赞总持不动尊那个尊由佛从因克果就是从因开始修，一直修到果位就是佛的果位，然后五住究竟。这个五住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在凡尘都是进入这个五住的这个范围这个第一个见一处住住地，见一处就是我们已经呢把所有的呢都已经究竟了没有了现在只有剩下一处所以见一处那么第二个呢欲爱住地就是我们欲界欲界我们在欲界生活我们很容易呢这个体会欲爱住地。然后呢第三色爱住地就是这个欲界，然后色界色爱呢就是色界。然后呢第四个有爱住地就是无色界无色界有爱住地虽然都已经没有形象可是呢还有那个心念所以还没有脱离。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无明住地，无明住地呢是全部包含这个从第一见一处住地第二欲界的第三色界的，第四无色界的全部都有无明无明住地所以第五。然后佛已经呢这个五住已经就尽了啦，没有在这个五住里面。然后20永亡，20就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然后我们众生呢都是分段生死，然后变异是到达阿罗汉以后还有微思想那个变异死所以要到五住就20永亡了福跟慧两足这个两个都很充足，福也很充足，慧也充足。然后九界称尊就本来是10界了已经佛已经把它呢不讲在里面了，就剩下9界。各位浅显知道9界吗？不知菩萨、地之佛、阿罗汉，然后跟我们六道知道吗？六道就是呢这个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然后呢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六道这样就9了9界。安尼知无？再加一个佛刚好10界啦这个就是佛已经在讲佛了，所以佛就不称在里面为世间的6凡，出世间三圣之所共尊所以妙赞总持不动尊。那么所能阎王及阿难呢所遣，那世尊呢所证所说之法已有三摩提名
大佛顶首楞严网。那么经啊以总名，首楞严网啊就是总名。那假如说呢，说它的里面内容啊，就有奢摩他、三摩提跟禅那，有3个，了解吗？共同和啦，拢唔免回答。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有一些啊我们以往啊都没有接触啦，没有研究所以不知道。可是只要你一直听的话，都会熟悉啦。熟悉以后就会进入状况，就会了解到里面的意思。那么首楞严翻译成中文叫做一切事啊究竟坚固。所以我们都把那个文字啊连起来，一切事究竟坚固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事啊不会究竟也不会坚固。所以那个坚固2个字啊要这个把它加一个逗点，一切事究竟了，然后那个坚固啊等一下再说，了解吗？所以一切事究竟啊，就是凡尘事都已经做完了，没有了，已经没有凡尘事了，所以一切事究竟了。那究竟了以后啊，就得到坚固的离体，道理的本体啊，就是不生不灭佛性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切事究竟，然后坚固。佛正持啊，究竟坚固之定，究竟啊，都没有凡尘事了，事啊都没有，变成啊，剩下我们很坚定的，很坚固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前说4科7大，一切事相之法，一呢会归啊。如来常性啊，本不动摇，本不生灭，自性呢天然妙定，即首楞严定，所以呢首楞严定啊，是我们这个佛性啊本具备的那个定。那么此定呢为定中之王，定啊所有三昧那个正定的那个首领。能同百千呢三昧，三昧就是正定。阿难闻此悟此，故以所悟之定啊，这个定的名称啊来称赞首楞严网，四希有，这个四希有啊，就是也赞佛也赞法，就是呢法四希有。佛四希有，难逢难遇，所以我们了解说首楞严网啊，四希有，消我意结啊，颠倒想，消则呢这个消除，意结啊，就是无量劫，非举啊定数。就是不局限有一个一定的数目就是很长的时间。那么颠倒想者啊，迷真呢认妄，我们真已经迷昧了，把妄都认为是真，所以迷真呢认妄。那么执妄呢为真，执着那个妄就是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都这样，我们身体是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是不是假的？我们都把它执着是真的，执着的还蛮厉害，有没有？拢唔承认啊！你看，拢唔承认讲家己执妄为真。真跟妄颠倒，迷心呢在身内，迷惑法在心外，所以我们了解各位浅显，心在哪里？对了，无所不在了，
这个马上一讲马上回应啊，这个表示说时时刻刻都了解到心无所不在，全部呢都是我们的真心，整个宇宙虚空啊都是我们真心。然后呢，这个法也一样在心内，没有在心外。假如说我们呢认为啊，心外有法，那就叫外道，已经呢在道之外，外道，这样了解吗？我们在道之内还是在道之外？所以这个要承认啊，万象万事都是我的心，真的还要一段时间了慢慢的消融消化融化进入啊我们的那个真心。所以身心万法各有自体不知道呢，身心万法全部呢都是一真法界一体。妄认呢身心为实我，万法为实法。我跟法两个执啊，我执跟法执颠倒重重固蔽，这个颠倒了，然后重重把自己呀都呢这个守在里面固蔽，将本有的法身迷不自知啊自己本有的法身我们都迷灭了自己不知道，则灰失啊是失，没有失掉，好像已经失掉了。若一旦开悟啊，亲见本来面目，则无得啊为得矣。假如说我们开悟了就可以亲见本来面目。各位有没有亲见本来面目啊？一个不爱搞啊。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就是要了解到，就是已经亲见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那个觉性觉放不下了迄种你搁安那啃都啃不落去万念放下可以外缘所有凡尘的缘全部放下就是佛性本体放不下来那个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安尼知不？知道吗？知道。以往我还记得说道亲在问要安那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然后他自己受经验啦，讲都去虎山溪看，迄囡仔生出来，囡仔生出来迄个迄原来迄个本来面目啦。我讲迄也唔是你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本来面目是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外面的所以自己要了解到亲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不是很了了分明吗？有没有？那个就是已经亲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能看到形象了或者都有讲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有没有？那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真实的没有所见真实的没有所见就是真实的见理如来你就是亲见自己的本来面目。有了解不？这个自己要了解以后也要讲给人家听，说你要看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了了分明没有形象呈现，可是你都跟他呢就确定就是我自己的佛性本体，就是那个
哦，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知道哦，也要告诉人家。那么今闻如来哦，循循善诱，破呢远迎啊之灰心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都攀岩哦那个影像啊，所以哦凡尘的所有哦一切啊都是假的哦，都是影子而已啦哦，所以破哦远迎啊哦之灰心，那个不是我们真心呐。都是妄事。那么指根中之佛性，把我们呢根中的佛性呢都指点出来十番呢正是就是十番显见二见呐欢显那个呢这个就是同分妄见呐跟呢别业妄见叫做二见，了解吗？那么更会四科融会啊，这个四科五阴六路啊，12处18界叫四科，极旺啊极真，互融七大，又呢把七大呢全部啊融合，全相啊全性，将本有法身啊和盘托出整个啊都讲出来，如云开呢渐入，变化呢为水意结颠倒妄想啊一旦消除矣所以啊这个晓得啊就明确的这个解说，而此消除之功，一有如来微妙开示，二有阿难呢悟明啊心性，若不呢悟啊真心，安得消除妄后？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悟明啊心性。各位悟明心性了没有？我们不是有一个礼拜讲明心见性吗？有没有？所以因为都是无形无相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这个领会。那我们一定呢要用心，只要你肯用心一定会领悟那个心性呢一定可以领悟。那么不利生起后法身唤语呢阿僧体阿僧起觉，我们中文叫做无视觉乃长时分非常长的这个时间。那么佛有讲众生呢毕竟成佛，这个听到很放心有没有？众生毕竟成佛啦，绝对会成佛，是久较短安尼尔啦，知无？拢会成佛啦。去三恶道嘛无要紧，原来会搁出来原来会成佛啦哦，所以听到都很放心。可是后面又加了一个字西经三得阿僧比劫啦，有够久啦，够久的，所以我们不用等那么久。我们现在上天大开普渡，对不对？我们佛老师掌道盘都已经把我们这个受记了，可以成佛要不要就看我们，对不对？佛老师，你看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在我们中南部或是在外国，都一直推广要研究性理心法，有没有？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成道成佛啦。那个18太短了，短不短？以形象来说很长了可是以佛性本体来讲一个刹那一刹那10800年就过去了，对不？所以咱后一个缘会过来，下一个缘会再来的话你哪还得咧？你唔拢无认真咧修，哪还得咧？
所以啊，我们了解到哦，能够啊修正到我们那个佛性啊，就可以回归本位就是成佛了。那成佛呢就要还成来的。那我们假如说正真的要来了，还要来，我们那个华母性子十戒啊，不是说我们在山坡嘛把这个仙衣仙血都收回去啊，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那个是说好听啦，这个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不要一念妄动，就不会落入凡尘。我们都这个不但是一念还万念，所以啊，就落入凡尘，在受苦了。苦不苦啊？年岁蛮大的都苦了。年岁假如说还很年轻的话不苦。充满的那个新奇呀，都还不苦。而年岁越大就越苦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不好玩，不要玩了，回归了回归故家乡。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经过呢，三个阿僧祇劫就可以成佛很久。经阿难呢，自己叙述，不必经历三个阿僧祇劫已经后法身，已经得到这个法身。那么此事呢，须加以这个详细解释啦。后者呢，就是德也，有悟德正德这不同，悟跟正，各位了解吗？领悟跟正悟一不一样？不一样领悟是怎样？那正悟就是已经切实自己本身做到。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吗？有没有？有没有？那个脚底按摩很痛有没有？你去体会那个不痛的，你真的体会到那个叫正，你已经证悟到你的佛性了。假如说还很痛很痛很痛，那还在生灭，你知不？唔通过去有一点讲够痛的，我拢在骗人，不骗人的啦，是你自己忍受不了你辛苦爱修啉奶对不？要不要？要所以你就要先有心理准备这个身体不健康，脚底按摩一定很痛那个是一定的那个时候你就赶快转移看你要从眼根耳根转移爱给你抓你痛，你都唔通去唔通心转来你的身躯，你的心回到你的身体一定痛了心离开身体会不会？不会我们的心离开身体不会像我们这个台南火车站有没有去过？那我们现在把整个心放在台南火车站会不会？那个心已经抽离身体了，有没有？已经拢去你台南火车头去有无？心无伫身躯所以看我们有没有心做你有心试验的话一段时间而已伊搁甲你饲甲足痛，你拢莫转来迄个神经神经拢莫转来，迄神经敢若刷胶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迄神经假如说有那个这个牙齿去拔掉神经的话，那个牙科会拿那个给你看，你的神经就是这啦，这个看讲都刷胶。神经一个抽出来是不是喙齿拢袂痛？对不对？所以神经就是会刷胶所以我们
身体的那个神经啊，不让它存在，就是不注意它了。你全部用真心转移到你看你这个以往有什么得意的就放在得意的地方了全部都放在那个地方。失意的不要了，失意的我们会流眼泪啊，对不对？那个按摩师啊，看到你一直流眼泪，那就讲你是听得很厉害，那就会错意了，所以我们要想好的转移，你就可以试试看，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悟啊有那个呢领悟跟证悟不一样。那么阿难呢，这个烦恼障重所知障轻阿难呢，他烦恼的那个障碍比较大所知障就比较轻因为呢他也都在求那个呢所有修持的法门，所以那个所知比较宽广。那么况呢以发大心以求佛定这个何况呢阿难已经呢发大心已经呢要求佛帮助他。那么佛为重重呢开示，直指本有的真心以为菩提的正因。那么此心呢不生灭不动摇即人人本具清净的法身。往昔被颠倒的妄想所这个覆盖，现在呢这个颠倒妄想已经消除了，如云开呢自当呢见日看到太阳，则亲见呢本有的佛性，而云呢悟惑法身没错。不是还写的没错吗？那么再者教有前时，前教呢多重四项这个前教，前就是方便那个方便的教法里面多注重四项一定呢必假修成，那个就那个假就是戒的意思了戒的修才会成就必假修成，各位知道意思吗？这个有一个这个前贤呢跟后学讲，为什么是假不是真？我说那个假是戒啦，戒的意思，了解吗？酒啦，酒会响袂？会响酒袂响？这个假就是戒的意思啦那么实教则重呢性具这个实教实在的就是实相的那个教导方法，它呢重在呢本性所具备就是我们本有。那么贵在了悟所以实教它贵在了悟就是了解领悟。那么未悟之先法身呢本自现成，还没有领悟的时候我们法身本来就有了，本来就在。那么圆觉经里面有记载，一切众生呢本成佛道一切众生都呢本来就成佛道，本来都是佛啦，之所以没有成佛，拢是咱的观念作祟所以我们观念要改变倘能一念回光，变同本德回光返照就已经呢跟呢我们本具的那个得道是相同。但离妄缘及如佛，离开呢妄缘，我们呢都妄在外面攀缘那个叫妄缘。所以万年放下是没错的，一定要放下，不放下咱拢伫妄来底
筋拢找不出来，所以我们妄啊，一定要放下，妄言都放下。那么愿今呢，得国成宝王，这个希望愿希望的意思，能够得果，活的那个果位，成宝王。而那呢，既然已经呢，悟后法身啊，领悟啊，得到法身，那自己知道啊，成佛有份，已经可以成佛，故发愿呢，成佛度生，要呢度化众生，道佛开示之身温，即适逢誓愿，佛道呢无上啊。誓愿成，烦恼无尽啊！誓愿断，众生无边呢！誓愿度，法门无量呢！誓愿学，所以这个四弘誓愿。那么福请世尊啊为证明，于愿众啊力微，他的愿啊非常的大，可是力道啊很小，愿众力微。故呢，福请世尊呢证明，实在呢是求慈光啊加披呀，就是佛，希望佛能够呢，慈悲的加以照顾，慈光加披，令得啊不退。有时候啊，我们遇到那个挫折困难，卖修啊，跟他像那个，我们不是看一本那个小说吗？有没有？我们这边买来送给大家看的啦。弥勒入巴有没有？哥有没有看？是不是那个苦啊很难受？他很多次啊都想退了，对不对？都硬熬过来的。所以这个阿难真巧。伊请释迦牟尼佛甲证明，就是请佛甲鼓励啦。安尼拢袂退啊，对不？退了分谁看到啊？所以这样呢，就可以成就了。所以他也是想尽办法。这个满弘呢，满师弘愿呐。那么五浊恶世啊，世间日花心之大，之定啊。没有犹豫呀，刚才我们讲过，就不再重讲。那个五浊恶世，如意众生呢，未成佛啊，终不以此取涅盘。那个涅盘啊，就是涅盘。所以啊，这个很坚定的那个心，大雄大力啊，大慈悲，大雄生死啊。不能服，就是生死啊，把我毁掉了，所以叫大雄。那么大力呀，魔外啊，不能扰，那个魔跟外道啊，不能来扰乱，就是大力，有力道。那么大慈悲啊，能令呢，众生离苦得乐，都能够呢，离苦得乐。那么虚更省除啊，维系后，所以我们那个维系后啊，都非常的多。那么希望阿难呢，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呢，省除。那么此佛呢，有两个分别，一个呢，就是界内的时候，三界内啊，这个思想上的迷惑，第二个呢，就是界外的无明。就是三界所有不管界内界外啊，全部的无明都包含在内。那么思惑呢，是烦恼障的细分，思想上的迷惑，那个都很不容易呢，清除掉。无明啊，是所知障的细分。那么阿难呢，虽悟惑法身啊。而此二惑这两个迷惑啊，全部都还在俱在，就是都还没有去除掉。故呢，欲加功用行，求佛更为开示啊，省除。
令我早登啊，无上觉，于十方界啊做道场，说法利生，令阿难呢能够呢早登啊无上觉，所以佛也交代阿难啊，说你不要那么快啊，进入涅槃，一定呢要留着啊来教导我们末法众生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大迦叶啊，在鸡足山，对不对？要等候呢，那个弥勒祖师下生，因为释迦牟尼佛交代，要把所有跟释迦牟尼佛修的弟子啊，要带来，交给弥勒祖师教导，那个呢，大迦叶的任务啊，才完成。所以那个大迦叶啊。有一次也现身啊，给一个教授看，就是啊，鸡足山开啦，伊行出来，互迄教授看，再个入去鸡足山山这个个规个关起来，所以啊，大迦叶现在还在。阿难因为我们这个楞严经里面啊，释迦牟尼佛有交代阿难，叫他不要那么早领悟啊，证悟了以后啊，不要进入涅槃，一定呢要留着来教导我们末法众生啊。都没听阿难的消息。那么身肉多性啊，可消亡受迦楼心啊，无动转。身肉多呢，我们中文叫做空空性啊，空性可以消亡，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受迦楼啊，中文呢叫做坚固就是坚固的心啊，没有动转。那么阿难已经呢发心啊，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广大心啊，第一心、常心、不颠倒心，四心啊，并发。我们了解到呢，那个广大心、第一心、常心啊，不颠倒心啊，在佛经里面呢，时常都会提到。希望我们呢都具备广大心、第一心、常心啊，跟不颠倒心。适逢生事啊。是个很大的那个试验他们决议就是啊那个阿难就讲，纵使空性啊可以消亡，而我坚固之心啊绝无动转坚固之心啊绝不会动转，即所谓的虚空有尽啊，我愿啊无穷可以说呢很坚固的那个愿力啊。那我们呢，在这个立愿的时候啊，也要这样就是啊立愿，然后很长一直啊都呢这个行使我们的愿力不要呢长立愿要立愿长。那么这个时候啊因为富罗那在旁边所以啊他就提出问题。尔时富罗那密多罗女子，富罗那呢就是呢满慈的父亲，密多罗女子啊就是满慈的母亲用父亲跟母亲的名字就变成他的名字啦富罗那密多罗女子。那么在大众中啊即从坐起在大众中呢从座位啊就起来，偏袒右肩啊，右膝着地这个呢是印度呢他们那边最敬礼合掌恭敬啊，而白佛言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弘扬起的那个这个合同就是呢合掌。那我们呢从这个形象来说，我们呢右手做左手做，所做的事情都是凡尘事那两只手一合掌，凡尘事就没办法做所以没办法做凡尘事
把凡尘事啊都放到背后，叫做背尘。然后呢，一合掌啊，就把良知、良能、良心啊掏出来，叫做合觉，跟自己的觉性啊合在一起。所以背尘合觉，这个意思很好，对不对？所以啊，只要我们这个双手一合掌，人那咧骂骂到安尼好足厉害，看到你安尼双手合掌，安尼搁行一个礼迄个骂拢转点，马上都点你。有没有人这样骂人的？没有啦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动作就是啊很虔诚，很敬意呀，很尊重，尊重对方，所以我们了解说已经呢背尘啊和解，所以啊合掌然后恭敬，而白佛也，就是啊提出他的问题。说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呢敷衍如来第一义谛，就是在称赞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善为众生啊敷衍如来的第一义谛。那么世尊常推说法人中呢我为第一，这个富罗那释迦牟尼佛呢就时常呢这个称赞他呢这个说法人之中呢富罗那是第一的。那么今闻如来微妙的法音啊，那现在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为阿难开示的这一些内容这个呢微妙的法音啊他听到了以后讲我这说法第一的哪有法度徛这个名啦那个名称啊应该不能占据呀所以啊那个富罗那就讲，犹如聋人啊欲百步外啊灵以闻瑞，这个聋人啊就是耳朵已经都听不见欲百步外啊又超过100步的那个远，然后来聆听啊那个闻瑞，瑞跟蚊子一样真细只蚊啊蚊的就是蚊啊瑞甲蚊啊变大只啦，拢是迄个真细只的物件本所不见啊，何况得闻？讲迄100步外口遐远迄蚊啊敢有看？我们遇了100步以外啊，可以看到蚊子吗？看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富罗那说本所不见都无看呀，那何况得闻？看都无看，免哪有法度听到伊的声？导致我们晚上睡觉那个蚊子在我们脸上在叫的时候啊，我们倒听得很清晰呀，对不对？会不会？会你这个一感觉到蚊子啊就停在你的脸上你就用力把它打下去啊，对不对？结果蚊子没事了。那么佛虽鲜明啊，令我除惑这个佛虽然这个宣扬让呢这个整个上乘佛法都明朗，令我除惑就是要呢这个富罗那辞掉迷惑。那么今犹未详啊失意究竟，现在呢还没有这个完全了解那个对阿难所讲的那一些道理呀那一些义理呀究竟到底它的那个底线是在哪里无疑后地到达无疑后的那个地步。
世尊如阿难辈。所以或许一写到这边哦，花公啊，这个啊，富罗那有没有瞧阿难不起？有没有？没有啊？是不是笑阿难？如阿难辈。这个一讲出来啊，我们就了解到，他就很高了，阿难那一辈就很低呀，是不是内心那个骄傲充满？有没有？虽然没有明言呐，可是已经都呈现了啦，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跟阿难啊同样情形的这一些修道人，就是有学的这一些人，阿难他们这一辈。其实我们要了解阿难在楞严经因为就是要引导释迦牟尼佛讲最上乘佛法，所以视线很低呀，视线的程度啊，就是不高。然后呢，就比我们普通的智慧啊，都还不如，有没有？那个是故意的啦。阿难就是慈悲啊，要给我们末法的众生啊，了解到那个道理的因有，所以啊，视线的比较呢，就是啊，那个不很高的程度。假如说他表现的跟文殊菩萨一样，那我们看得懂吗？那绝对看不懂了。每一次后学一看文殊菩萨所讲，他搞拢青烟。为什么？那讲一句都爱看几部才会知影意思，伊是在讲啥。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连那个释迦牟尼佛都时时刻刻啊，跟那个不用再讲这个众生听不懂。跟那个文殊菩萨讲你莫讲，你讲迄众生拢无法度了解，都这样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文殊菩萨那个智慧很高。那么虽则开悟啊，习肉未处，说阿难啊，他虽然已经开悟了，可是呢，他的那个习肉未处，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那个习惯性啊，我们很多习惯性啊，佛性里面啊都没有，可是习惯性有。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佛性里面有没有贪嗔痴？我们习惯性里面有没有？都是这样啦，就是因为六道轮回太久了都很多啊，那个习性啊，都已经超出我们佛性很多呢，不该有的都有，所以呢，我们修道就是把这一些佛性里面没有的而习性有，我们把它去掉，这样就好了啦。有简单不？可是我们养成习惯性以后要改掉真的很困难。像我们有抽烟有喝酒，那或许有看过很多人那个戒烟他抽烟戒烟，他本来一天才抽半包了，一戒烟一段时间以后再开始抽一天就一包，然后过没多久他又戒烟了，不抽了，然后又一段时间又看他在抽了，糟糕了，一天2包了，是不是越戒越大？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那个心真的是你若卖改限制让它自由，伊袂足厉害对不？你若改限制袂使安尼，袂使安尼，当然逐项拢袂使，伊会安那掠讲，逐项拢做对不？我们的心就是这样
很不好哦，去降伏啦，所以须菩提才问释迦牟尼佛，怎么样来降伏我们的妄想心？各位先生，怎么样降伏？很大学问要降伏啊，我们妄想心真的是要下定决心才能够降伏。所以呢这个富罗那呢说阿难习漏未除还没有这个除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漏我们呢就是因为精神外放，所以漏于三道，落入凡尘受苦，就是都是因为漏就是因为精神外放。那么我等会中登无漏者这个讲富罗那他们的程度了说我等在楞严法会里面已经呢到达登呢就是到达无漏，已经到达无漏的所以我们了解真正的呢你到达无漏能够称得上是无漏，就已经成佛了所以那个无漏通最难，无漏那个六通里面的那个无漏通最困难所以外道没有那个漏尽通那个就是无漏，没有漏了所以富罗那讲我等会中已经呢登无漏者虽尽诸漏虽然已经呢所有的漏，那这个漏呢中文翻译成呢烦恼虽然所有的烦恼都已经尽了没有，那么今闻如来所说的法音现在呢听到释迦牟尼佛跟阿难所开示的这一些真理这一些所说的法音上于迂回那个余就是围绕的意思啦上呢还有疑，还有后悔就是不了解对这个真理还不了解那呢这个听闻没有很这个真切，所以很后悔，上于迂回。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皆如来藏所以这边呢这个富罗那就用简单的来代表一切的根就是我们六根，尘就是六尘，然后因呢就是五因，然后处呢就是12处界就是18界所以一个字就代表一个内容这个皆如来藏全部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所含藏，皆如来藏清净本然就是呢它本来就是清净，那么允和呼声三河大地所有都是如来藏。那为什么有三河大地生花呢为什么有万象呢？然后为什么有众生呢这个就是富罗那的疑问所以这个就问为什么呼声三河大地知有为相，次第牵流终而复始所以富罗那就请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这个讲说，又如来说地水佛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如来在前面讲地水火风空见识，那这边只有讲地水火风本性的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片地就是土地性片允和融水，这个是用现象来论我们了解这个大地跟水两个不相容用现象来讲，不是呢用性那个地性跟呢水性
水性地性啊，它是圆融，它是周遍整个呢法界就是虚空啊充满所以啊这边用了我们那个凡尘现象的观点水性啊周遍啊，佛则不生敢若咱火烧厝都要用水啊去拍火所以水甲火伊都无下那圆融。那么复云和明啊，要安怎来了解水火二性啊，即遍虚空要安怎云和复云和明，要安怎来了解这个水跟火两个性啊它即遍具备了全部啊，都遍满虚空，不相邻灭袂互相欺负啦水甲火啊两个拢会相好。世尊地性呢障碍，空性啊虚通，云和二句啊周遍法界两项那有个周遍法界，而我不知啊示意啊有往，我唔知讲伊迄个义理是安那个摆出来。唯愿如来宣流大慈啊开我迷语这个希望呢这个如来能够宣流大慈啊这个宣扬流布大慈大悲啊，然后拨开我的迷语那个啊被云啊遮盖的都把我拨开。及诸大众啊作是语五体投地啊那个五体啊就是我们两只手两只脚还有头耳这大家遐五体投地最敬礼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以往的那个礼非常的重。那么亲可如来无上的慈悲就是呢这个亲仰渴望这个如来这个最上无上啊就是最高的慈悲的教诲那么上段就是上面一段呢佛为阿难先用呢方便法门分别真妄，令其舍妄从真。那么后来用呢平等法门汇融真妄融会真妄，令视万法为心让我们认识万法都是我们真心。四科七大一一皆如来常，妙真如性，一真呢本体，全部都是一真本体。令阿难呢明真呢生信顿后法身，更求如来审持细后，早得亲证妙极法身，登无上觉。那么尔时富罗那在旁边触动心仪，即从本座而起，而白佛言：乃称赞佛为大威德藏佛大威，阿难呢消除颠倒想，有佛大德，阿难呢悟惑法身，善为众生呢敷衍如来第一地，能为阿难等小机众生徐循善诱自前而深，由近而远，令消意结出后，悟惑法身真理，是可谓善为。若对小机说小法，不足称之为善为。今为敷衍如来自证第一义谛，向四科七大，直指如来常心，使物自心圆融周遍，长久不灭我们的真心自己的真心圆融周遍长治不灭非佛善说法要怎能真持没有法度到这个程度。那么世尊时常推崇说法人中呢满持就是富罗那
满持第一，今闻如来微妙的法音，犹如聋人呢百步之外灵以闻瑞。意那个意思啊，就是讲聋人要听呢那个闻瑞近这个极近尚不能闻，何况呢逾百步之外，离足近都听不到何况是百步外。又聋人触言极大声亦不得闻，况闻瑞之续声彼闻瑞之行本所不能见，何况呢得闻其音声也。这个就是富罗那呢在讲佛说出来的法音他呢都从来没有听过。那么佛虽鲜明令我持佛此序自语细述自己那个疑问的地方，以小圣呢那个法执为王，平入呢迷子万法心外实有。那么知大就是所有风土知大，互相邻躲。佛虽种种鲜明万法即心，知大圆融，令我除疑。现今依旧未能详细明了，到达无疑惑地到达没有疑惑的地方所在。言有学之者虽则开悟习肉未持，显出呢那个骄傲之气。再说会中登无漏者，闻如来所说法音，尚有一回况未达无学者无学无法可学。若乎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因何乎生呢山河大地？此于万法起疑那个疑从万法这个起。佛于各科呢皆云本如来藏，清净本然，遂其二疑两个疑问。世间法是有为，如来藏呢是无为。那么既皆无为，应当无相，云何乎生呢山河大地之有为相？意思呢就是说，既是如来藏清净本然，以清净故不应更有染法之相染了完成了成垢。云何乎生山河大地等染法之相也？那么次第千流，终而复实即云何次第千流，终而复实，世界众生业果满持呢，但指如来藏不变之体不通达如来藏随缘之用就是执着呢不变之体那个随缘之用呢，全部都不去研究。又说地水火风呢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此于五大呢起疑这个疑问呢从五大起。本性呢圆融，乃圆真实；周遍法界乃通真实；湛然常住呢乃常真实。所以圆融本性圆融那个圆，然后周遍法界呢通，湛然常住常，圆通常细数迷情呢求佛呢这个开示。讲到袂记哩啦，剩10分了。各位先生剩下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有要问的吗？好，请说。各位讲师各位大家好。
候选想要请教刘讲师哈，就是有关候选在做做功课的几个步骤啊，不晓得对不对啊？以前我们大概上课的时候，重点花点放下，一念不生啊。那或许是觉得说，这3年的一个心得哦，那或许觉得说，以目前来讲的话，比较贴近的，就是说或许要做到说，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进嘛哈。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以前读佛经，可能就是说这个比较贴近在33界，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无色界。包括说一念都不可以生，才能够到33界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第一个，刚进入的时候，我们的妄念非常的多，所以或许是利用在睡觉的时候可以，以前圣人他每日3息无声，那我们可以一天晚上做1次，那也不错啦。那以前那个南极老仙翁他有要求我们要写500遍。如果说我们可以达到说念念清净纯善，眼眼诚恳服气，可以达到说我的念头是善的，那这样子逐步来做可能也会非常的好。那在《六祖坛经》里面也有讲到说，有情来下因地果还生。那众生他迷昧，所以我来讲的话，他也是必须要说循循善诱。因为在上一次候选是看到说我们的老师林台来讲，你讲这个在想啊，你就讲像这个课3当老师讲是第1阶段第2阶段按照按照为来上，为无来上，老师就讲这句话也是在上课。老师讲，建议来上，当然是爱来上，若无来上后摆若发生啥物代志，老师有讲安尼伊嘛会当无爱查就对无爱查老师是讲真经的所以他是咧想讲，或许有一天我们遇到事来则代志发生就帮他处理嘛，代志呢去就放下，学会说放下，是不是？这个阶段是正确的，这是第一个步骤。开始，你给他查单你讲一下候选的心得嘛？刚刚对刚出来的工作，我们有在做了，有人说这查单想要脾气较别发脾气好了，那候选就是第一个步骤好了，那就给请刘讲师来说分。候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阶段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说一念不生，那只能说事来则应，事去则进，代志来按他处理，代志回避的方法。按你进行以前读的这个类似就是说可能。要当成佛了，33界之外就是无色界，什么都没有了嘛，不用呼吸了，不用想了，什么都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在这个欲界里面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程度。那是不是说应该是有顺序这样子来做了？那或许这个可能会比较贴近这个想法。谢谢刘讲师。好，这个呢，我们了解到。开始我们从3年前第1堂课就讲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对不对？对。可是那个时候可以说完全没有要求各位说要怎么样努力去做，而且只要我们先把这个观念能够深入我们心中，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因为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可以说都是攀岩，而且很厉害，都是我们有这个企图要人家好，那个都算不错的心可是呢，在修持的这个过程里面这样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要学着万念放下，就是随缘不攀岩。不容易各位同学，我们随缘不攀岩，
不攀岩就是人家好，人家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去设计说要他好，要他不好，不要。可是我们一般呢都会落入，都会要。所以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才只有讲2点会下，里面不深，内容啊就没有去提起。可是到后来呢，我们就有讲司机而龙现，阴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有没有？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呢，要各位说你能够做，都为了放下呢，做到后来它的程度够了，就可以到达司机而龙现，就是你人在家里这个不出门，能够知道天下事，就是神通万路了。然后呢，那个淹没就是深渊的静默。然后呢，雷声啊，就是很震撼。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本身的行持啊，全部都是道，那个感人的程度啊，非常的震撼，所以才有第二句淹没雷声。然后第3句啊，神动天水，就是你起心动念，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啦，是要天随天理呀，跟随着。你起心动念了，全部都有天理跟随，就是念头里面啊，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呢要大家好。所以我们了解说，循循善诱，我们都是需要方便法门，因为呢要我们到达最理想的状态，不可能说一下子啊，马上就呢把那个所有的脾气毛病都去掉了，没有那么容易啊。那假如说我们一下子不给6根当家，全部呢要佛性出来当家，保证啊，各位浅显一定俩功，因为佛学本身就试验过，真的还不行啦。为什么？因为6根当家已经很习惯。那习惯的你一下子全部不给他当家，一动不掉了，绝对会爆炸。所以我们要先妥协，先一半呢给6根，一半呢给佛性，这样慢慢的你自然很缓和的就会调整到佛性来当家了，那个6根啊都没有意见。那要经过一段时间呐，真的就是要自己本身啊，去实验。那我们呢，就是了解到，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里面做，不用特地再找时间，不用特地呢再找那个地方所在，不用，就是啊，你有空的时候啊就可以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而且要慢慢的我们由直心，然后到达身心，然后到达大悲心，就是啊，时间呢慢慢的增加，然后我们做会越做越习惯，做到习惯的时候啊，你连睡觉都自己告诉自己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了，你不用起心动念，不用有意念，他自己会做。到达那个状态，我们就是了解，已经直心的阶段够了，已经进入身心。然后身心呢，你再累积就可以到达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了。那到达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呢快接近司机而龙现，已经快接近了。可是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都要自己努力做了，才有到达的一天。假如说都不做的话，光听真的是没有用了。你听了不做，跟不听是一样。所以听了就要做，听了就要做。有一些真理部分一定要欣喜。没有听过的，我们就一定呢要反复再听，反复再听，听的都会熟悉了。熟悉以后进入我们的那个自性里面，我们佛性里面都有佛音了，成佛当然就没有问题啊。
那假如说我们在生活之中都没有都不酝酿不呢把真理呀一直听得熟悉，那一下子我们想成道成佛了，可不可能？不可能的所以要先了解我们自己自己本身先熟悉，一熟悉了以后进入状况进入了可以成就了，绝对就可以了那现在呢，先了解一些一些名词因为很多都好像没有听过，其实有或者都有讲，只是没有一直反复讲那我们了解到说因为毕竟呢这个是最上圣佛法你真的要这个努力故意的要去找你都找不到地方听了，没人在讲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很不容易。我们普陀老师为什么这么注重？就是真的可以让我们成就这么好的这个法门，而且又这么讲这么实际没有讲那一种那个空中楼阁，没有那个天马行空的，没有，都是要一步一脚印我们可以实际做，可以实际成就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要这个静下心来，很笃定的用受迦罗坚固的心来修持，绝对可以成就了。那或者都发了大愿，要使各位成佛，对不对？你们要帮助我我都要伫苦海无修了超过时间的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的老天天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天贤给获取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这个69页69页的左边最下面，对不对？找到了吗？这个尔时世尊呢释迦牟尼佛告富罗那跟富罗那讲其智慧中，在楞严法会的会中漏尽无学，这个漏尽就是已经没有烦恼已经可以到佛的那个程度漏尽。那无学就是无法可学已经都对真理都已经能够融会贯通，都程度很高了知阿罗汉已经成就了无生法忍阿罗汉。那么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先生意中真生意性这个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今天普为楞严法会就是在会场之中宣这个圣意中，这个圣意我们就是了解到大致的内容有4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佛说五蕴，然后12处、18界皆因缘生法这个就是世间的圣意因为凡尘都是眼即得生眼善救昧。那我们最亲近的五蕴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身体的形成五蕴，然后这个12处6根跟6尘，跟这个18界还有6识，6根6尘6识18界都是因缘汇合，就是因缘升华从因缘所生。那么这个就是世间的那个圣意。那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那个就是出世间法，是道理的圣意。
那我们依佛法来修持啊，已经领悟啊我空法空，能够证悟啊我空性空，那个啊就叫证得圣义。那么第四个呢，这个是最高的佛讲第一义谛，显示啊万法唯心，心外啊无法。这个就是圣义中的真圣义，也就是讲呢我们之前啊都有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还数在，还记得吗？记得了就是呢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已经呢回到无己，就是已经恢复啊我们佛的本位，那个就叫究竟了义。那么到达究竟了义啊，就叫了，已经了了业障本来空，都没有业障，了解吗？那未了就是我们还不透彻了解对真理还有疑惑，那个就叫未了。那么未了还须呢还数在，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那么太久造了很多的业障，那这些业障啊我们都要还。各位有没有造业障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遭遇啊那个都是由业障辗转形成，有原因就是累世前世累世啊一直累积下来，那么现在啊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不会凭空消失了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不如意啊，都会想说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有没有？我们都会这样想。那可能各位贤贤，我们就是要去追究它的原因，因为是我累世之间所做的业障，那现在啊因为自己的那个行为跟思想都不符合真理，把以往所有的业因啊都把它拉来现在呢呈现果报所以才会遇到。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可以说对真理透彻了解究竟了义啊都已经知道了，回到无己了，那个叫了。那了的时候啊业障本来空，就是没有业障，没有了。各位有没有疑惑啊？一定有。以内跟我赶快，都是六道轮回啊，我有，他怎么会没有？那个就要牵涉到已经呢万法唯心，心外啊无法。那之前呢我们也时常在提起说，我们呢不以染净啊我们在这个守见之中啊不去分别染净，但你能见啊讨个消息，有没有？不记得了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能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佛性本体啊那个能见我们都没有把握了。所以各位有听那个《金刚经》不是有讲到或许去脚底按摩，然后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种没听对吧？那后来各位不是说刘讲师在骗人，痛得要命，有没有？其实我们缺少那个专一啦，我们的那个专一还不够我们在脚底按摩的时候注意力全部都放在身上所以很痛。除非说身体都很健康器官都没有毛病，脚底按摩就不会痛。
那我们一般大部分多多少少器官都不是很健康，所以一按摩那个脚底痛得呱呱叫。可是假如说我们专一的时候把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佛性本体上面，这个时候只要你不被身体拉回来，身体的感觉你都不理它了，全部呢放在佛性本体，这样那没听。或许有讲过，我们佛性本体没有形象，所以不会痛，也不会饿，也不会冷，不用吹冷气我们现在都吹冷气，对不对？假如现在把冷气关掉会怎么样？很热会怎么样？会心烦气躁，对不对？听话落去就安尼。你看即摆冷气咧吹到咧热啦搁迄个冷气若无咧吹，看要安怎所以要训练训练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佛性，那个叫做正悟本性。所以正悟本性跟我们了解领悟本性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能够正悟本性以后可以说信心已经充足了，那个信已经有，相信自己的佛性本体，所以定力很容易培养。从本性发挥的定力自然就有。那定力一有不会被造化引诱。我们呢定力缺少的时候那个造化的引诱很厉害一下下拢给人怪，有没有？各位有没有被造化怪？精神都外放，对不对？像现在这个科技发展那个小小的那个比手机大一点点的，现在都有画面嘛它又可以照相，然后又可以只要你手指头一动它画面就变化了，还可以跟人聊天对方聊天又可以看到他的影像，你看到的时候想不想要？各位有没有我们南部可能比较保守北部我在做那个捷运的时候，我旁边都在聊天用那个在聊天或许一看我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坐伫我隔壁这个哪会对着迄个笑是什么情景呢？是不是发神经然后我就跟着他看画面原来在聊天那个会吃文字会出字出字伊这边个回答对吧用那波波摸起道安尼个回答我讲这么真厉害后学都不投入在这方面，因为一投入以后会变低头族，时时刻刻拢伫迄个顶头，真无用从开始进入捷运甲捷运出去拢无离开伊的画面，有骨力无？咱若遮久来修道一定成的对无？会袂？绝对成的啦！所以迄个甲咱乖精神出去的迄诱惑力量真大。咱要甲精神收回来真困难。我们不是不做了，有甲收回来，但是几秒就搁走出去各位有没有试验过？可以几秒钟收回来，不要说24个小时了，20-60钟，
26时钟哦，迄就是24个小时哦，拢伫中道，拢修等，迄精神啊，迄拢哦虔诚，很快就成道成佛了啦。啊，咱无啦，但是咱先哦要求哦24分，好不好？啊，佫伤久啦，无24秒，好不好？24秒有久哦，真紧对无吼？各位姐妹，咱莫看24秒吼，看无起。我们把心收回来吼，可能24秒都做不到，做袂到。为什么？放了惯势，放有只草吼，你要甲伊砍转来吼，伊敢若唔转来，牵转来唔牵。我们的外放的精神啊，肯不肯回来？肯不肯？所以修道之难就是在这里啦，不肯回来。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制定不能自己指东西出，要去起实？起实啊，就是各位浅显，是不是啊？祈求他们，对不对？所以起实啊，不可超过7家。各位有没有看过经典里面记载？起实啊，不能超过7家，知道意思吗？知道吗？什么意思？就是我们7口，眼睛啊2，鼻子2，然后耳朵2，6啊6，一个嘴巴7，有没有？那祈求就是求他们回来，眼睛啊你回来，耳朵啊你回来，鼻子啊你回来，嘴巴你回来，这样啊。我们有没有求过他们回来？眼睛一睁开以后我们就后来出去佚佗，有没有？还很自然的啦。真啊无外口的景无甲咱怪咱嘛家己一定坐厝内底然后8点档电视开落，精神外不外放？有迄个电视开落，伫咧修心的啊无？有没有？你电视若甲开落来修心的安那？会看无看无会要紧啊袂？电视若看无有要紧啊？无要紧，无要紧贪过了电的所以我们了解到假如说我们没有研究心理心法，还没有明心见性我们会感到哎呦我就无聊连那个小孩子啊，他也会说就无聊会不会？他为什么会无聊？就是外面的一些景象，外面的事情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要，他就会感到时间很难过。各位姐姐，时间很容易过还是很难过？都有啦，也有难过的时候。各位有没有等过车？要坐车的时候等车，有没有？难不难过？那实在是等2分钟啦。这么久车都还没来。看看一下时钟，都才2分钟尔，2分钟真短对不？可是我们在等车真久对不？所以就是要了解，时间是一样的，不一样就在我们的心态，对不对？那多男女之间等在恋爱、热恋的时候2分钟快不快？
2个小时啊，快不快？一下子啊那才紧，哦，连一只暗过去啊，都才约会呢，那连以后已经这暗嘛，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跟我们等车的那个心啊，完全都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都是心的问题，哦，看我们是存着什么心，哦，等人的心啊，哦，啊你要几点要来啊，那也未来，哦，那个心啊，哦很急，时间呢就会感觉过得很慢。那假如说哦，我们都已经在很舒坦的境况里面，尤其那个8点档正好看，那个大长今，有没有看？时间过得很快哦，都才看了那没了啊，都还不听到明仔载有没有？其实各位先生，那个大长今它是很长啦，看到比地堂了。那有一片叫做崭新的心，各位有没有看？你看完了以后你都会手术的，因为它从头开始到尾拢咧手术心中啊，心中按那手术，按那按那按摩咱若看了咱也会晓，也一样会的，它那个破开，然后心就给摸出来。然后以停止跳动可以按摩，然后还没有那个刀那个剥开那个肚皮的时候心停止跳动，可以用那个电击啊，各位有没有看？那个电击来150。全部赶快走开，等起来，有没有？一下子心又开始跳了。各位有没有看？没有啊。大长今有没有看？名气比较大，大长今。可是真的或许那一阵子啊，也跟人家看韩剧。我们大家在卖，我来看那卖什么我会跟人家看。可是我看那么多都差不多赶快，就是男欢女爱就是做这个啦，他们做的蛮成功，你看都目不战神。即嘛那外口咧上班啊，外口咧佚佗，时间到紧等啊，从前看电视，把它列为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假如说研究心理心法能够像那样就好了，对不对？有没有？我们有没有那个心啊？时间到，避免跟他上课，有没有？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明心见性啊，绝对没有办法别人帮忙，一定要自己努力，自己努力啊，才能够进入状况。你一进入以后一定是欢喜充满。那你假如说没有欢喜充满，就是还没有进入状况。所以各位我们已经快满3年了，对不对？本来我说我们学学一项功夫都是3年，那3年要满师，就是说要出师啊。那各位那个时候不是说还4个月，3年4个月，那个4个月就是补师，所以3年出师，4个月补师，拄好可以独当一面，对不对？都不知道修少年，老的拢知，知影讲学师就是爱3年4个月。就出师出师就会当独当一面，探井就可以做师傅。各位都做师傅啦无未因为我们都快满师了老师对我们期待很大，那个时候
初级班，然后我们要进入中级班，还过3年，有没有？拢爱有心理准备好啦，都3年听了好啦，过3年。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自己努力的啦，自己不花心的话，佛菩萨都没办法。我们自己这个不花心追求心理心法，明心见性一定没办法。那假如说我们自己努力不一定说要到那么久的时间可是因为我们以往都没有接近所以听起来都很生涩。所以各位浅显跟一些没有求道没有修道的人，你跟他讲山河大地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所生花，他会不会接受？绝对不会接受。他反过来说我们精神有问题。所以你看不了解就会形成这样。那我们研究了楞严经就了解说原来不是我们人所发明，而是佛证悟以后讲出来，说完成的所有万象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呈现所以我们真心佛性实以真空，然后万象是我们真空生花万有所以叫妙有，真空妙有。然后所呈现的现象它都是短暂或者说最坚固的我们盖的钢筋水泥这个寿命100年，100年在我们身体来讲是一生，可是在佛性来讲它只有刹那，一刹那而已。因为佛性不生也不灭，所以万万年万万年都存在。那我们对万万年都存在的佛性不重视，对这个短暂能够现象100年我们很重视，对不对？这个叫做本末倒置。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们众生颠倒，该注重的都不注重不该注重的我们看得很重要，是不是这样？所以就受苦绵延不绝，都一直受苦。那我们都会怨天尤人，其实是我们自作自受。那我们可以可以超脱，可以不用接受这一些痛苦的果报。那一定就是要投入研究心理心法，能够彻底的明心见性。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现象，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那我们现在的众生没办法，为什么？被业力推到现象来，做善事推到这个天道去享福，还有时间性做得多享福的时间长，做得少享福时间短。那假如说我们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糟糕，3恶道，当畜生、恶鬼、地狱那个就很难过，很难过也要熬也要熬过，对不对？然后熬过以后还要再还尘，再来还债，要来我们欠水都要还水，所以没有侥幸的老一辈的他们都会把这个时常挂在这个嘴边有妖音听过没？妖音好妖音去接的那两句什么？失德，妖音就失德。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定呢要透彻了解，为什么我会在凡尘现象，我是安那会来生伫凡世间，要知道那个原因啊，各位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到凡尘啊？因为我们都发愿了，要来度化众生，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疑心有愧啊，看那他靠拢顶了，可能敢若唔是讲发愿要来度化众生，是去用业把咱杀啦，杀来伫凡世间咧受苦，苦不苦啊？我们有的年岁都还蛮少啦有那个拢真好佚佗咧，但是年岁大一点的话，就会感觉真的是事情来了不应对不行，一定呢要去应对所以有一些苦啊是必须要去承受。所以啊，我们尤其女孩子，为女得弱，为母得强，对不对？做查某囡仔妮啊，安尼做什么拢袂晓拢喺食饭下中啦。然后当了母亲以后什么都无法度做，对不对？迄那阵先生又不负责任的话你看卖去趁钱爱囡仔每项都做了，去清洁，去捡回收，每一样都会。查某囡仔拢袂晓啦，当母亲以后什么拢会晓，是不是这样？环境逼到无嘛袂使，就是爱做，充满了这个无奈，所以或许以为各位先生以为说你都拢伫咧讲咧也没受苦啊，其实或许受过的苦各位都没有受过，所以那个时候啊，才对那个有马太子特别的感受深，每一次一听到一定眼泪都掉下来。各位有没有看有马太子？就是你从那一些艰苦的日子走过来，是怎样的无可奈何的忍耐？忍耐无可奈何啦，你无忍耐都袂使，一直爱忍过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出过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格都很健全，而且自己都会坚守，所以熬得过，那个苦都可以熬得过。那现在的年轻人一点点苦都挡不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为什么我都读到大学毕业，袂叫我去做小工我哪袂？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放不下身段，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外在的名、外在的相都是假的，都不真，变化无常。我们不要去呢住在名、住在相，都不要。然后努力的我们能够把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一定要启发，一定要让佛性当家。这个听起来不怎么困难，做起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就会了解说原来我们的那个六根习惯性是这么的强，这么厉害。各位有没有试着把那个前病交给佛性本体？有没有？一样都给六根当家。
高袂过哦，各位先生，对不对？高袂过，有啦，都有咧想，啊，毋过吼，也是六根较强，哦，不行啊，真弱，很软弱，哎。佛性呢，我们要了解到哦，他要出来发号施令，我们六根呢都不听，听不听？各位一定都没有去实践，没有去实行。你实行了以后你就了解到我们养成的习惯性有多么的强。要把它降服就是不容易。可是呢，一定要做。六根不降服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道，没有办法成佛。那你六根降服了，你会很高兴。都听佛性的话，不会造业，没有业不用受苦，理不理想？很理想的。可是这个理想要自己去实践。所以呢，我们回到经里回来。释迦牟尼佛呢，普为这个楞严法会宣圣义中的真圣义现。那么炼汝会中在会中的定性声闻即诸一切未得二空，定性声闻。各位浅显，我们现在是什么？定性众生，定性圆觉，定性这个菩萨，定性已经成就是佛。我们是什么？定性众生，把众生定性了，那永远都当众生了。所以我们叫做未定种性，我们还没有定。我们可以当众生，可以当地诸佛，可以当阿罗汉，可以当菩萨，可以成道，可以成佛，所以叫做未定种性，还没有定。那么这个定性声闻就是阿罗汉定性，他把自己已经位阶固定，叫做定性。这样了解吗？以后假如说有人问你是定性什么，你说未定种性，还没有一定。因为我是想成佛，可是现在还没啦，还没有把它固定在哪里，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还未定种性。那这边呢，释迦牟尼佛跟那个定性声闻，就是阿罗汉讲。那么以及一切就是包含很多未得二空。二空知道吗？哇，无猜我教3年呢。二空就是我空、华空。咱若有法度，我已经空了，华已经空了，安尼就成就了。所以未得二空，就是讲爱努力，不要有我相。我们都把身体当作我，那身体不是我。那个我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是我。所以我就是菩萨，我就是佛。安尼样呗？会不会？不是身体啦，因为身体可能有100年，咱就要害天地都无去那我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回到无起。无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可以生花万象。山河大地所有凡尘的万象，都是从我们真心生花。
所以啊，所有的万象啊，都是我。天地啊，就是整个都是我，了解吗？起码听爱乐啊啦吼，对不对？不会再想说拢在公棒吧，这个都是实际哦，不是卡通影片，拢是这，我们呢，佛性啊，是包含整个宇宙虚空，真空啊妙有，所有的万象都从真空生发出来，然后就变成万有，因为形象不同，所以啊叫万有。那么回向啊，上圣，就是啊我们众生，然后圆觉，然后呢声闻，然后菩萨，全部呢都进入佛身，都呢成就成佛，叫做呢回向这个上圣，这样了解吗？大家有没有成道的心？有。一定要成就哦。不然的话你能来我都要带你来，只要你若在完成我就要来，因为我有发愿说要带各位成佛，对不对？所以你都要打拼爱修，要修进前要先了解要安怎修，才袂妄修瞎练爱实际上爱修对。才会成就啦，修若唔对修就艰苦就未成啊，安尼就怕算所以一定呢爱知影道理。那么回向上圣阿罗汉等，阿罗汉就是已经脱离三界，无过伫三界出世，咱就要了解咱若无正业，照法度讲不到凡尘来现象。不来转世。那假如说我们业都还有，一定会来还债。那么接获呢一圣极昧场地极昧的场地，真呢阿念诺，就是能够得到一圣，一圣就是佛圣就是要我们成佛。所以各位姐姐有那个上圣法、中圣法、下圣法，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这个都叫一佛圣。不管是下圣法敲打练唱，中圣法，我们呢就是观天文地理，上圣法研究呢性理心法，全部呢都是要成佛，要成道。只是呢众生根基不同，开始修的方法不一样，慢慢的呢，我们就是呢，从呢那个小圣进入中圣，进入上圣，进入到最上圣的成佛方法，就是呢引导我们众生个个都脱离苦海，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努力。那么极昧场地这个我们从文字看起来好像呢是修道的地方所在，那个呢这个阿念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精舍、精祥、修道真好的所在啦。各位有没有去过精舍？有听过没有？都有，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修道地方。可是呢，这个我们要了解佛在讲极昧场地真阿念诺正修行处，那个不是在讲那个很极静容易修道的地方所在，而是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这个就是言在此意在彼，了解意思吗？文字好像是常熟，可是它含义呢是在讲佛性本体，所以都让我们所有众生所有修持者
都能够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佛就是讲这个意思啦。可是文字就不是记载成这样，了解意思吗？要知道说言在此啊，意在彼，不是按照文字啦。那么如今谛听啊，当为汝说，就是跟富罗那讲，就跟富罗那说你要谛听，抛开你自己的见解啊，然后谛实的来听。那么富罗那本啊，亲佛法音，就是很钦佩、亲服呢佛所讲的那个内容，然后默然呢诚听，就是呢很仔细的来听呢这个佛所讲。那么佛先许呀，说真圣义，就是这个究竟了义，第一义谛呀。就是第一义，没有对待，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没有对待，全部呢都是一体的，所以为什么说了即啊业障本来空？业障也是我们佛性本体啊，所以已经呢就没有需要再还业障，这样了解吗？慢慢消化这个非常好。那么一圣呢，即上圣，乃最上的一佛圣。极灭场地啊，即不生不灭之因，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这个不生不灭之因地心，依即如来密因，成为如来秘密的原因。那么真阿念若，那么有的呢就讲阿兰若，翻译成中文叫做无先杂，就是讲安尼拢真净、真清净无安尼杂杂，极静处，很清净的地方所在。但若境界非真极灭场地，非真阿念若。假如说只有环境很清净，那不是极灭场地，也不是呢真阿念若。必本来不生不灭不动摇是真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方是呢极灭场地真阿念若，以境无干，就是跟境没有关系。那么此心呢，即首楞严是定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呢就是首楞严定体，乃为呢十方不切法。那个不切法呢，就是佛的梵文叫做不切法。一路涅槃门要成佛这个修持的方法。这样呢，按照这样来修，按照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就可以成佛。故曰呢，正修行处，所以我们要呢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若悟此心假如说能够领悟不生不灭的真心，是为开圆解，已经打开圆满圆融的了解。时可起圆修，我们可以圆满的来修正，得到圆满的证悟。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佛足以谛实而听，忘其勿在呢执理迷事，我们呢有的呢会这个执事，然后迷理。可是这个富罗那他很会讲经说法，那么佛呢就告诫他，你不要再执着那个理，然后对事已经迷昧。那么如来藏心体虽不变，用能够随也。
我们呢那个如来，如来这个地方不是讲释迦牟尼佛，是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如来。那如来含藏天地的万象万事，这个如来藏的心体呀，它虽不变，可是呢用能够随缘，有体呀它有用。那么随染缘则三种相续呀哪三种呢？就是世界、众生、业果这三种一直绵延相续不绝。那么随着净缘随染缘，就是说咱的精神拢外放，去造化甲咱扭去，咱对世间人的流行，你流行什么，咱拢对流行。流行，各位先生，世间咧流行什么？流行即嘛迄裙爱穿较短，你流行讲来六道轮回，我们有没有跟啊？没有啊，不跟了不跟最好啦，我们跟六道轮回都很苦啊。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随染缘就是凡尘的凡尘事，那个叫染缘。那净缘就是讲咱家己本身修的概率，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把尺，不能做的就不要做，那一种会形成业障的拢莫去做。安尼呢，这随净缘清净的缘，然后则灭尘和觉，把凡尘拢灭掉，把觉性拢提出来。所以只要我们合掌，就叫背尘和觉，因为我们的右手我们的左手所做的事情都是凡尘的事了。两只手一合起来，凡尘事没办法做，凡尘事都放到背后，所以叫背尘，背凡尘的。然后两个手一合起来，都把良知良能掏出来，叫做合觉，背尘合觉，了解意思吗？我们日常的时候各位先生，我们是背尘合觉呢，还是背觉合尘？大概我们都这个背觉跟觉性相违背了，跟凡尘相合对不对？所以叫背尘背觉合尘。难怪我们都六道轮回，这样了解意思吗？故发呢真如妙觉明性把我们呢随着净缘，把凡尘的事都放到背后了灭尘合觉，所以才能够启发我们本来的那个真如那个妙性那个觉明已经呢觉性都光明了。那么佛言富罗那，如所言佛跟富罗那讲，按照你所说的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讲咱的清净本然，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为什么忽然产生山河大地？然后呢底下呢就跟富罗那讲，说汝常不闻，如来先说性觉明妙明，本觉明妙。因为呢这个富罗那呢时常呢在佛的身边是跟随众都跟在释迦牟尼佛身边。那佛时常跟菩萨呢在谈论上乘佛法，那自然富罗那都听到了。所以就问他说，你常不闻如来在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所以性觉本觉妙明明妙，那个都是在讲我们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妙用。
体用，这样了解吗？富罗那呢就回来，讲对，是安呢。世尊，我常闻佛先说实语，我不是听到佛在讲这个道理，尤其跟文殊菩萨讲的都是很高的佛理。那么空常说呢，真如门，那个空空常，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空常。讲真如，都是讲佛性本体，实以真谛。然后不空呢，就是有形象不空。那么不空常说生灭门，就是讲熟谛。那我们把两个合起来，真谛跟实谛合起来，就叫中谛。这样了解吗？又进入比较这个深的一个领域所以就是要用心的来了解。那么真谛呢，说真如门，真如一真法界，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那么真如呢，它实以佛性不变之体，那么真谛都在讲不变之体。那么熟谛说生灭门随缘之用，就是我们凡尘所有都是生灭。那么凡尘的所有凡俗那个叫熟谛，就讲生灭门，那个是佛性的随缘之用，有体有用。那么用呢亦有二，用也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随染缘起六还用，就是六道轮回我们呢众生六还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还人众生。那么第二呢就是随着净缘起四圣用，四圣就是佛菩萨辟支佛跟阿罗汉四圣。各位浅显，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六环里面的人道，知道吗？六环各位浅显，六道里面都清楚吗？怎么说？有天道，这个天道呢，就是实以气天神仙。我们说这个欲界有六，这个欲界有六天，然后呢色界有四圣，这个四个修持的那个功夫，有18个位阶。然后呢无色界有四空天。所以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能够进入天道，是属于天界，那个都是我们的福报可是呢都是有期限有的是几万年，有的是几千年，有的几百年时间一到又落入六道轮回。所以佛鼓励呢社会人士就是要进入天道，爱做好，只要你行十善，十善就是我们身口意各位浅显，身口意知道吗？那身有三，口四意三，了解吗？拢刚刚拢讲成分的身体就是杀道瘾，对不对？那个口嘴巴就是恶口妄言曲语两舌，然后意就是贪嗔痴，加起来是不是10个？然后我们10个都加一个不，叫做十善。
啊，你行十善哦，就到天道了，安尼知无？哎，那假如说那个布啊，拢无甲加，那我们哦就落入三恶道。安尼有了解无？有清楚无？哎，啊要去倒位啊？要去倒位啊？哦，我们修道的话呢，就不要到天道。为什么？因为毕竟啊有时间性。那我们呢，就是要回归到本位，就是啊到无极，回归到无极。那个千千万万年啊，都已经呢伫迄个本际啊，咱伫迄个本来迄个原来的地方所在，都不会变化，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在凡尘啊，都一切无常，不用呢来六道轮回，也不用修到天道，所以我们行善，可是都不记在脑海。我们记在脑海啊，那个一定会进入福报。那不记在脑海，它进入性分。各位先生，性分知道吗？有听嘛听较熟啊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来对啦，还有得咱的性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随境缘啊，就能够起四圣用。就能够成佛、成菩萨、成必之佛、成阿罗汉。那么而前用我们要前用就是在中地真谛、熟谛啊合起来叫中谛。那么中谛呢是始以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有三个，总共啊有三个如来藏。那我们等到呢在讲空不空如来藏的时候啊，再来说明那个中谛。那么佛从生灭门中呢问富罗那了解的程度，性觉妙明啊，本觉明妙。那么性觉本觉原来就是一个真觉，性呢就是从一真离体那个谓之性，然后本就是表天然原具，原来就具备是谓本，不设适用，无落落的代志迄个内底。那么不论修为都是在这个本体之中，所以不管呢是性觉不管是本觉全部呢都是原来的状态所以都不设适用，也不论修为即万法即真源，万法的起源来源的地方所在。然后呢妙明明妙这个呢就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妙呢就是不变之体曰极，明是随缘之用曰照。所以照而常明的然后极而常照。那么此明亦只是理具之照用非是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具备，唔免讲咱去加什么入去都唔免。那么佛即此二语具有深意。释迦牟尼佛讲呢这个性觉本觉有两个这个含义一个显无明万法离此无一这个无明它还是要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二呢就是显即照呢本具就是不变之体跟随缘之用本来就具备不用呢我们加以修持
唔免修啦，唔免修就已经拢到达本位啊，所以啊，不能够呢妄名，就是不落入啊修为，不用修为，所以啊，为什么说理呀？一定要领悟，就是这样。有一些你领悟了，不要做就到了；有一些呢，我们所说的要修啊，就是啊，把佛性没有的去掉。那佛性没有的，就是我们六道轮回所带来的那个习惯性。六道轮回啊，我们已经很久养成了贪嗔痴。贪嗔痴啊，佛性没有，可是我们现在啊，都有身体以后啊，都有，全部都有了。要不要把它去掉？佛性本来没有啊，所以我们进入佛性本体啊，没有贪嗔痴啦。佛性没有形象，那我们现在啊，身体有形象所以着重在身体。贪嗔痴啊，就很自然形成。那没有形象的这个啊佛性本体呀，要不要贪嗔痴？不用啦，你贪什么？众人和你贪到规世界钱拢你也有用啊无？没有用啦，所以就不会贪。也不用生气啊，没有嗔。痴呢就是无明，也没有无明，都已经恢复到本体了，没有无明。那我们可以说都是无明。那无明就是要依赖我们佛性本体，没有佛性本体，无明没有作用。所以无明有作用就是有佛性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让无明明了，就恢复了啦。爱走啊呗，爱走啊，无明和明要安怎走？所以我们了解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都是妄，放下。一念不增要忘尽。忘尽的时候真闲，对不对？这个时候各位浅显，外面的万象万事都没有变化。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外面都没有变化。可是这个时候妄已经尽，真已经显，万象万事都变真。可是我们还没有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外面万象万事全部都是假，安尼知咯？差伫都一样，差伫咱的心，咱的心哪样？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我们都不住相，对不对？也没有贪嗔痴，对不对？所以各位真的要努力朝这个真理的这个方向然后进入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忘尽真显。这个时候所有之前万念没有放下的妄，在我们放下了以后，结果它全部变成真。所以天底下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那我们还没有万念放下，外面的万象变化无常，都是假的。你了解不？有无？形象没有变化变化全部只有在心。我们心的万念放下跟没有放下有没有差别？大不大？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进入到真理世界真理世界是一真法界，
那么一真啊，一切真，全部都是真，没有假了，它没有对待，没有生灭，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一个啊，是不是已经啊是莲花邦？娑婆世界已经变成莲花邦，全部啊都在我们心的变化，还有了解不？所以爱认真听，听的你坐咧就做佛啦，会晓袂？所以很多呢都不设适用，不论修为，只要你认知已经到达，就已经成就。所以啊，或者都一直讲你不要有三心，过去啊、未来、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你不要有，不要去想。被人欺负也过去了，很风光也过去了，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你说现在过去，现在过去，你都没掉。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就没有六道轮回。过去世给人以为着，未来世给人以为着，现在世啊给人以为着，是不是不用轮回？那我们有三心啊，就有四相，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拢有啊，三心四相拢有，咱伫咧六道轮回咧受苦，即马拢无受苦的嘛，你要食苦无苦你食，为什么无做？咱已经无做业啦，就无迄个艰苦去接受，就不用了，没有苦啊可以吃了，就已经解脱。所以我们眼前当下一念啊就万年，万年就在一念之中。所以啊，时事古今啊，不离当念，会记哩呗？意思拢有造出来呗？所以一定要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一念之中啊，具备万年。万年前、万年后，都在我们当下的这一个念头，拢伫咧咱当下，这样了解吗？很玄妙，对不对？一定爱了解。咱若无了解种足多业的，受足多苦的，拢伫咧化冤枉，有冤枉无？无冤枉啊！唔知影道理做业来受苦，唔是冤枉啊，无是啥？家己做都爱家己接受啊。然后我们全部啊，从根源为咱的心的根源，然后去做啥呢？无这起心动念，念就是业，咱的念头就是业，咱若拢无念头就无业。无业就无苦，通互咱受，这样了解吗？用都爱好用啦，唔通讲读到用妄想，唔通妄想啦，妄想就正业，正业就爱受苦，这样会了吗？所以就爱做用先生，逐工拢做用先生。卖起心动念，万言拢放下，这样啊，全部啊，都是一真法界，已经回到无极，会了吗？会了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那个根呢那个富罗那呢讲。汝称呢觉明，这个本觉性觉妙明明妙，为父性明，称明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佛就问富罗那，你伫咧听讲迄个性觉本觉妙明明妙，是伊家己本性发出光明，安尼好做性觉本觉
啊是讲咱的佛性无明，啊都爱吼明来加入去，安尼呢才好做明觉。所以问啊，都两个方向，一个是佛性本体啊，会发出光明；一个是无，咱都爱甲伊加光明入去。问富罗那，那么富罗那呢，既常闻思义啊，既然不是听到，定必常说，一定啊不是讲。那么佛乃问言，汝称说觉明之时啊，究竟义中啊，如何解说？你是安怎讲解说？觉即啊，性觉本觉，明即啊，妙明明妙。然后问那个意思啊，如为父以性本自明，咱的本性家己讲明，按名称呢，称名为觉，即啊本具灵明，乃为真觉真明，不必加名也，唔免搁再加迄个光明入去。还是呢，为觉本来一个无明无光明，必须要加名于觉，方称啊有名之觉。所以佛就问了两个方向。那么此中啊本具灵明，乃为真觉真明。本来就已具备啊，唔免你搁再咧加做代志。必须啊加名，咱即摆名一个甲伊加落去就变作妄觉，妄名啊，已经变妄了，本来真了就变妄了。那么佛双举啊审问，就是两边拢问，语愿啊取审，看呢富罗那他是起本来光明，还是起本来不明？前世啊真问阿难，心在何处？佛伫咧问阿难，讲你的心伫倒位啊？以何为心？你是以什么啊为做你的心？以啊，皆以必出生平啊所误论者而刺破也。看伊生平啊，迄念唔对的，是伫倒位啊？那么富罗那就回答。若此不明啊，名为觉者，则无所明。富罗那伊一个回答，佛问两方向。本性会光明伊无爱，伊讲本性袂光明，咱就爱甲伊加明落去。那准无加入去安尼呢，就无所明啦。所以这个一听呢，我一听就知道正你拢无爱假安尼安尼真摸啊真调。那么此富罗那呢，净取以妄，真就不要。答言，若此解体呀，不更加名，名为觉者啊，则单名为觉，实无啊所名矣。伊真无爱啦，要爱迄假爱搁甲伊加名落去。那么观此答此啊，反排真觉。他这呢就是排斥啊真觉。真觉呢这个无爱。那么细查意中啊，深取妄觉，即使以啊闻名，然后昧欲，名啊听到了，可是呢真理啊迷昧了。那么此段的答言，前世啊阿难以佛呢在争，若此发明不是心者，我乃无心啊，同之土木。佛迄个佛甲阿难伫咧讲伫头前伊讲我都拢用这个心嘛，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伊拢用这个心。佛甲伊讲这毋是你的心，阿难讲这若毋是我的心我就无心啊。我就甲迄土木共款，皆被佛争出啊，平常迷执而不觉啊，其非者也，唔知影讲唔对啦。那么阿难他所持啊，就是六识妄心。那富罗那呢，
他所执啊，根本无明，就是根本的无明。那么其中呢，粗细啊，浅深迥然有别，无同款。那么佛呢就讲，若无所明啊，你若无把迄个光明加进去佛性啊，则无明觉啊，迄是你认为安呢？那佛就讲有所非解。你即摆若有加光明里面迄就是迄唔是你佛性的本体啊。那无所非明，你若未记你加会记你加就有光明，未记你加的时阵就无明啊咧。那无明啊，又非决战明性，所以这个佛就明确的跟富罗那讲，讲你甲伊加，会记你加就光明，你若未记你加咧，光明就无去了，变做有当时也有，有当时也无，咱的佛性就唔是安尼啊。了解意思吗？所以啊有较深一丝啊，咱有那讲了解，爱了解，很重要，就是要了解，了解才有办法呢，到达了极业障本来空，所以都要认真研究。那么佛言，如所说。若无所加名于觉啊，则无有名，单有觉者。在汝之意啊，你的意思必定呢有所加名于觉，方可双称名觉。汝竟不知，你既然都唔知影，亦有加名啊，则觉跟名这两个意义啊，皆双失矣，两个拢无去啊啦。本来真的拢变假，何以故啊？体外加名，咱本体以外啊，你搁甲伊加落去则非本有，伊唔是本来所有的光明会记你加就生，未记你加就灭，必生灭。这样了解意思吗？知道有所非觉啊，无所非名。即说呢，一有加名，则觉名二义啊，双失之故。若起心有所加名的时候，则非本名这真觉本来光明的真觉无去啊。若失意未记哩无所加名的时候则此觉又非有名矣。以富罗那为领悟真觉本具妙明，我们的佛性本体本来就有妙明本来就有故必欲加名于觉不知一经加名则时有时无不得常住就不是呢佛性的那个状态。无明又非决战明性，以富罗那呢必欲加名于觉，全部都堕入无明。无明呢又非真觉湛然妙明之性妙明则常寂常照，其时有时无时有时无唔对啦那么安尼常寂常照寂则不变之体，照则随缘之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我们都一直在讲，有没有？说一定要了解那么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觉，我们佛性本体不是我们所能够去追求到它是什么状态，是什么形象所以觉不是说能够让我们安尼真清清楚楚显伫头前给咱看所以觉为所明。那因明力守，因为我们有加名，所以力这个守能守，所以有能守就是生灭。各位还记得吗？能守记不记得？能守就是四相
有没有？我们说四相哦，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容易呀、知道它什么意思啊？可是我们用能手就可以了解说意思就是安呢。比如说我们用眼睛啊，我能看，这个能看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看，对不对？手看就是人相。能手能看，手看能手，然后手看不是只有一个形象，一定就得形象对不？还有这个众生相。然后我们不是看了一下就把睛撇也不爱看，一直看对不？还有这寿者相，还有了解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拢出来有无？然后耳朵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那手听就是人相，那手听的声音又不是只有一个，一定是很多嘛它就是众生相，然后连续不断的听，叫做寿者相。还有了解无？四相都造出来对不？四相就是归纳。能手，这样了解吗？我们不以手见分别来见，但以能见讨个消息，有没有？不是在讲对不？听足成过来了解意思，要安怎想咱就容易知影。所以因明利手，因为我们要使觉性能够光明就建立能手，外当甲佛性加明力，就变做有能有手那么手即妄力生如妄能，这么手已经甲建立吧，迄能就造出来。那么无同意中触然成意。我们的佛性无同又无异无相共，嘛无无共，了解意思吗？就是没有对待，没有生灭，什么都没有那个呢叫无同意。然后自然成意，为什么呢？自然成意，就是咱一直要各位先生。我们不是有说一念无明生三系吗？哪三系？没记得啊？业相、转向、现象。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有起心动念一念无明，然后业相那个念一念就是业，已经业相形成。业相形成咱今第二要看啥？看咱的业，咱造业起心动念各位浅显，我们起心动念的念看会到未？看会到未？咱用要看安怎？一直要甲看会安怎？所以这边就是在讲这个啦。文字讲起来我们不容易懂，可是呢，我们用这一种实际的、很浅显的来说就知道。业相形成，咱要看咱的业，业相就无形象你用要看，用要看，这了就转本有的智光，变成能见之见。能见亦有所见，咱的能见就是要来看咱的业相，业相无形象，你硬要看，这个结案为胜，就是瞪目花老了解意思吗？你就用要来看到目睭会圆圆，圆圆会满天钻金条对不？要衫无半条，对不对？那个满天钻金条，还有这结案为胜，就是现象。现象已经造出来，按估这个现象是不是假？因为业相转向的现象，
全部都没有形象，拢无，那是酝酿，已经有啊，有这个代志要发生，也未发生，还有了解无？也未发生，一念无明生三系，3个业相、转相跟现象都没有形象。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底下那个触然成意的时候，它开始要有了，一定会形成三河大地。三河大地一定就会形成，所以意比手艺。咱自然成意就是还搁伫咧坚持讲要看咱的业相，所以跟我们一直要看迄个无共款，迄个自然成意甲伊无共啦，已经无共，无共这个无共伫倒位就是伫迄个已经要落的现象，三河大地，即马三河大地甲形成。即马三河大地形成这个现象对无？是不是有虚空？即马三河大地拢这个形象袂同款，叫做异象。即马虚空就变同相，虚空拢同款对无？所以或者就讲，佛把那个怎么样形成世界，怎么样众生怎么来都交代，都是伫家。所以伫遮咱就爱详细了解，讲较慢的无要紧，就是迄个因义力同，因为世界迄个意象，然后力虚空的同相，同甲义花明，有迄个世界有虚空，安尼出来，因此互利无同无异，这个无同无异就是咱众生啦，咱众生各位前人，是不是咱的面拢有7孔？有没有相同？咱人的面有相同若相同就害咧。迄个张三李四你拢分袂出来是不是无同？同不同？那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7孔，可是每一个人的形象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分得出来谁是谁对不对？所以佛你看讲的都是用知微细的地方不同，但是咱大家都7孔拢同款佛性又是一样无异。无同无异，你有了解意思无？有没有？大家拢7孔，不大家面拢无共，纵然迄相生面嘛无共，对不对？我们外人看的时候好像一样，可是他的家人的话，他一看分得出来吗？家人就分得出来，因为他知道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大部分一个形，所以咱就法度叫名，知影像是像，所以无同无异。那么如是扰乱，已经拢扰乱，拢规个乱去本来无极的时阵一尊法界什么拢无分别即马已经有分别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是扰乱，相待生老，互相对待，然后呢就产生那个劳虑，非常的这个加疲劳啦，互相对待呢就生劳，然后老久就花尘，那么志向分轴，自己本来我们都是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一样的，没有分别可是已经呢分轴了，拢已经分不清楚。那么由是引起尘劳烦恼，
咱就有迄个尘劳，凡尘劳劳碌碌啊，烦恼就来啊。那么其为世界啊，尽成虚空，有世界啊，有虚空。那么虚空为同啊，世界为异。世界啊，形象拢无共，虚空拢共款，对不？所以虚空为同，世界啊为异。那么彼无同异啊，真有为法。所以啊，他们啊，整个山河大地跟整个虚空，都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生发出来。那所以性觉必明啊，明即觉，觉即明，觉明啊一体，本无是非。然后呢，妄为明觉啊，就是我们把那个啊佛性本体啊加光明进去啊，就变为妄。所以妄为明觉。妄为啊，觉是守明。就是啊，加明在觉性上面。那么守即妄力啊，则是非啊，生矣。是非就产生了，就有生灭了。以不知啊，觉外无明，而以明外啊立觉，故曰妄。所以我们的那个本性外面啊，没有光明。然后我们加光明在本性上面，那不对了。所以啊妄，不真。言到妙觉明性啊，不但呢还小，就是还人跟小圣，就是言觉声闻啊，那个叫小，无开口次啊，就是讲不出来。即三世之佛啊，亦无开口处，三世之佛伊嘛讲不出来。以己心啊急错，动念啊急乖，袂使自起心动念啊，迄拢唔对啊，故个拢唔对。那么富罗那呢，不解啊此意，伊无了解这个道理，信口而答，故啊被佛喝，这个喝就是骂，叫佛改咩。那么悉知此错不在觉明明觉那个文字啊，是颠倒，而在呢明外啊有觉，觉外啊有明，明觉啊互相对待，皆成妄。所以他妄的地方呢是在这里，有觉啊即明，明即觉，觉外无明啊，佛性本体之外啊，没有光明。然后呢，佛性光明之外啊，没有那个本性的觉在，那个觉知性啊没有，所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觉待就是没有对待，那个觉待就是觉知对待，没有对待，然后呢圆融圆满融在一起。佛说呢，性觉必明啊，不漏呢，是非，没有是非，觉啊归守明，真觉归守明之境，不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以本具啊妙明，不漏能守，不漏入啊能守，那么利守啊，我们的利守啊，就是业相。那么有守明之妄相啊，故有能明之妄心。能守已经有了，就有生灭。所以讲生如妄能。那么此能明是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啊，是第二个转向。那么无同意中啊，猝然成意。一念呢，我们还没有生念头之前，前提啊是性，故啊无同意，没有同意。由一念呢，妄明，加明在佛性上面，生以啊无同意之生，那个性中觉性呢，本来就没有能守，更没有同意。但因为我们一念无明妄动，使本觉的真空成为毁灭之顽空，所以我们了解毁灭就是呢
已经不光明了。那么空同介意，虚空是一样，世界就不一样。那么因为世界的不一样，然后显现虚空的一样，所以因义显同。世界之意象未成，世界山河大地也无，虚空之同相不显，虚空那个同相就不显出来。那么既无意象亦无同相。今因为能明之无明，亦有所明，伫咧要看，而立呢持毁灭业相为所言之见，而引生呢妄觉之能见。那么能见本无所见，都看无但因远离毁灭的空境，定义有所见，一直要看到有，而以呢无同意中忽然见有种种差别之相，所以那个毅然成义。那么既然已经建立能熟，心跟境相对待，所以因义于彼，自然成义之意象境界，而立一种同相之虚空。由于虚空呢之同，以及境界相之异，一同一异互相发明，互成立一种无同无异之众生相。众生相貌各异，谓之无同。咱的面跟大家拢无同，按照说无同。那么众生的觉知就是我们那个知觉性本同，故曰无异，无同无异就是众生。如是呢自然成义之境这个境界相为成立世界之始因，世界开始的原因就是这样来。空界众生，虚空世界众生，无不皆从我们自心的幻生。自心我们就是了解到真心的时候它就不会。可是呢，我们都有无明，一念无明就生三系，那个叫幻生，已经产生了。那么如是扰乱相待生老，互相对待呢，产生劳虑，凡复扰乱呢自心，此即前文毁灭为空，然后空回暗中觉暗为色，色杂妄想，想象为身。这个色呢掺杂的妄想，然后我们的想跟形象就变成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了解本来都没有了，从我们那个一念无明开始才有。那么以及下文底下的经文有讲迷妄有虚空，依空呢立世界，想成国土，知觉呢乃众生。这个呢是文殊菩萨呢他所讲，所以因为我们迷妄才有虚空，然后有虚空呢才建立世界，所以世界是虚幻不实在。那么想成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就变成国土，知觉呢就变成国土里面的众生。那么此皆名从真起妄，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妄起整个世界，然后呢跟我们众生以及业相，以及我们大圣起心论记载无明不觉生三系，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境界为言长六出。各位姐姐，这个经或许写错了，是出了经抽。这个境界为言长六出，为能见之众生所见之空界互相对待而发生的劳相。
劳相呢，即六出之中的第一个志向，六出啊，第一个叫志向。由以境界啊为言，致使啊我们那个如来藏常四海中扰乱啊动摇，起自啊分别，转生劳虑，老久指我们第七世啊恒审思量相续不已就是啊不停止，而成六出中的第二，叫做相续相。第一个志向，第二个相续相。那么发成就是呢完成，为第六意识啊周遍嫉妒我及我所。我呢就是咱的身躯，我所就是咱的环境是六出中的第三个执取向，执着跟取执取向。那么由我取境啊因为境来牵动我们的心，心跟境啊合是六根初起的那个众生相志向呢分轴，为呢我们第六那个视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那个第六的那个四心不了万法为心呐不知道呢万法都是我们的真心，然后分别啊人我六出中呢是第四个记名之相。那么由是引起呀尘劳烦恼及六出之中呢第五个取业相那么既有业相就被那个业绑住了业系受苦，所以六出这第六呢就是业系苦相所以我们呢长六出第一个志向然后第二个相续相，第三个执取相第四个记名之相，第五个取业相，第六个业系苦相。所以这个境界为言长六出六个就是这六出。那么此差别之相呢皆由一念妄动所造成故曰真有为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有为法就是让我们在凡尘受苦的原因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这个有为都是生灭，都是短暂那么此有为法推其本源，皆因呢认名为觉，而迷觉为物而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觉名空昧觉就是真觉，名呢就是妄名，咱要把名光明加入去佛性本体那个真空就变完空所以呢觉名空昧，昧就是毁灭啦，就是讲黑暗暗无看觉名空昧，然后呢相待成摇互相对待就有那个摇动故有风轮呢指此世界我们讲的都忘了时间了，本来说留半个小时给各位提问，竟然只剩下10分钟了那我们各位先生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上个礼拜刚好也是10分钟只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他讲的各位先生可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用什么，就是方便法门，本来是不对，不是真理，可是因为我们很坚固的习惯性很难改变，我们先用方便法门把它变化以后慢慢循循善诱引导自己进入真理世界。所以他在讲的可以用方便法门我们先降服自己的那个妄想心
哦，好，请说。哦，这个收了就好。还是要算准的。这个问题上个礼拜候选人有提出来，那今天谈的这个6书里面那因为刚刚有讲师里面讲到说，就是说佛性要当家了。对。那查到中第一个就是说，既然佛性当家的话，那就是不造罪，不造罪就不受苦。对。那我现在还是有功要做啊，那当然不管就是说这冲突还是对不对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曾经问过刘讲师嘛，那或许也试着去做。第二个，当然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收束嘛，那佛性显现嘛，他们在其他刚刚我嘛停掉了比如最近候选的那个工作上，就是说要做一些调整当然有在做那佛性我嘛是安尼嘛停掉了，但是这几年比如这个选对行业选对行业比努力还重要。当然目前的人讲行业都是要赚钱但是一对讲的行业就是老师讲的，全世界最好的行业是哪个行业？就是我们修道的这个行业这是老师说过的。所以佛系本讲，这个选对行业比努力更重要。或者人都很努力但是到最后没有成功但是因为我们也选对行业，就是说我们已经来修到这个行业所以行业已经选对了这是第一个要件那或许是想要问的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听佛性的，但是就不造罪，不造罪就不受苦。但是有讲是说不要进入到声音的内容。那或许是觉得说这有没有冲突或者是它有阶段性的。好，谢谢。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到呢，我们开始这个最重要就是先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要认识佛性本体最简要的方法就是呢，万念都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我们都一直在强调这个万念都放下的时候不要攀岩了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知道什么、显现什么都放下。这个时候放下就叫忘尽，忘已经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全部没有的时候各位先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竟然放不下了。为什么？知觉性拢伫咧，这个知觉性放不下。各位先生，这个知觉性就是成佛的因。我们要了解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这个，它没有形象，可是我们绝对可以感受出来。所以一定你要做的很熟悉。很熟悉了以后你对佛性的轮廓已经都了解摸到，然后你要把它推向整个宇宙虚空。所以这个时候就用耳根圆通。我们用耳根，耳根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听，第二个闻，第三个闻性。那听的时候耳朵的功能那个就由它。闻就是我们听到加入心意识。我们平常都用这个啦，用闻都加入，听到加入心意识，然后怕自己吃亏，然后我们做功夫用第三个闻性。那闻性就是佛性本体，也就是第一义谛那个是没有对待，没有生灭所以我们借着闻性来把那个佛性给它延伸到整个虚空，虚空都是佛性，所以叫真空。
那我们没有，虚空是完空。我们已经把佛性都能够启发了，跟整个虚空融汇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闻假如说我们刚开始不太熟悉现在是夏天，大概我们自己或是邻居都有开冷气，冷气一开有声音，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借着听到声音的是谁？不以手听去分别，但你能听讨个消息。什么人在听？就是佛性本体在听。所以我们就找因为我们开始要听静悄悄咱袂晓用静悄悄嘛是佛性在听啦。你若无咧听，你哪会知影静悄悄？所以静悄悄也是佛性。那或许开始在训练的时候是下雨雨声打到那个屋檐都有声音，对不对？就是听那个雨声使自己的那个稳性都存在。然后到你熟悉久了以后你了解到稳性的那个使用方法。因为我们开始听叫你说不要去分辨声音的内容，大概也不容易啦。可是我们不要有意，不要进入这台奥多麦较旧噗噗叫这台较新，声音真好听，不要那样有听到就好。听到那个奥多麦在行，你就知影就知影讲我们的声音都已经听到了，那个稳性已经把我们那个佛性都启发了跟虚空联合像我们现在在里面上课外面在打雷，有没有？咱也不是讲故意要听到伊拢走来有没有？所以我们佛性它是常住不迁，伊拢不是有无走咱唔知影，只是讲唔知影即马就是要互伊知影讲咱的佛性它是常住，拢伫咧伊无刷来刷去嘛无生灭拢伫咧我们只要这样这样时阵拢伫咧空旷，不管是有声音没声音，有没有在打雷？我们都听到，对不对？是不是很远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声音不大，假如说很近的话，声音很大，对不对？所以咱会听到你是安那？现在较近啦，较大声，伊伫咧显现互咱看，互咱听。不管是远，不管是近，我们的佛性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因为咱有佛性，咱才会知影有打雷的声音，这无打雷的声音静悄悄，你修较久的你嘛知影久的拢静悄悄打雷那么听，近那么听整个虚空内底佛性都充满。要把佛性扭出来，就用耳根圆通要爱认识佛性用万缘放下你就要先万缘放下，佛性的轮廓出来，才有法度要把它扭到互伊甲虚空拢合作伙，对不？这样会吗？有的没有做万缘放下，直接做耳根圆通也可以。你没有做耳根圆通，直接做万缘放下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万缘放下以后那个佛性它越来就越宽广，如广如远，到后来司机而融现。你人在家里面都没有出门，外面的事情都知道，叫神通万物。那为什么？因为你静你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静静的时候整个佛性都伸展，
伸展到整个空间啊，因为空间都是你的佛性，空间之中有什么事情，你佛性当然会知道叫做神通万物，还了解哦？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慧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天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天贤给慧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71页，对不对？刚好从71页的那个开头，那个觉明空昧，各位找到了没？这边就是在讲这个世界的形成，世界怎么样形成？那个觉啊，就是本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明各位天贤，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真心佛性啊，使它光明了，就是有为，知道意思吗？因为我们的佛性它是自然自己会发出光芒，不用我们加名上去可是这个名却是我们加的所以那个前面的觉是真，结果那个名是妄，所以真妄后面那两个空昧本来是真空了，就变完空昧就是毁灭，毁灭就是黑暗本来是很光明的，结果变黑暗所以觉明空昧。那么相待成爻，就是真那个觉跟我们家的妄明互相对待就成爻不稳定了，它摇动爻相待成爻，故有风轮摇动就有风有风轮来支持世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呢现在叫做大气层我们整个这个虚空之间大气层那个呢就是风风呢风轮来支持世界。那么因空生爻，因为我们这个了解到已经把那个真空变成那个完空，那因为这个空又产生那个爻坚明利爱，所以各位天贤，这个一个字一个字它都意思都很明显。那我们为了要这个能够记忆我们就直接跟底下的那个小的文字一起来看，这样呢就会了解说它什么意思此有无明妄力心变而成地水火风之四大这个前面呢那个就是这个水火风土这个怎么来的是我们无明妄力心变而成的世界呢虽有众生的业感，那么推究它的根源亦由无明的妄心而起，就是我们以前时常讲一念无明生三系，有没有就是一念无明因为无明产生了业相有念头，那个念头就是业相有念头以后业已经形成，就转向，转向就是转本有的我们智慧之光，而变成能见之见，能见有能见就有所见所以就有生灭本来是没有生灭，然后就变有了有生灭。那有生灭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业相业相它没有形象了我们一定要看
就是邓木花老就已经呈现了那个虚空之中有水有风土，就毁灭为空以后呈现的那个现象。所以三系就是业相、转相跟现象。可是这个时候的业相、转相、现象都没有，都在虚空之中。我们酝酿了以后它就形成三河大地所以这边呢就在讲那个怎么形成所以我们了解说世界推究的根源就是无明的妄心而起那所有风土四大依无明而有没有无明就没有所有风土那世界呢由四大世界由所有风土所造成那么底下呢就在讲解那个上面那开头那个觉明空昧乃有真觉之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以起妄名，就是我们要呢把那个佛性本体加名进去，就落入有为就变妄所以妄名，遂将真空呢变成完空毁灭之相，所以觉明空昧那个第一句的那个预示。那么相待成爻即明昧互相对待，我们加明跟暗那个毁灭那个互相对待，互为侵夺而成摇动之风所以故有风轮那个指此世界。那么世间所有的风之风呢它超不出我们妄心动荡所感那个荡动跟动荡是一样可见呢风大之种风大的来源乃是无明妄心一念之动向就是我们那个动这个都很微细我们都不知不觉，在日常生活我们起念头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有这个动就变成有风然后呢就形成世界里面的所有风土里面的一大。那么动荡不已积而成轮，故有风轮指此世界。而世界最下前一风轮就是一大气层整个都是风把我们这个所居住的大地把它拖上来，衬托上来而得住才能够呢不会呢往下沉。那么风力极大而有支持的功能好像呢海上的轮船重而不沉，轮船很重对不对？可是在海上呢都不会沉下去我们了解说呢那个是风力因有风鼓动之力它所把持。那么因空生爻，那个第二段的大的那个经文因空生爻。那么这个呢就是地大土以金皆坚性，所以坚明利爱这个土呢跟金也是属于土这个我们了解说所有的金都埋在土里面。所以各位贤贤，我们众生这个假如说心善埋在土底下的金它会呈现让我们众生用。那假如说我们众生心恶，那个所有一些那个金就下沉逮足心的头来对我们就拿不到就会这个吃苦所以这个土与金都是坚性都属于地大。那么因空昧觉明，就是因为觉明空昧明昧相勤，以生摇动之风，所以坚明利爱
乃实以地大。那个第二句啊，兼明利爱，那个实以啊这个地大。那么此大呢，由坚固的执心执着的心所成，所以我们那个执着的心非常坚固，形成那个地，各位都想象不出来不会想象说我们的执着竟然影响到整个天地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念动得太快，形成台风。台风的形成就是我们的心念转变得太快。所以我们要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没有心念就没有台风了。所以我们坚固的执心守成这个大地。那么坚执妄明，意明毁灭之空体。我们呢就是已经有业相了，伫里要看那个毁灭那个空，那个毁灭就是暗真黑暗不光明那个空体。那么其那空体逐个不可明，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一个空体。那么由执心，我们那个固执的心遂乃结暗为色。而立地大兼爱之相，所以兼明立爱。各位先生就是这样啦。我们把那个经的本文跟它的里面的含义都详细的了解。那么世间的地大它逃不出呢我们的妄心坚执所感。那么可见地大之种这个地大的根源乃是无明妄心一念之坚相。我们呢这个起心动念一念那个坚相就是地大的那个根源。那么彼金宝者就是第三句彼金宝者明觉入坚。那么金宝又为地大之精那个地里面的精华就是金。所以有时候我们了解说那个矿金矿，各位有没有这个听过那个金龟石那边以前就是有出金金矿所以他们去洗就是把那个金洗出来那个矿石都不要那个金就有价值现在已经差不多被我们采光了。因为我们众生这个心念没有很善，假如说有的话它会连续一直呈现金矿很多现在点都没坏所以开采不到了那么地性坚爱莫过于金就金最坚固明觉利坚那个第二行最后一句明觉利坚即指依无明的妄觉所立的坚爱之相，好像呢那个痴情已经化石之类，坚持不休，积而成轮故有金轮保持国土而世界一切国土皆依金刚轮而得住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金刚轮。那么坚决保存遥明风出。第三第四经文的第四行那个风金相磨，故有火光，坚决保存第三行的后面两句坚决保存遥明风出坚决保存遥明风出，这个是佛大依风跟金之所转生，风跟金坚决保存者坚持我们的妄觉
就是要把觉啊加明那个妄觉，手力啊这金宝既然已经成就，然后摇明啊风出，摇动妄明，手感之风大付出。那么风跟金啊这两个整个宇宙虚空里面啊全部都有这个风跟金，所以称为大。那么即为升起呀佛大之因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为什么会有佛，就是呢风跟金啊相磨，风性呢属于动，那么金性啊属于坚，一动一坚啊相磨相当，磨当，故有火光之功能，而为变化之性质，变起世间一切呢万有，所以我们凡尘这个万有都是呢这个变化，那个佛大的那个变化。那么四大呢世间之佛不离我们的妄心魔当所成。那么可见呢这个火大之种呢乃是无明妄心一念的乐相，我们那个无明妄心一念的乐相。那么佛它没有持寒的轮用所以没有火轮，但有变化的功能，所以呢变起这个世间的万有。那么宝明生论这个第4行的最后一句宝明生论，火光呢上升，故有水轮含十方界，已经呢到达第5句第5行的3句都全部包含。那么这个呢就是随大。那么金跟佛之手呢转身，金宝之体很明净，那么明就能够生论，好像呢五金遇到这个热气而出水，这个五金遇到热就会出水。那么火光呢上增者，即火大之光上增于金，在那个金增，那么欲成气气成水，如南风之天万物呢都增而出水。所以咱透南风出来底敢若南水有没有？有水很多讲哎呦我是倒位咧流那厝内底全水，迄就是透南风啦。因为南赤道遐拢真热，遐的风透过来真烧这嘛就出水。以宝明应以火光争论为水。那么世间的之水不离气机所感，就是我们了解就是那一种热气气机所感。那么可见水大之种乃是无明的心心中金金跟火两个妄争呢争论所成我们无明心中金火两妄争论所成。那么争论不息积而成轮，故有水轮含十方界。所以我们了解在我们这个楞严经这个记载我们世界的地大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土地我们这个地大的下面就有水轮。那么水轮的下面依金轮，那金轮的下面呢依火轮，那么火轮的下面依风轮，那么风轮的下面依空那么空呢依赖无明，那无明依赖本觉，本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那个无明是不觉之相，它终究呢不离本觉之体一个相一个体
无明啊是相，然后本觉是体。从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起无明，然后才形成整个世界，山河大地，这样了解吗？大概我们都很少研究了，都呢这个都西行天地间自然，用2个字啊，自然来讲就好了。那我们详细说呢，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因为一念的妄动，形成业相转相现象，然后才有这个水有风土，有水有风土以后，然后才有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啊，万象以后，我们人类才降生。人类降生以后啊，又造了业，才有业果，这样了解吗？我们修道就是要知道根源呐，咱为倒来，为无明来，无明为倒来，为咱的佛性来，佛性本体呀，生花，那个无明，假如说没有我们佛性本体呀，它没有作用。没有力道，所以无明依赖佛性，然后无明了以后，才形成水有风土，4大，然后水有风土啊，才能够形成山河大地，然后才能够形成我们天地之间的万象。那万象有了，我们众生呢才出生，出生了以后啊，我们又自己造业。然后业果啊又联系所以世界众生业果3个啊就绵延不绝，没有断的时候了。这样各位了解说，世界本来就虚幻不实在，世界都假啦。假如说没有我们的无明啊，就没有世界。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就是因为无明，然后才有世界，有世界了以后才有众生，有众生了以后才有业果，就3个绵延不绝，终究都是从一念无明而来，就是一个念头，所以要知道念头的厉害。所以或许就讲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就要信念，有空的时候啊，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我们一念都没有了，妄啊就尽了，没有妄。那没有妄啊，我们都已经进入真，都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啊，千千万万年啊，都存在。千万年在，千万年后千万年之前在千万年之后它还在，一样都在就在我们现在眼前，没有缺欠也没有多余的，不欠也不余，这样了解吗？只要我们不起心动念，当下呈现都是真，这样了解吗？就是不容易了，或者就想说起心动念太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造业太容易了，六道轮回也太容易了，容不容易？我们又不想离开，想不想啊？今嘛那个什么乐，威力彩竟然15.5亿吓死人嘞！动不动心？这个好几次都共估什么叫共估？没有人中奖所以那个累积的奖金已经到15.5亿。这个因为后学在北部讲课我大概都知道嘞。
我无清楚吼，大家拢足清楚的。哦，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呢？想要啊，为什么会想要呢？因为贪啊。各位先生，我们佛性里面有没有贪？都没有了，因为它没有形象啊。贪要贪什么？没有形象，我们贪到整个世界，它都没形象啊，它也没有那个作用在里面的，所以不会贪，也不会嗔啊，不生气，也没有痴，也没有无明，痴就是无明，所以或者就讲贪嗔痴啊，哪一个厉害？又是贪厉害，不对，是痴，痴就是无明，因为无明才会贪，对不对？我们明理的话，贪不贪？不贪了，按明理就不吃啊，没有吃了，所以贪嗔痴啊，吃最厉害。一吃了以后，我们就贪，我们就嗔，不顺心如意啊，就生气，就嗔，然后呢，我们就了解说，接着下来慢，就是骄傲，然后疑怀疑，贪嗔痴慢疑呀，这5个，叫5钝死啊，很钝，为什么？斩不断啊，各位斩得断吗？要努力啊，努力进入啊我们佛性本体了以后，觉得说那个都没用，纵然我们赚到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我赚到的，可是一口气不来了，有没有用啊？都要拱手让人啊，对不对？所以不用贪呐，免。我们现在有身体借假来修真，身体能够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对不对？你再累积很多的钱财一口气不来都不是你的啦，都要让给人我们何苦做那个守财奴？就不要把那个心思转变立一个目标，就是回归本位，成仙做佛都已经呢不来还尘了，不来娑婆世界。有没有那个愿望啊？真无力啦。有但是迄凡尘生活还要紧，完成的生活还是列在第一位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培养我们培养对真理的认识知道呢我们在凡尘一切都是假，只要落入现象都生灭不停变化无常，就是不要去住相，不住相烦恼就没了烦恼一没了佛性都呈现清清净净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一直要熏习真理呀，不熏习的话我们都被现象诱惑，就住相得不到了就烦恼，得到了也很烦恼了，对不对？这个或者都讲说那个楼下置了一个修理皮鞋的皮鞋匠，楼上置一个银行家皮鞋匠每天唱歌很快乐，那银行家每天3点半这个钱要很多不知道哪里去凑合，很烦恼。他听到唱歌很心烦，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我拿一大堆钱去送给他，不用你还就送给你了。那个修皮鞋匠一拿到钱了以后这个歌不会唱了啦。他一直在烦恼说我这些钱不知道要来个唱在哪，又怕人家偷，然后又怕自己不会用，一直烦恼。然后这个左邻右舍都一直来跟他讲，你现在怎么不唱歌了？他说我很烦恼说你为什么烦恼？为了钱一大堆钱。说你钱从哪里来？楼上银行家给我的那很容易，你拿去还给他就好了。把那个因弃掉把钱拿还给银行家，
他又开始唱歌了，没有烦恼了。所以你看，凡尘的东西呀、是给我们用的，我们不能给东西用。我们现在为了我要去买一个房子啊，我们是先被房子买了，把我们整个心神啊都已经把它束缚了。你拢我的，你的身体、你的时间、你的精神啊，都是我的。等到赚到钱够了，才把它买回来，对不对？这样谁在利用谁啊？是我们利用房子，还是房子利用我们？有一天假如说像那个921啊，那个7点几啊，7.2啊，那个大地震，我们又住在那个震央，刚好最厉害的地方，它变成什么？那个大楼变成什么？整个倒塌了，对不对？那我们被它压在里面，压死了啦。辛辛苦苦去买来住的房子呢，竟然把我压死。是很聪明还是很笨啊？我们没有人敢说很笨啊。大家都嘛要爱有一间厝，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我就讲2300个人啊，就压死掉了。他们都是菩萨，他们用身体来讲道，告诉我们，你不要依赖大地，你不要依赖房子，那个都不可靠。最可靠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依赖那个现象死掉了，要像我这样被整个房子压死了，有没有用身体在讲道？都是啊，2300位都是菩萨，那个用身体来讲道，告诉我们一定不要依赖现象，要依赖我们的佛性。我们佛性啊，它很玄妙。假如说你时时刻刻啊都保持清醒，那个像921大地震啊那一种事情啊，你会事先都知道，因为天地之间啊就在你的心中，对不对？天地之间你这个心中要发生事情，这个天地之间的事情就心中知不知道？会不会我们赶快到空旷的地方去，不要住在房子里面，就可以避免压死了，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或者开始有讲说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有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解说内容了，可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刚开始听课了，各位都很难得了，很乖。为什么？开始讲第一句我就听不懂了，可是我2个小时我都做得好好的，不乖吧？很难得这个3年一听下来，听懂了没？听懂了我们见成还是见性啊？见成就被凡尘所耽误了，对不对？我们见性呢，我们就主宰，自己能够主宰，能够自己主宰的话，就是已经呢，天地之间的主人。那我们呢就可以回归本位，身体就跟我已经都无关了。要这个烧掉啊，又撒在大地啊，又丢在大海都无关，对不对？我们不会像那个凡尘的人，不修道的人，凡人他呢一直守住他的身体呀。所以或者都讲，不执着的话，不会当鬼啦。这鬼就是叫执着，叫执着，那个执着才会当鬼。所以
那个我们啊到那个大医院啊，有那个整颗的那个心脏，浸底咧浸泡在那个药水里面，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鬼魂在那里守住啊，那个大法师啊，把那个鬼魂请出来，请那个电视台的那个摄影记者啊拍摄，说那个啊药水泡里面那一颗心脏就是我的，我在守住啊那一颗心脏。很笨呢，还是很聪明啊？天地的物质嘛，水有风土啊，哪是我的？所以都不是我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赖皮不还。各位浅浅，可以不还吗？时间到了你不还就是要还，强迫你要还了，对不对？都还活不过100年呢，100年就要还了。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讲啊，是刹那而已啦，是不是刹那？一刹那而已啊，很快。我们从那个隐晦到现在都6万年了，对不对？6万年了，各位浅浅，几生几世了？我们生了几次啊？在凡尘。谢谢你不是讲嘛？我们老师说，我们应该都可以记忆啊。累劫累世的那个经过的情形，有没有？结果连后学一样的，前世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个只有知道现在他说我们一定呢要研究不然的话，那个业力啊又把我们又推到现象来一定要现象现象以后啊有生啊就有死就分段生死啊，免不了的然后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啊。那个地藏古佛就讲，我们那个一生啊就有一户的骷髅，然后现在已经堆积的已经够多了啦，反正多不多？很多了啦所以我们也不要再堆积那个骷髅，还给天地，都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然后把我们那个非常玄妙的灵敏的那个佛性本体把它修正了以后回归本位在我们的本际之中常住所以都我们还可以分身变化千百亿化身。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对身体都非常的注重对佛性都看不见了，都忽略了所以要我们修到整个佛性的大用都呈现了是不是要很努力所以一定呢要先欣喜真理对真理都透彻了解说原来我们都是在无极之中都是一体，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没有生灭。那之所以落入生灭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因为一念妄动，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一段所讲的就是天地的形成。然后我们呢再往下看佛腾随降交互交花利坚，丝为巨海然后干为周旦以是异故彼大海中火光呢常起，彼周旦中江河常住，佛水是列佛皆为高山，是故山石急则成焰，隆则成水，土是类水抽为草木，是故临熟易烧成土
因角成水。哦，这个是讲到这个山河大地里面的这个情形。这个大而世界细而为成，皆由四大和合变化而成。四大就是水火风土。那么其变化而有种种差别不同者，皆由四大的多少正住不同而成。那个正跟住，如火性上腾，水性下降，是它的本来的性。以水助火，则成周旦。周旦呢，就是可以助人。那么以火来助水则成济海，互相呢资助，所以就讲交花利坚。兼及济海周旦的体质。那么海虽水性，由火来帮助完成，故海中有火光呢常起。那么周旦呢，虽是燥性，由水铸成，故周旦有江河常住，都有流水。又佛胜水类，佛夹水土而腾，故成高山。山势呢随佛所成，即时成焰溶时就成水。如佛水胜而土类，水抽土性呢而成草木。草木呢是水土所成，故烧木则成土，角木呢则成水。以上所成虽曰恶性的胜类，实则呢四大全具里面呢水火风土全部都具备。以多呢捐少故类之耳就不讲。如草木多这个多分水土，草木呢多分水土，少分呢火风，非全无火风。何以故？如木中之水，虽呢甚寒而不冰，不结成冰，故知呢兼有火性，所以它不结成冰。那么草木见风而摇动，故呢兼有风性。又草木呢无阳性必不生长，所以草木一定里面它有阳性。我们了解说这个呢是等到世界那个形成了以后里面的状态。那么交旺花生，地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这个交互四大呢互相支持而发生一切的旺境。互有旺境助花帮助来发旺业，故曰交旺花生。旺业因那么获生就旺境果。旺境就是果呈现，由因成果，果互为因，果因地相不绝，以是因缘世界相续不断。都一直绵延不绝。那么复次富罗那，名望呢非他，觉名为救。就是那个觉名，我们开始上课第一句讲的那个觉名为救。所望呢既立明理不语，以是因缘听呢不出声，见不超色。所以这个不是按照文字念的这个是听我们听呢不会超出这个声音以外，然后见不会超过色相以外。色香味触六望成就，由是分开见闻觉知。所以我们了解佛都详细的说。
名妄非他者，言明之妄啊，其过非他，那个过不是别的，即认名为觉之咎，这个呢，把那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要加明进去呀，这个的过错，咎啊就是过错。那么所见之妄境啊，既然已经成立，能见之妄心啊，不能逾越呀所明之理，所以明理不逾呀，那么以是因缘，见啊只能见色，耳啊只能听声，乃至意啊只能知法，六根呢不能超越啊六尘，六根呢依六尘而生，离尘啊即无根啊，我们这个眼睛啊离开形象，眼睛就没有作用，然后耳朵离开声音，声音没有作用，耳朵也没有作用，所以我们了解都是要这个有根的有尘相对，已有六种妄尘成就，由此分妄名而成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六根性。见啊始于眼根，闻啊始于耳根，那个知啊始于意根，觉啊始于鼻舌身三根，就是我们的六根性，见闻觉知。那么若无觉明，假如说我们开始那个觉明，本觉不加明的话，则六尘啊无有成就，六尘不成，六根何惧？六根就没有，所以一定呢要有六根来面对六尘，那么六根不具啊，何名妄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见啊，就是要有根境相对。那么以此啊，可知啊，名妄非他，觉明啊为咎，就是我们那个一念妄动才形成的。那么同业啊，相残，合理啊成化，见明啊色花，这个就已经呢，我们众生要形成了，那个中阴身要投胎，见明色花呢，就讲中阴身要投胎的状态。那么明见想成，意见就成真，这个同想就成爱，那么留爱就为种，纳想就成胎，然后交媾发生，就是男女做爱，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结罗兰，就是那个怀孕7天里面的名称，就是结罗兰。然后二普檀就是怀孕的第2个7天，27。那么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为想生，然后胎呢因情有，那么湿以何感？化以离应，情想合离，更相变异。所有受业逐其灰尘，以是因缘众生相续。这个就是呢，我们众生的形成。众生呢，相续不断者虽有自业为因，然必有同业之助也。有因要有缘。如同生呢相应同气相求，如磁石吸铁两不相离，故曰同业相残。同业者彼此皆有人道业，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就只有讲人道了。虽然里面6道呢都有含，可是人道我们比较能够清楚明白。或同有这个三途，三途呢就是呢三恶道，畜生地狱恶鬼，同有这个三途业，故名同业。那么合理成化者离旧身
和心生故成变化。那么佛说我们人死后啊，故身啊已经舍了，心身啊还没有得到之间，名字叫做中阴身。若生缘啊未成的时候啊，所见啊如梦。我们中阴身7749啊，就归到他的果报的地方，接受果报。行善呢这个上这个7天去享受，然后呢作恶啊进入啊三恶道去受苦。那我们要这个天道福尽的时候啊，或是地狱这个畜生恶鬼那个业已经尽的时候啊，要出来投胎一样呢，也就是中阴身。所以死去的时候跟出来投胎的时候啊，都叫中阴身。那么中阴身那个生缘啊，要生的缘还没有成的时候，还不成就的时候啊，所见到的如梦，墨水啊黑漆漆呀，黑暗暗。若生缘熟的时候则有月光花明。所以刚才或者所讲那个这个见明啊色花，那个就是已经有因有缘的已经呢这个看到跟自己有缘。所以各位先生，我们结成一家人都一定有因缘前因现在又呢接受后缘然后就在一起了。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结缘有善缘，然后有恶缘。善缘我们就了解说来还债，恶缘就是来讨债。所以假如说孩子生下来一直找医生，一直用钱，做生意都不顺，那个要来讨债，那个叫恶缘。那假如说一生下来完了做代志就顺呢，囡仔就好吃，那个叫善缘。可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因既然已经种在前，那现在的现象不管是善缘是恶缘，你都要面对，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扭转恶缘也要把它变成善缘。所以生到那个这个不很健全的孩子就要了解到一定要加倍把那个恶缘扭转要尽心照顾这样才会了缘了缘才有办法修道脱离苦海。那假如说那个缘没有了我们还要再来再还，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凡尘不要主观意识太强，主观意识太强那个缘都转不过来了解意思吗？恶缘就是恶缘爱过来呢，因为没有了要不要来？要还所以我们就随缘随着这个缘，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现象该如何我们就如何，这样就已经可以把那个结的缘了掉。我们都没有研究所以就绵延不解在六道轮回。那我们研究了以后就可以了缘把这一些缘全部都了了，全部了了以后就没有牵缠挂碍，没人给咱扭了，没你这么认真想要修代志足多拢给你拄到，有没有？就是要你还债你都要欢喜心甘愿修啦，较认真去做就了了就清啦清我们整个佛性就呈现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要自己了解那个遇到的现象一定有原因，然后有近因因缘汇合才会呈现现象。那既然呈现，
我们一定要面对。你欢喜不欢喜都要处理的。那我们不欢喜啊，就没有把那个业障啊了掉，还结的那个业。那现在已经够了，处理好了，它会换一种形式啊，又让你碰上的时候啊，你假如说保持那个不甘愿的心态，那会有第三第四啊，没了没完啊，一生之中坎坎坷坷啊，就这样，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各位浅显一修到了以后为什么我们脸相都会变？就是因为我们都在了在都呢把那个不好的因缘相对去掉了，没有了，所以整个脸都变化就脸相变化。所以我们修了一段时间佛性都很灵敏，一看到众生你看到他的脸，你就会知道，哎呦你业债那遐重，伊的业债拢写里面的呢。你假如说看到一个人，哎呦你那迄经济真好，伊嘛拢写里面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相随心转，我们心一转了，相就转。所以我们只要研究心理心法，你了解到真理你整个脸色也都不一样，脸相也不一样你对人都很和气，帮助人，人家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就很愿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一种生活就已经在天堂了。那假如说我们都勾心斗角，一直用心意识来生活，好不好过？一定不好过了。那我们愈业面就拢写出来，愈业业。所以我们就了解人业一个多就苦不了，一定要受苦苦不了。咱业嘛拢无伊，你想讲要吃苦嘛，无苦你吃，你都无因无迄个正因都无果所以因果都是我们自造自受那我们很欢喜的去面对，完成的所有一切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你都诚心诚意的去面对，都很善良的来对待众生。不一样的啦，整个都不一样所以或者说我们3年一听下来，大概拢菩萨你知道都菩萨的脸了嘞，很好看脸色也好看，那个面相也好看当我们都还没有研究的时候油头甲面然后呢又面拢乌唔是讲去拍你的乌啦，迄是业债真重的乌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一直在变化脸相身体随着心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一定呢会变成一家人都有因缘一定要善待因缘，扭转因缘不要呢结恶缘所以中阴身呢看到有那个夜光，就是有光明发现的时候这个以有光明故则有色相可见故曰见明色花。那么色即同业之父母，以有所见故即屈其手为光明的地方紧直的照去。那么彼时之中这个呢这个有这个生就是呢之前结的缘，男则呢爱母，女则爱父取这个允意想故曰明见想成。那么男则见父女则见母，这个意志呢所欲而发嗔
嗔呢就是生气呀，就意见呢成争，就是不高兴。那么男者见母啊，这个想男，女者呢见父啊想女，同其所想而成爱，故曰呢同想啊成爱。那么互流之间啊，既为己有，故成生生之种。我们那个身体的那个种子，那么母纳其间啊，想为容身之处，故成呢受生之胎。那么如是啊，父母这个交过之事啊，做爱发生，而能吸引啊同业之中啊有大家都已经结缘了，然后有那个受生。那么结罗兰，我们中文叫做女法，怀孕啊7天的那个胎相，二普檀呢，我们中文叫袍，二期啊14天那个胎相。那么自胎啊7期，我们人形死成。肉3期啊，这个名称呢叫闭丝，我们中文叫卵肉。4期呢这个名称呢叫做犍懒，我们中文叫做坚肉。那么5期呀波罗摄取，我们呢中文叫做知觉。6期呀发毛爪齿位。7期呀知根已经具备了，则人形成矣。所以从怀孕到出胎生出来286天286天按照生出来所以我们都讲10月生孩子。你把它算的话呢，它真正的是还没到10个月满。那么胎卵湿化呢4种生相，随其众生所有之业而应。如想多呢，则受卵生；情重则受胎生；多交合得受湿生；喜离散则受化生。所以这个4生呢，胎卵湿化它会呢变化，不是都固定的。情想合理之4业，感受呢胎卵湿化之4生。世间呢生相虽有种种不同，其出发点呢只有2个，一者呢就是有情境，二者呢就是没有情境。心理情境未汇合，诞生呢玄想者，此为卵生。故曰呢卵为祥生。那么心理情境已经汇合而生情爱这个就叫胎生。故曰胎因情有。那么心理非情境合而未离者呢，则感湿生。故曰湿以合感。心理非情境合而离者，则应呢化生。所以讲化以离应。这个离就是离开毛毛虫，然后变蝴蝶，有没有变？蛤蟆呢会变什么？孔雀。那么胎卵2生早已情境，所以有父母。那么湿化呢这2生呢早已非情境所以没有父母。那么情非情境虽然不一样，能生之心逃不出情跟想。以合感亦情，离应亦想，所以一样是情想都有。那么总而言之4生之生，不外一念的妄动而已。我们为什么会生？就是一念妄动。那么想即念之生相，情呢即念之住相。
合即念之意象变异了，离即念之昧相，情想合离即四种生缘，生的那个缘分，更像变异者或胎生转变为卵生，为湿生，为化生，或化生转为胎生、卵生等。四生更互相转变，皆由业所感。如情多于想，则存下水轮；若想多于情则飞于空中。因为情多真重啦，都沉落。若拢直直想真轻，伫咧天顶咧飞。所以各位一直这个很高傲那个就是想得很厉害，然后天上飞。各位浅浅，我们骄傲的人各位骄不骄傲？都看不见了，遇到的话就会浮现，多多少少都有，多少的不同而已。所以故曰随有，受业，随着有来受业，然后逐追逐那个灰跟尘，以此四生辗转流变，是故众生相续不断，众生都一直相续。忽容那想跟爱同觉，爱不能离则知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所以这边就讲贪，贪的最厉害就是欲，欲就是男女做爱那么贪爱同知，这个贪爱同时要滋养，就是要吃补啦，所以贪不能止则止世间胎卵湿化，随力强弱，地相吞食，都讲抬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为着要保身躯，通抬别人的身躯来保我的身躯，这就是杀贪为本。以人食养，咱人咧食羊肉，即嘛羊食羊，互咱食，死去伊即嘛出来出世做人，咱人食羊人死去即嘛佫出世做羊互相啦，如是乃至十生之类，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众生死死生生互来相啖，这个啖就是吃啦，拢互相甲抬来食，换咱后日互抬互食。恶业俱生穷未来际，讲未来千千万万年这个拢伫咧这个轮回内底啦，脱袂开。是等则以道贪为本。为什么说道？伊都唔甘愿互你抬你都一定要甲抬，就叫强盗。道贪为本。那么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临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产福拢八条条。为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所以世界众生业果一直绵延不绝。那么彼此互相联络曰同祥，祥跟爱同结。那么情结不休，曰爱不能离。如父母祖孙，世间情爱最深者是也。父母祖孙就是世间的情爱最深。那么相生不断者其父生子，子父生孙，故生生不已，就是不停止生生都不停止。父子相生为允欲是成
就是呢要有做爱，然后才会啊这个生。故曰则与贪欲贪呢为相生之本。那么欲而云贪者即想爱同结，爱不能离，以致生生不已就是生生都不停止。因贪爱呢而有生，故一切爱中莫过于爱生。因为爱贪爱才有生爱里面最重的就是爱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一切众生同有知身之思想，因知自身而欲杀他身这个知不能止滋养每当停止，即杀呢不能止要滋养就要抬别人的性命来保我的身躯是故四种众生随其强肉地相吞啖就是吃啖就是吃，如此肉食肉强食因贪而杀是杀以贪为本。人强养肉，故人能食养，养食则复为人也业在料的必然。人死则复为阳，要来还债极强不中强强有肉的时候，那么肉也不中肉它会变强的时候，这样因果循环。非但人跟羊如是十类之生无不如是也，全部都是这样。恶业既生因此到时影响他恶，乃至无恶不作，穷未来际言环报亦无了时也海拢未得通了由贪之自身，故到时他漏，如是到时亦以贪为本。汝复我命汝转生来，我当还我命此为杀果。我负汝债我转生来当还汝债，此为道果。如是呢辗转相杀相盗，经过百千劫就是长时间，常在生死无有了期没有出来的时候。如爱我心言女爱男之后代心也，我怜汝色言男爱女之好颜色，此为因果如是互相呢稠妙，经百千劫常在产伏，无解脱时也。众生生死烦恼之果报，为杀盗淫三为根本，以前世三业之因而感报今生之果，复以今生之杀盗淫为将来之业因，因果循环，以是因缘众生的业果相续绵延不绝。富罗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之性因了花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之有为相，次第牵流，因此希望终而复始所以还是呢那个觉明，我们开始讲课开头那两个字。那么以上三种相续众生自性之中痴无此事，我们自性里面没有这个事，因你自觉妄起冥想，如富罗那云：若此不明名为觉，则无所明，而成明了之性就是我们的见性。因有能明了知之妄见，而发生所明了知之妄相。此所以
这个讲山河大地啊之有为相啊，从妄而有也。山河大地所有万象都是从我们的妄无明然后才有。那么互有妄啊相熏燃我们的觉性，转发呢妄见，生住意昧，次第啊牵流。如是因缘，山河大地啊之有为相，终而互始了啊，这个开始这个一个缘会啊129600年，然后过了以后啊，又有下一个缘会终而互始，没有断绝的时候。那么世间众生啊昧思本来，流荡呢忘返凡以山河大地之有为相啊，为本来有，为不可少之物为最快乐之场所，甘受呢生死烦恼之苦。才闻山河大地啊非是实有，即呢谤为邪说，或则以破坏世间相。如是呢贪着世间之心啊，牢不可破苦哉！我们受苦啊就是这样。俗人不明真相啊，情有可原。学佛之人啊，以相为宗，反对真性啊，大可哀也。就是很悲哀。那么富罗那呢，他就听了以后啊，就问佛若此妙觉啊，本妙觉明，以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呢呼声山河大地啊之有为相。那么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啊有为习肉，何当呢复生？他以为呢这个山河大地啊从无明而来，然后如来已经呢证悟了，那么以后呢会不会又产生有为习肉？若此妙觉，指众生呢本具之妙空明觉而也。本妙觉明者，言此妙觉不因有相而有名，亦不因无相而无名。本来是妙觉明性本来有。若此众生妙觉与知佛的妙觉不增不减都一样。那么众生的妙觉既然无状呢呼声山河大地之有为相，那么如来的妙觉亦应呢无状呼声山河大地之有为相，否则不应讲不增不减。那么如来今时已了万物皆空，得妙空明觉，不知山河大地有为的习肉，当以何时而复生也？什么时候又会这个复发呢？这个生出来，彼不知呢山河大地之生，由于妄为明觉妄为明觉，即不明本觉，谓之无明。那么无明非本有非后生，生相前无那个无明没有生相生相全部都没有，是故谓之妄想。那么名词妄想，即为呢破无明，其实无所破。无明是一个假名而已原生已经错了，原在这个生更错。所以我们就是一定呢要研究真理知道透彻。那么佛就告诉富罗那回答他的问题，说譬如迷人以一季肉在人间聚集的地方，后南为北这个南把它认为是北。那么此迷为父因迷而有，因物而出。那么富罗那呢就回答，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物。何以故？迷本无根允何因迷？
那么悟啊非生迷，悟了以后啊就不会再迷了，因何因悟？哦，所以回答导师哦蛮正确的，可是呢问的问题呀，就不符合真理了。迷哦，比喻啊无明，人呢比喻众生，那么具肉呢就比喻真如，那么后南为北啊，就比喻啊迷真认妄，把真已经迷昧哦认妄的。那么如来问迷啊，哦因迷因悟而有，即问啊无明是因妄而有，因真而有。哦，然后富罗那哦回答，亦不因迷，又不因悟，显无明啊，无生昧哦，故非啊真实。有生处哦，即非虚妄。假如说有哦，它生的地方所在，就不是虚妄。哦，迷字呢无根，哦，云何能生？那么悟与迷啊相反，云何啊能生哉？哦，所以富罗那的回答哦符合真理。那么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啊！哦，素有悟人，只是令悟。富罗那，于云何？此人众迷，以此记漏啊，更生迷不？哦，就是不知道东西南北。正在迷的时候啊，哦，忽然有领悟，知道的人哦，给他指示，令他呢能够了解。哦，就问富罗那，你的意思怎么样啊？这一个人哦，纵然又迷昧了，那么在这个寂漏啊，他还会生迷吗？哦，然后富罗那就回答说：不也是真。哦，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讲：富罗那，十方如来呢，哦，亦复如是。哦，此迷无本性啊，毕竟空。哦，那个迷的性啊，毕竟是空。那么习本无迷，往昔本来就没有迷，哦，是有迷觉，哦，就好像啊，那个无明就好像呢，哦，迷觉，哦，觉迷啊，就迷昧，你觉迷了，哦，就已经啊迷昧了，觉不生迷，一有觉悟了就不会生迷，亦如一人，哦，眼睛有毛病，见空中花，看到空中有花。疫病若除啊，华以空昧。哦，这个眼睛的病啊，已经治好了。哦，那个花已经在空中已经不见了，灭了。那么忽有与人啊，以彼空华所灭的空地啊，待华更生。哦，这个哦没有智慧啦，以人拱狼。哦，在呢那个空华哦灭的那个空地呀、等待哦那个花，空中的花哦，都生出来。那么佛就问富罗那：汝观世人呢，为以呀为慧？哦，富罗那呢就回答：空言无法。哦，那个空啊，它没有花，望见生灭啊。哦，所以啊，那个看到呢空中的花，就已经是望见。那么见华灭空啊，已是颠倒。哦，见呢那个空中的花灭了，哦，这样已经是颠倒。那么痴令更痴啊，痴极啊，哦，狂痴啊，要个等候伊生出来，哦，迄真是呢，哦，迄有够哦戆啦，哦，狂痴啊，因何更名啊？如是狂人，为以为慧。哦，所以他一回答都蛮正确的。那么佛就讲：如汝所解呢，因何问言？知佛如来妙觉明空啊，何当更求三而大地？哦，你都拢会晓的，是啊那吼，唔知影这个道理。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有时候啊，我们悟的时候啊，也有浅也有深，不一样。哦，然后呢，我们修正呢，也有那个浅深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深入了解。那么迷人不是南北，一经呢悟人指示啊，从此啊更不复迷。如众生呢不认识真如的时候，复弘如来指示，此人呢既破无明，从此啊更不复有无明，就无明啊就去掉了。
那么此显众生迷而有觉，知佛觉而不迷。觉是本有，虽然暂时失去呀，终有得的时候。那么迷是呢虚妄，一觉呀变了，虚妄就不见了，何能复生也？它不会再生。迷无来处啊，故曰无本。如空中花呢，故性毕竟空，没有。众生一念未生以前，清净的我们觉性之中本来无迷，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本来就没有迷如迷方之人，本无颠南倒北，这个颠南倒北之心。迷然为北的时候似乎有迷，其实呢正在迷的时候迷人的心中并未真迷，寂悟之后悟人心中意味减迷，如是而迷而非真迷，迷而不迷故曰是有迷觉。一觉其迷迷即消灭。岂但觉不生迷，一切处皆不生迷。意眼睛有毛病的意，比喻无明。那么花呢？花比喻知有为相。那么意除华灭。我们眼睛假如说已经病好了，空中的花都消失不见了，就好像呢无明已经灭。那么空呢言无华，空中没有花了，如真如之中言无三而大地知有为相。我们真如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当中，它本来就没有三而大地，所有万象万事一切都没有。而众生呢望见有诸生灭以是颠倒望见。若问呢知佛灭相何时后生？什么时候又会生出来？则狂妄痴人而已。如此狂人愚且不足称，因何为慧也？这个导师呢富罗那呢知道这个理。富罗那呢只知依理任性而论，不知呢其已将自己陷于狂痴之中。问则名以空华而昧以诸相，问山河更出诚如狂痴。解空华不生呢，则宛如宛同这个智人，有智慧的人。名以彼而暗以处，名以小而暗以大，怪哉！这个小的道理知道，大的不知道。故世尊呢责备而问之曰：因何问言？知佛如来妙觉心中名相于空，何当呢更出三而大地也？如何异比？你跟那个粗人一样，以空华所灭之地待华更生。佛呢讲富罗那，你跟那个痴人一样，在那个空华所灭的空中你在等待那个花又生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某一个部分能够了解，转到某一个部分都不知。其实可以延伸，从那个真理延伸，就会了解到整个真理都呈现。然后佛又讲说，又如金矿杂以精金，那个矿跟金合在一起。那么炼了以后其金一成，已经成了，更不成杂，伊袂个变做矿石啦，都拢已经那个金就是金，然后呢那个矿呢那个石头就是石头。如木成灰，不从为木。那个茶烧烧的已经变做灰它有办法又变回原来的那个木头吗？就没办法了。知佛如来菩提涅盘亦复如是。
这个呢，知佛如来的菩提觉以及涅盘不生不灭就是这个样子。富罗那又如问言地随佛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以随佛性它不相容不相邻昧，又争虚空呢，即知大地即遍法界不合相容。富罗那譬如虚空呢体非情相，而不拒绝彼诸相发挥。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虚空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我们没有相，可是我们不拒绝呢诸相呢发挥，诸相呢出来都不会拒绝所以则何？富罗那彼太虚空日照呢则明云顿则暗，风摇则动灾尘则清，气泥则浊，土积成满水成呢成硬，于云何？如是十方知有为相，为因彼身呢为复空有肉彼所生呢富罗那，且日照时即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因何空中呢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应自然，因何中宵呢一入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名非日非空，不异空日，观相呢圆妄，无可指陈，有遥空法皆为空果，云何崛起相邻昧异？观性圆真，微妙觉明，妙觉明心先非随佛，因何互问不相容者？真妙觉明亦复如是。如以空明，则有空现；地随佛风，各个花明，则各个现；肉具花明，则有具现。因何具现？富罗那，如一水中现以日影，两人呢同观水中之日看到水中的太阳，然后这两个人东西各行你行东我行西，则各有路随二人去向东行嘛，看到一粒日头底咧行，向西嘛看到一粒头底咧行，各位先生，安尼但是到行位东去行位西去，一东一西先无整的不应难言此路是一。我明明两个咧行都看到两粒哪会一粒因何各行各路既双，因何现一？完全虚妄无可凭据迄拢假。富罗那，如以色空相亲相夺以如来藏，而如来藏虽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于中呢，轰动空尘，路明云暗，众生迷闷别觉合成。我们违背觉性跟凡尘相合，故发尘劳，有世间相。然后释迦牟尼佛以妙明不生不灭，而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一中呢，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呢现大大中呢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以一毛端现宝王上，作为尘理转大法轮，灭尘和解，已经把凡尘都灭了，跟觉性相合，故发真如，妙觉明性。所以呢这一段呢都非常的讲得详细非常好。金呢在矿中以土沙夹持
如真心呢，在众生之中呢，以知有为相相杂处，一经呢这个锻炼成为精进，更不以土沙呢复杂，每个盖夹做会。如众生呢，一经修炼成为成真之心，更不以知有为相这个复杂所以各位浅显，我们一定要修炼，成为全部都是真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整个万象万事都是真心佛性。所以或许都没有骗人是从释迦牟尼佛讲的经文里面把它解说出来我们呢要了解到很宽广的，我们就是一个无极很宽广。草木一念则成灰，不从为木比喻知佛将知有相所有的有形有相修观已经成空，更不复生知有为相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万年放下，万年都是妄，放下就能够忘尽，然后真就显。了解了吗？都爱听欢喜所以我们这一段讲跟上个礼拜讲各要反复听我们都有那个拍那个DVD 所以各位呢要看，然后要听熟了呢我们就进入真理世界。如来菩提这正智涅盘之真理，一理有为之幻化相亦不复生所以讲亦复如是。那么迷人以物不复更迷一直变物不露痕迹此比喻最上圣人顿证菩提，破无所破，证无所证本来都是我们原来就有。那么虚空比喻真妙觉明。那么群相比喻色空之法。入照则明等列出不具是事实就是呢虚空无相不拒绝这个诸相发挥。那么于云何下面问其知相之生处，且入照的时候那个下面假那个名来发挥诸相，无有生处没有它生的地方所在。前世呢假名无有实体，拢假这个安尼里头照来万象万事拢有，迄拢假啦拢无生出来所在假名它没有实体啦。那么比喻随佛这个地空有名无实，前提是心，就是我们真心。以无实故不成临昧不会互相这个亲临消灭。那么提及心故无不容我们的心都相容当知是名底下双标性跟相非日非空，比喻知法之相非真心。所有万法万象都不是我们的真心，可是呢离开呢万象万事要来找真心又找不到，所以不异空日，比喻知法之性即真心所以各要了解，知法之相不是真心，知法之性都是真心。这样了解吗？正在思索了等在想，所以也未回答那么同是相妄故无临夺，同是性真故无不容相都妄，所以不会互相这个侵害。那么同是性真所以没有说不容，都容纳我们真的就是要了解到真理完成就不会有那个争吵的事发生。
如上非日非空之比喻啊，以了空地之相，言是虚妄，无有来处，不可指实矣，不能指知它的本体，那个全部都是假的，这个空跟地，虚空呢跟大地啊，所有的那个形象，全部都是假虚妄，认虚妄之法为实有者啊，已经不至于无地毁。那么更问灵昧不灵昧啊？有是认空法者，更问空法结为这个实果。空中的花本来就是假的，那你希望空中的花结果，那更是个假又假，妄上又加妄，何不自之甚矣？那个呢，很愚痴了。如上呢，不以空日之欲啊，以了知法之性本真，同归于妙解明心。这个知法，它的性啊都是真，相是妄，了解了吗？相是妄，性是真，所以我们万年放下，就是放下相，所有的相都放下，妄就尽了。然后真就闲，闲呢就是我们的性，就是我们真心。你知道不？不是说我们万年放下什么都没有了，而是万年放下，是放下妄，真才会闲。那我们都住相真它就赢了。有了解不？所以呢，要了解说知法之性它本身就是我们佛性，所以同归于妙觉明心，而妙觉明心本不是随佛，随佛原是假名，那么认为随佛为实有已经不理智了，为实有就不理智。那么更问相容不相容？何谓不自胜矣？就是非常的愚痴。那么真妙觉明即众生的那个本心。那么此心含一切相，我们真心包含一切形象，犹如虚空不拒绝知相发挥，所以讲亦复如是。那么心本不现象，因明而现。所谓觉明为救，是以空明则有空相发现。地随佛风其明则地随佛风其发现。乃至世出世间所有之相既明，则具发现。那个世出就是出世间，然后世间就是我们凡尘。如是发现之意不易明白，所以佛就做比喻水中的日影，太阳的影像在水内底，比喻潜在之真如已经潜在我们那个佛性里面。那么两人同观比喻两种妄心，一东一西比喻两妄心趋向各别，故有两种妄境发现。若无人即无日，若有无量人即有无量日，故曰先无整的。一个人看一个日头，两个看两个，100个看100个日头，所以无准的啦，不是一定的。如是一日可发挥无量日，我1000个看1000个日头，即一个真如可发挥无量的相，真如就是咱佛性本体。发挥出来无量的形象都从我们真心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若了入水人现则不应然。入是一是二就是太阳是一个是两个。若了知相随心发现，亦不应难言真如一相还是多相。多相一相完全都是虚妄，无可凭据都是假的。
众生有迷以后啊，心常在静，故曰呢背觉合成。违背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跟凡尘相合，以心在静，而有侵夺之相。侵夺者空来则侵色，色来呢则夺空，互相邻昧两不相容。那么以众生心呢在色空，而如来藏呢随其心而为色空，心遍法界，色空呢亦遍法界。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心很宽广，可是一住相以后就很狭隘。那么轰动空沉路明呢阴暗，正呢在开示侵夺之境。众生迷昧以色空之尘，闷觉于净明之觉，由此发起尘劳，而有世间的知相。我们在凡尘劳劳碌碌，拢假啦，多的假的。妙明即离之幻象之心，不生不灭即不侵不夺。如来藏亦不生灭，故曰合。微妙觉明即无知妄想心，圆照法界者，无前无后，无比无持，等观一切法，一为无量，无量呢为一。如观一个世界即观呢无量的围城，见无量的围城即观一个世界。两边等观不露偏见，小中现大呢，大中现小，两边呢互相融，无大无小，以法法融通。十方世界呢，在我们的一个真心之中，故曰不动道场，遍十方界。不动道场就是我们呢，我们那个真心遍满整个宇宙虚空，所以叫不动道场。遍的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我们的身呢，含着就是那个这个法性身妙明心充满整个虚空。毛端呢现煞成理转轮。那个毛端呢，就是我们正报最小，就是我们那个毛孔。毛端能够现那个整个刹土，就是世界。那么尘理在凡尘一粒凡尘非常微小，可以转大法人以觉这个随尘有相故乃多塞碍，会阻塞，会障碍。以尘呢随觉觉无形象呢故乃多融通。所以呢，我们就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没有形象，所以没有障碍。成真如妙觉明性，即无大小之相。知佛心中远离妄想，故能大小能大小相容，一多无碍。连相容无碍之心亦不有。若有一相不离即同众生被觉合成，则大小不能相容，亦多呢不能无碍。由世间相而说妙觉明性是佛说法之因缘。若有世间相呢无妙觉明性则无能说者。若有妙觉明性无世间相者，亦无从说起。以此二法辗转变化，乃有三如来藏之现象。就是空如来藏讲佛性本体，不空如来藏讲我们的世间的知相。空不空如来藏就是讲中道。哇，还剩下9分钟要给各位提问时间已经很短了，各位有问题要问吗？要个等我好，请说。
真法界，什么叫做一真法界？哦，那个如果说要达到一真法界，这个境界是要如何连续渐进的修？谢谢。我们3年多来所讲的都是了。这个一真法界就是没有两边相对待，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这个明暗，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无极，全部就是一了，全部都是一，万象也归一，都一，那个一全部都是真，都是我们佛性本体，一真法界，法界就是整个虚空，都叫法界。那我们要怎么到达？就是要从明心见性，然后呢，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造的那一些业非常多，所以一定呢要先把一些业都了掉。了掉呢，就是要跟众生结缘，能够行善，能够呢不住心。行善呢行了以后就抛开，不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会得到福报。你不记在心里面会归入我们性分，就变成我们的德本。我们要深植德本，才能够呢奏上共周了，就是能够成道。我们没有德本的话，没有办法成道。所以一定要跟众生结缘。那我们要了解，从一真法界的观点来看，众生就是我们心内的众生，就是我们自己啦。所以众生受苦，就是我们在受苦，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修呢，一定呢要从心，从那个身心里面开始修，从心转变。整个我们周遭呢也都会转变，所以绝对不能有那个相对的勾心斗角、心意识都不要有。然后呢，我们一直累积，一直做，这样呢慢慢就会到达。等到我们心清净了，佛性会呈现，呈现了以后就接近了一真法界。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就这样子好。接下来刚刚有讲说921大地震的时候，那1300万人就是一种菩萨的视线，让我们了解大地可以依赖，这是一种角度的想法。那像日本那个大海啸，我们也就说，因为这个地方大业重，所以人的一个因果报应，这也是一种角度的想法。那因果报应跟菩萨视线，这其中当然用什么角度去讲都可以，那应该怎么说是一种角度来说？好，请坐。你问这个呢蛮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那个出发点，你讲出来是帮助人呢，还是讲出来让人产生恐惧，让人产生很厌恶？那因为我们都会讲，哎呦，那2300个拢业真重啦，所以去那个厝底地死，是不是都这样说？我们听了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感到哎呦，刚才我业较轻，所以没去地死，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刚讲，他们用身体来示现，来讲道。告诉我们不能依赖房子，不能依赖大地，这个对我们是不是很有帮助？所以看我们怎么运用。当然他们有因缘才会被那个房子压死。你不造业在前，你哪去有处地气？那日本大海啸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他在南京大屠杀60万人。那个尸体在那个河里面都流得满都不动了。你看那个很凄惨呢。为什么没有报应？有，就是这个大海啸这一阵子。然后你过了以后，
去年整年呐、台风本来都要到台湾来，为什么转到日本去？全部日本在受灾，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把那一些投降的那一些日本兵送回日本，然后他们就是那一些当兵都是最有力的时候了，把整个日本复兴。然后因为当时啊来我们那个是军阀给他们的一种做法命令，你当底下不能不从。那他们本国的百姓啊也很善良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回去了以后回去呀一直使那个日本的经济啊能够又成长，然后他们娶太太，然后生孩子，到这个时期呀都已经茁壮长大，接受果报的时间啊因缘汇合已经呈现，所以我们了解有因有果了。那或者讲我们台湾那个2300人，他也一样，他有噪音在前，所以就会被那个房子压死。可是我不那样说，为什么？因为那样对我们没有帮助。那我讲说他用身体来讲道，对大家有帮助。对我一直存钱要买房子，结果一大地震了以后我反而压死了。假如说我是很贫穷，治的又是草毛，压下来也没关系啊，不会死啊。所以告诉我们那个努力的方向目标，不要全神全心投入这些现象，是这样子的啦。所以我们了解一定会有因果，哪会没有？都有啦。可是看我们怎么讲啊，是不是这样？可是你看日本他们也是想说呢，把那整个那个核电厂关掉。可是我们要了解到现在最便宜的发电就是核电，最便宜啦。它现在已经撑不下来了啦，电很贵。所以现在我们台湾你看工业区大兴土木，日本那一些工厂都移到台湾来，我们台湾电便宜啊，他们那边电很贵了，已经生存不下去了。所以现在又开一个它50个核电厂又开一个核电厂，开始它运转开始运转的时候，那个地区电费就可以比较便宜一点。所以这个是现实问题。有时候我们理想是一个，现实是一个，有时候配合不来啦。看我们人的智慧跟我们的那个承担。你有承担的话，你接受苦难，不含苦啦。那你假如说没有承担，一下子就要找那个借口，以及能够使我们能够安逸的那一种生活方式。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佛学占到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这个75页。76页的话，我们稍微因为又休息1个礼拜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富罗那呢，听到释迦牟尼佛对呢阿难的开示那全部呢都是最上乘佛法。那10大弟子之中富罗那是说法第一，最会说法。那竟然对这一层道理完全都不知道，所以他内心感到很震撼。那么释迦牟尼佛对阿难的那个开示全部呢都是第一义谛，就是呢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因为它没有名也没有相。没有名相所以在呢这个之前我们有研究过
2次的释迦牟尼佛那个真心问这个阿难，说使你流转心目为旧，吾今问汝这个为心离目今何所在？各位浅浅，我们的心在哪里？然后第二次呢，说汝目可见以何为心？有没有？稍微回忆一下，我们之前都有这个研究过。那么阿难的回答，他就讲说在身内，那佛说不是，在身外，我也说不是。然后潜在眼根，我也说不是。然后分明暗，我也说不是。然后则随有，我也说不是。然后在中间，我也说不是。然后呢，乃无着，一切都无着，我也说不是。所以我们听那个阿难的回答，全部呢都在名跟相里面打转，所以佛都加以排斥破斥掉，说不对，都不是这样。然后后来佛就这个开示说呢，我们的那个真心佛性是无所不在，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没有名没有相所以我们呢对这个佛性本体没有名没有相，一定要了解。那我们之前叫我们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就已经呢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整个人空都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修道呢，对这个一定要透彻了解。那或许呢就讲说虚空呢只有一个。那这一个虚空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整个虚空都是真心佛性它没有名也没有相，没有名相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来，就是没有名也没有相，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现在把这一个虚空把它划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么在十方之中呢又有非常多的万象万事。那么所有的事跟物都有一个名称，那我们就住在名称之中，把这一些都当成是实在的，然后我们就加以应对，喜欢的想拥有，不喜欢的排斥。那这样呢，我们就业因形成，然后接受果报，绵延不绝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回到没有名没有相那个一体之中。所以富罗那呢他听到开示这个这么殊胜的一个佛法，竟然他都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引起那个富罗那的问题他已经这个感觉到说里面佛所开示的里面有那个问题没有讲清楚的。他就讲说，既然我们的佛性清净本然，为什么会产生三河大地只有为相？这个是富罗那第一个问的。既然是清净本然，为什么会产生呢三河大地只有为？所有完成这一些我们在完成做事的这一些事。所以也有道心讲我们佛性不是这个染污即不得嘛，对不对？有没有印象？这个怀让禅师所讲的染污即不得修正即不无所以呢道心就问
既然我们佛性是清净本来，那为什么我们在凡尘都一直在受苦？各位先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累世就是六道轮回太久，然后呢造的这个业因也太多，形成我们习惯性。那习惯性佛性里面没有，最明显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呀。我们佛性没有这个东西呀，可是现在各位先生，我们有没有？贪嗔痴慢疑我们都具备了，对不对？所以修正即不无，就是要把这一些修掉，让它也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了。那没有就回到清净本来，这样了解吗？可是呢，佛对佛性的随缘之用，以及那个体用合在一起的全部都没有讲。那我们呢刚好就讲到这一段，所以各位都在讲不是75了，应该是说76还是77，对不对？对啊，因为呢，或者是想说我们稍微的从那个整个大的这个方向目标了解，说我们这个研究过的就是佛性本体，然后呢富罗那再接着问的佛要讲的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就是用。然后在后面呢，它又有那个合起来体跟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富罗那呢所问的跟我们凡尘的生活比较接近，他佛所讲的他是讲真理原则，那我们要了解说它的差别到底是在哪里？所以呢，或者就讲说，我们可以稍微从75，然后呢看下来，就会整个大概会比较透彻，了解整个轮廓。所以这边就是因为富罗那呢怀疑说既然已经这个清净本然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山河大地知有为相这个产生？然后这个知佛这个如来何时当初山河大地？就是说既然我们佛性清净本然都会产生山河大地，那佛他修正了以后，会不会一样又产生山河大地？所以佛就回答，我们看呢这个75页这边呢就刚好佛在回答，说呢又如金矿呢杂以精金其金一存更不成长，就是金矿那个金在矿石里面，那石头是不值钱金是值钱，我们提炼呢就是把金提炼出来，那么提炼在我们来讲就是修正把那个没有价值的那个矿石去掉，把金把它累积所以金一存了就不会又回到那个矿，就不会再回去又好像呢木把它烧成灰，那烧成灰以后不重为木了，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就不用怕我这世人修为行为就不用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修了以后你有到达那个状态，那个状态都在我们现闻之中所以好像那个木已经经过火烧就变成灰了所以我们要炼性如灰，对不对？什么意思没有火气各位有没有火气人家一讲我们不对，我们生不生气？生气火大了所以灰就没有火气
所以炼性如灰，就已经呢像灰一样没有火气了，都人家怎么样的那个那个嘲讽，那给咱笑，那给咱骂，都骂起。可以有没有这个功夫啊？还没有还真的要练一练让咱的骂拢袂受气。所以假如说了有人在骂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去听那个内容，他在骂什么内容不要管，我们就看那个骂的人的嘴脸，看他的话就不会听他的话，不会听他的话就不会受影响，对不对？就不会生气嘛然后看那个骂的人那个形象啊，我们会感觉怎么样？很有意思这个提升呢很有作用。所以佛就讲，知佛如来呢菩提涅盘亦无如是，修正呢到那个菩提涅盘也是一样，不会再退回去了。所以各位就不用烦恼说我老修不行的那不用怕那个，只要累积下来呢都在心文里面。那么富罗那又如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这个富罗那问这个地水火风呢就是它都性不相许他们的性就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会周遍法界？像那个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是佛讲的。佛讲呢说地水火风他们本性圆融，周遍整个法界，充塞整个虚空。然后富罗那呢就怀疑那个水火之性他们呢不能够相处会互相淋灭。好像我们凡尘这个火烧房子要怎么样？用水来扑灭，对不对？就两个就互相对待，那个是相，形象。了解吗？相，然后呢，这边佛是讲性，性跟相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佛是讲性，富罗那呢是住在相。那么又增虚空其之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说虚空呢跟大地说俱遍整个法界。可是那个富罗那讲说呢这个没下啦，因到底没下所以他们不合不相容所以佛就跟富罗那讲说，譬如虚空体会群相而不具彼知相华辉。这个虚空虚空的体没有相群就是很多了体会群相不是有相，而不具彼知相华辉。所以各位浅浅，这个佛用比喻的，那实际在讲呢，这个虚空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我们佛性本体就是真空。那么真空它本来都没有形象，可是所有形象呢要发挥呢，我们佛性都不会拒绝。山河大地万象万事要出来的话，我们佛性都不会拒绝。这样了解吗？因为各位浅浅，这个相显现在凡尘的时间都很短，最长呢都不过100年那100年在性来讲在这个佛性本体来讲，都是一刹那，刹那之间那我们看的那个相都比较久因为我们呢身体也是形象，那身体也是假的。那么所以则何又呢解说富罗那彼太虚空入照则明这个讲那个太虚空就是呢我们那个如来藏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太虚空然后呢随着日一照则明，有光明，然后云顿则暗那个云累积很多呢，顿呢就是积聚很多呢就暗了所以有明暗。那太虚空呢体它没有明暗，可是可以随缘
随着日照的明炎，随着云顿的暗炎，就现明暗相。那么风摇啊则动，气沉呢则清，所以啊我们呢，佛性本体呀，可以随着风的摇动，风摇呢则动，然后气沉啊则清，那个气沉啊，气就是那个大雨啊，这个把那个天空的那个灰尘啊，都把它带到地上来了，所以太虚空呢，那个虚空啊，整个都很清啊，所以下雨以后啊，我们看呢，那个天空特别的那个清明亮。那么气泥啊则浊，那个气泥的话就浊。那么土积呢成霾，那个土啊一累积啊就成霾。那么水成啊成硬，这个呢就有那个7个水眼，明暗呢动清浊霾硬，有7个眼水眼。这个讲佛性啊水眼之用，可以随着明眼，随着暗眼，随着动，随着清。然后就问啊，那个富罗那说：于云何如是四方？这一些啊不一样的情形，知有为相，为因彼生，是因为因缘所产生的吗？因缘所产生呢，就落入因缘。为复空有，只要是空有，就落入自然。那我们的佛性不落入因缘，也不落入自然。不实于因缘，也不实于自然，所以呢，不是因彼生，也不是空有，那么底下呢就讲，若彼所生啊，假如说是因缘所产生的，富罗那，且日照的时候啊，既是日明，日照啊，这个太阳一照啊，整个啊，这个日啊就光明，十方世界啊同为日升，这个十方世界啊。一样呢，都是啊太阳的那个照的那个光明的那个形象。那么云和空中呢更见炎日？为什么在空体之中啊，又看到一个炎炎的太阳？既然是啊整个都是日明的话，那么应该啊整个空体啊都是光明。若是空明，假如说呢，是空体的光明，那么空体啊，空应自然，应该呢，它时时刻刻啊，都是光明。那么允和中消呢，一怒之时啊，不生观耀，空明啊，这个空体都是光明，那么应该都时时刻刻啊都是光明。那为什么半夜啊，一怒的时候啊？是半夜或是云雾，为什么不生光耀？就是啊，没有那个太阳光。那么当知是明，就是要了解这个光明啊，非日非空，不定呢实于太阳，也不定啊实于虚空，不实于空体。可是啊，底下又讲不异啊空日。因为啊，假如说这个太阳以外全部都是空。那假如说呢，这个没有太阳的话，就没有光明，所以它非日非空，可是啊不异呀，空日，这个就是讲两边的啦，随缘之用，这样了解吗？它不是，可是它也是。我们大概最会搞迷糊的就是这个这两边的一个观点。它不实于太阳，也不实于空体，可是呢，它也不离开太阳，也不离开空体，不即呀，不离。我们之前有讲，对不对？不即就是不住，不离也一样还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呢做这个比喻啊，就是让我们了解那个随缘之用啊，它用的宽广。所以底下就讲观相言妄，无可指成啊。观相都是假的啦。言就是本来就是假的妄。无可指成，因为它变化无常。
不能把它指点它是什么。那么有有空华呢，结为空果，就是我们看到空中的花，然后一直等待空中的花结果。各位浅浅，空中的花会不会结果？空中的花本来就是假的嘛，假的怎么会结果呢？所以那个观相全部都是假的。我做比喻好像我们看到空中花，等待它的结果。所以就跟富罗那讲，允和崛起相邻昧意。为什么你在问那个他们的这个互相的这个灵昧？那么观性言真，微妙结明。所以我们把这四句观相言妄，无可指成；观性言真，微妙结明。这个一定呢要透彻了解。相是妄，性是真。所以相妄我们了解，只要落入形象，都是假的，都会变化。可是呢，它的性一回来就回到如来藏。那么如来藏呢，跟阿难开示那个是空如来藏。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缘之用是不空如来藏。然后呢，我们把体跟用合起来就叫空不空如来藏。这样了解吗？会很深吗？正在思索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性是真它是微妙结明这个妙觉妙明所以我们要了解它是连贯下来妙觉明心先非随佛，允和互问不相容者。那个妙觉明心它先非随佛，它呢不是随佛可是呢都一样可以显现随佛。这样了解吗？我们的佛性本体是真空，可以生花万有，万有都从佛性生花所以我们要了解生花的万象都是随缘之用，随缘之用，知道吗？我们凡尘很多我们应对进退很多都是佛性的随缘之用。可是我们修道就是要追求不变之体不变之体一定要了解，而不变之体没有名也没有相，是实已不可思议那之前我们不是有说过吗？要体会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各位先生，什么状态？真的就不可思议他都讲不出来要讲的是什么都不对了。这样了解吗？没有名没有相，可是那个了了分明，不不，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空如来藏，就是真谛。然后这边随缘之用是俗谛，还俗俗谛就是假谛假的佛性是真的，现象是假的。然后呢我们把真假合起来叫中道那个中道空不空如来藏实以中道我们呢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运用能够了解到真理我们用出来就会刚好恰到好处。所以佛就讲真妙觉明亦复如是这个真妙觉明呢也是这个样子以体呢那个观性言真的本体来讲，说如以空明则有空现用空明呢空间的光明则有空间的显现。那么地水火风各个花明则各个现所有的地水火风呢各个把它发明都有各个呈现。
那么呈现呢，那个是随缘之用，呈现也是现象。所以我们了解啊，本体啊，它呢可以现出啊，各种相。若具花明啊，则有具现。我们全部呢都把它发明出来。地水火风全部呢，都在，就具现起。全部都具备呈现。那么允和具现，底下呢佛就这个解说富罗那。如一水中啊，好像呢这个水中现里啊日影，太阳的那个影像在水里面。那么两人啊同观水中之日，两个人啊同时来观呢这个水中的太阳。那么东西啊各显，这两个人呢，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个人呢，走个人的路，则各有路啊，随二人去啊。各位有没有试验过？两个同齐看迄水底的日头，你行东我行西，行东嘛一粒日头底去，行西嘛一粒日头底去。日头一粒啊两粒？两个现都两个咧行，一人拢带一粒啊，安尼是一粒啊两粒？我们还蛮固执的。所以这个婉转希望假的啦。既然两个人看有两个，100个人来看呢，就有100个太阳。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一东一西呀，先无准的。不应难言，此日是一。允和各行啊。各日计双，已经呢两个看到的两粒啊。那么允和现一，为什么是一？所以婉转虚妄，无可凭据啦，拢假。无可凭据。富罗那，如以色空呢相亲相斗于如来藏，而如来藏呢随为色空啊，周遍法界。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常就是含常。那在这边我们要知道说含常是含常三德大地，万象万事。可是我们呢，各位同学，我们进入六道轮回的如来常那个常啊是含常我们善恶种子，这样了解吗？它的意思啦，就是在我们比较亲近的方面来讲，说如来藏那个时候含常我们有在凡尘行善，有作恶，所以善恶的种子都含藏在我们的佛性呢那个本体之中。可是呢，这边佛在讲的如来藏，它是含藏三德大地，含藏万象万事。是不是不一样？那个呢，文字是一样，里面的内容呢不同。所以这个佛就跟富罗那讲说呢，我们用色跟空，色就是形象，然后空呢空间，相亲相斗于如来藏，而如来藏呢随为色空啊，它会随缘之用，它周遍整个法界。因为这个周遍整个法界啊，事故于中啊，轰动呢空尘，路明啊云暗，众生呢迷闷，被觉合成，故发尘劳，有世间相。我们呢都被觉，跟自己的佛性啊相违背，跟凡尘啊相合。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呀。被觉合成，那我们要转过来，被尘合觉，把凡尘放到背后了，被尘不要管它的，凡尘事都是假的，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不要投入凡尘事，不要着迷在凡尘事，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时时刻刻呢，都把它呢，这个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时刻刻都觉，这样呢就已经呢，回到佛的本位。那因为我们是被觉合成，所以才有尘劳。
凡尘啊，是不是劳劳碌碌？劳不劳碌啊？哇，真无用哦，做不了呢。凡尘事做得完吗？哦，再怎么做都做不完哦。那我们导师也蛮有意思的，你一直努力的做，做不完；你不想做也没事做了，对不对？嘿，你都很懒惰哦，都不动，也没事做了，哦。所以佛就讲，我以妙名啊，不生不灭，何如来藏？哦，所以用妙名，妙是不变之体啊，名是随缘之用，也就是我们佛性的体用啊。所以用呢体用啊，不生不灭，何如来藏？已经呢合了，而如来藏为妙觉名。如来藏呢就是妙觉名，妙觉妙名，圆照法界。圆照着整个虚空，是故一中呢，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呀。一本呢善于万殊，万殊还是归一本啦。所以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呀，没有数目。然后小中现大呢，大中现小。小中会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不动道场，这个道场就是佛性的场所啦，是整个虚空，就是佛性的我们佛性的场所，所以不动道场。然后遍呢十方界，整个十方呢，都遍满，身含十方无尽虚空。我们的身啊，就是那个法性身，含着呢十方无尽的虚空。以一毛端现宝王刹，一毛端就是正报的最小，我们一个毛孔啦，然后现宝王刹呢，就是一报的最大，那个王刹就是一个国土，一个国王所管辖的国土，是不是很大？一毛端可以现一个国土，是不是啊？那个小可以容大，对不对？哇！然后做微尘理转大法人，微尘是我们依报的最小，然后转大法人是我们正报的最大。有没有搞迷糊啊？正报就是身心依报就是环境你有看清楚不？正报我们有正报。就是我们的身心，依报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这样了解吗？然后呢，我们呢正报的最小就是一个毛孔，然后依报的最小就是一粒微尘，然后正报的最大就是身体，转大法的就是一个身体，然后依报的最大就是宝王刹，一个国王所管辖的国土。那么灭尘合觉，已经把凡尘都灭了，跟觉性合在一起，故发真如。所以发出来的都是真如，都是真，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妙觉明性，这样了解吗？因为这个小的字就是在大的字已经解说了，所以呢就不再讲。要不要讲不用了那我们就讲这个翻过来，翻过来呢，这个小的字这边最底下有讲这个妙觉明性无事先相者亦无从呢收起，以此二法呢辗转来变化乃有三如来藏之现象，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那个不是说我们的佛性有这三个，而是我们把它分析的详细一点容易了解，这样了解吗？那么底下呢就讲，而如来藏呢本妙圆心本妙本来它就呢很妙
圆心，然后啊底下就讲灰心、灰空、灰地、灰水、灰风、灰火、灰眼、灰耳、鼻舌身意、灰色声香味触法、灰眼世界乃至啊灰意世界。所以那个乃至呢，就是把中间的把它省略掉了。因为假如说不省略的话，它还有灰耳世界，这样一直啊，鼻世界、舌世界，音呢世界、意世界，这样就是不省略了，是不是啊？要多很多文字。按省略呢，一个开头言，一个最后啊意，还能了解意思不？就把那个整个都这个讲出来，然后啊灰明无明，灰无明尽，如是乃至啊灰老灰死灰老死尽，这个是讲12因缘。那么中间呢它还有这个10个。各位都还记得吗？是蛮长的无明眼行、眼识、眼名色、眼六路、眼触、受，然后爱取有、生老死，有印象吗？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如来藏不落入那个这个4大，也不落入6根，也不落入6尘，也不落入6识，也不落入呢12因缘，然后这个非苦非集啊，非昧非道，也不落入呢4谛法，非智非德，这边呢也不落入菩萨法。那个非檀呐就是布施，施柔就是持戒，毗利耶呢就是精进，忏提啊就是忍辱，非禅呐，我们一般也都用禅呐，非波赤柔就是般若，非波罗蜜多波罗蜜，如是乃至啊，非达达阿姐，达达阿姐呢就是如来，非阿罗汉应供。三爷三菩啊，正知正觉，非大涅盘，非常非乐，非我非净，所以一切皆非了，全部呢都不是。所以我们刚才在讲啊，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只要落入名、落入相，都不是，就是这里呀。还有了解不？讲啊叫详细啦，不是4大所有风土，然后不是6根，不是6尘，不是6识，不是12因缘，不是4谛法，不是菩萨法，不是佛法，连佛法都不是所以啊，连那个佛的果位啊，常乐我净也不是是不是啊？很超然。有一点了解不？所以由背尘合觉而发真如啊，妙觉明现。所以我们一定要背尘，凡尘呢都把它放到背后。所以往后啊遇到凡尘事在苦恼，都要知影讲这拢假啦，都是假的。当你面对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真，可是你经过了以后啊，再来回顾啊，原来是假的，不真，变化无常。你认为很理想的，不见得是理想了；你认为很糟糕，也不见得是糟糕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凡尘事啊，就是尘垢，凡尘的污垢。不要太投入了，太投入的话我们6道轮回啊，绵绵不绝。这样了解吗？一定要背尘合觉，把凡尘啊放到背后。凡尘事啊，过眼啊云烟，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回来，它都是假的。
我们不要落入呢凡尘世的得失，一落入凡尘世的得失啊，那我们修道就困难。那全部把凡尘世放到背后，修起道来啊，就非常快乐，时时刻刻呢都在天堂，没有烦恼。我们烦恼从哪里来啊？从凡尘世来，对不对？为了凡尘世烦恼，对不对？是不是假的？都是假的啦，不真。我们一口气不来啊，才知道说真的凡尘世是假的。我们就要当作是已经一口气不来了，总有那么一天对不对？都会遇到一口气不来。不要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都是假的，就想办法啦。咱都要事先知道，事先都知道凡尘世都是假的，不真。不要投入一定会后悔。那我们呢，把真心佛性那个觉时时刻刻都保持清醒。所以呢，我们背尘就和解，能够呢发真如妙觉明性，可以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呢发挥出来。那么尘渐备而觉渐合，那么也有3个阶段。尘渐渐的放到背后，然后那个觉性渐渐的跟我们已经相合了。那么痴合如来藏本妙圆心，这个本者指众生未动念以前而言，我们呢本来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彼时其心圆满太虚，无欠无余，不缺欠也没有剩下，无欠无余，心外呢无一法可得。我们心之外没有一法可得，所谓的本然清净。那么以此之故那个两次真心次次皆非，皆本此而说。这个十乳流转心目为旧，五经问汝为心与目今何所在？然后第2次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就是2次的真心。那佛对阿难的回答都加以这个破斥，说不对，只要你有名，只要有相都不对。这样了解了吗？我们掌握到大的原则，知道它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切入，就了解说要先呢了解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接着来了解佛性的随缘之用。本体了解了，用也了解了，然后呢体用合在一起，就是中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清净本然，那个全部呢都没有名也没有相。那么此中所非之法，由非心呢，则非异世界这个就是讲非世间的凡夫法。那么自从那个名无名跟老死尽这个就是远觉法。然后自非苦之道这个叫声闻法。那么自非智一直到波罗蜜多呢，这个叫菩萨法。那么从那个达达阿姐一直到非我非净这个就是佛法。所以我们了解全部呢都不是。檀那呢，我们中文叫布施，施柔叫持戒，忏提呢叫忍辱，毗利耶叫精进，檀那呢我们叫正定，波赤多呢我们叫般若妙智慧，波罗蜜多呢我们称为到彼岸。达达阿姐我们翻成中文叫如来，阿罗汉呢叫应供，应该供养。三爷三普叫做正遍知，正知遍知。大涅盘我们叫灭度，或是叫圆寂，寂不生灭那个意识。
这个呢，以上所讲的就离开有，只要有名有相都不对，都要离开。所以啊，以是即非，全部都不是。是出是故，那个是出呢，就是出世间。那么是故啊，就是我们凡尘世间，即如来藏。全部即非啊，不管是出世间还是我们世间，全部呢都是如来藏。言明啊，心妙。所以前面啊是本妙言心，对不对？这个讲体，然后啊这边言明心妙啊是讲用，一个体啊一个用。所以妙那个不变之体，明随缘之用，不看出来不？有没有？所以啊，本妙言心那个讲体，言明心妙讲用。那么讲用就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世界啊，如是乃至即意世界，即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柔即毗梨耶即忏提即禅那即波赤罗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呢达达解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盘即常即乐即我即净。跟前面啊全部非，这边呢全部是，看出来不？全部非讲体，全部是讲用，知影无？如来藏本无非相，以破众生啊有执故，我们众生呢都是有执，说世出世间啊即非，众生呢不解如来说得义理，即为如来藏，即非一切相，不知呢一切相啊即如来藏，所有的相都是如来藏，故此复说即如来藏，以破呢前非。此节呢重在啊妙智，即心啊成相，不相而相，故曰呢言明心妙。此一切心非从一切相而有，即非弃一相，增得一心，犹如呢世间持一有，必生一空。阿难呢于增心之后曰：无乃无心啊，故有十番显见，头头是见啊，即本此而说。这个以上呢就是离空边，离开空啊，不是说全部不是的。那么以是即举啊，是思是故即如来藏，妙明啊言心，离即离非，是即非即，这个就是体用啊，把它合并，就叫中道。了解无？妙不变之体，明随缘之用，妙明心源，我们心的本源，心的本来，就是妙明。然后离己啊，离非，这个是跟非全部离，然后是即非即呀，全部离又不对了，要全部是又不对。所以两个加起来刚好在中道。如来藏本无其相，以破众生呢空执啊，这个破有执破空执都不要不要执啦，只有执空都不对。说世之世间啊即局，那么众生不解如来说的这个真理所在。护卫啊，如来藏即集啊一切相，不知如来藏妙明心源，离即离非，是即非其，都全部呢把它融合。那么此节重于言，言就是本来如来藏，言本之体呀，本无极相，亦无非相，没有极相也没有非相。
不及两边，两边都不对，故曰呢离己离灰，而又不离于两边，故曰啊是即非己。此复由妙明心啊及一切相，而有此原本之体，即由强两边而显出啊这个中道。所以这边呢就讲中道。如世间法既有两边啊，必有中道。若众生呢除去两边，当下歇心，把心啊都休息了，复本心也，恢复啊到本来心的那个圆满。这个严含整个虚空。复本心也，不着于己。佛不用是己非己之说。有两次呢真心啊，心不可得，故成呢即非如来常。由十番显见啊，无非是见，故成具极如来常。由四科五蕴六路12尺18界7大所有宏图空见识，非因缘非自然。故成离己啊离非，是己非己如来常。如是三如来常，皆随众生而言，而如来常本无言说。本来都没有言说。莫谓呢如来常本有此三义。我们不要称如来常本来有这个三义，那个是要我们了解才把它呢这个产生啊这个名这个让我们呢知道啊它的体、它的用以及呢体用合在一起的中道。所以以上啊这个显这个中道。那么如何世间啊三有众生？这个三有就是三界啦，有就是有因有果，称为有。那佛菩萨已经没有因没有果就不在三有里面，不在三界里面。所以三有三有的众生，三界的众生，即出世间啊声闻缘觉。那个四谛法苦集灭道呢就是声闻，12因缘啊就是缘觉，声闻缘觉，以所知心啊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用是语言入佛之见。这个佛在讲不可能啦，无法度入去。那么譬如琴瑟啊空佛琵琶，虽有妙音啊，若无妙指啊，终不能发。那个乐器呀可以一弹奏出来非常好听，可是要有人会弹，对不对？都藏咧拢袂响诶，一只钢琴好，安尼摆咧真好看，无人会晓弹，好诶曲就走袂出来，对不？所以一定要有那个会的人。那么如于众生呢亦复如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富罗那讲说，汝跟众生呢也是这个样子，宝洁真心啊各个圆满。我们那个觉真的是宝，宝洁真心不假，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宝洁真心，我们每一个呢个个都圆满，都有都圆满。然后底下呢佛就讲，如我暗指啊海印发光，汝赞己心啊尘劳先起。这个跟富罗那讲说，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都是尘劳，都凡尘劳劳碌碌啊，犹不勤求啊无上觉道。爱恋小圣啊得少为主。就是不勤求那个无上的觉道。爱念小圣啊得少为主。那么如来常心，非有相非无相，非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离世句啊皆百非。不可心思啊，不可言意。允何汝等以所知心啊测度如来无上的觉道？觉道呢即如来常心。那么凡夫以一切有相为所知，那二圣就是声闻缘觉以一切空相为所知，
所以有相空相呢，都没有进入啊，那个真理世界。以有所知啊，即有能知，有能熟。那么凡所测度啊，皆不离两边。虽测度如来无上的菩提，亦成非相，或成即相，所以临斗啊不相容。这样呢没办法进入啊佛的那一种领域。那么如来知见啊，圆融无碍，一知啊一切知，一见啊一切见，无前无后，无思量分别，故能如此。所以我们了解要修到这个样子，圆融无碍。那么世间语言只可表示啊世间相，不能入佛之见。无了相之智。我们了解说那个了相，把所有相都了了，不住在相里面了，没有那个智慧。那么譬如这个琴瑟虽有妙音啊，漏妙词终不能发。众生不能呢入佛法圆融无碍之境啊，非境界不能圆融，乃众生呢无妙智也，就是缺少啊妙智。汝等宝觉真心啊，个个圆满，以我啊无异，就是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那么如我之举动啊，无不是佛事。假若按一指啊，海印三昧中啊，亦能发生光明。而汝等之作为啊，无不是生死因，全部啊都是生死因。妄心呢，暂急则尘劳于先起，更何况呢思量作为啊，此何故也？由爱念小圣，得少为主，不发大心啊，勤求佛道。这个呢是佛呢跟富罗那讲。那么富罗那言：我以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习遭啊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甚胜，犹未究竟。世真之望，一切圆昧，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啊，何因有望？自闭啊，妙明，受此轮逆。我们自己啊蒙蔽啊，妙明，妙不变之体，明随缘之用。我们自己蒙蔽啊体跟用，然后受到呢六道轮回，沉溺在苦海。那么觉而称宝者，言觉之珍贵，觉遍啊十方，故曰圆明。那么此句重在圆明，先心之大用，远离啊两边，成一呢不杂，曰呢真妙境。那么此句重在呢境，先心之妙体呀，不以知成啊，互相为伍。那么心则兼体用而言，如此妙心啊，我与如来共秉。与如来一样，不分上下，故曰呢无二圆满，没有两样，都一样的。那么此从本来而言，非富罗那现在之心啊，与如来之心啊，无二圆满。这个是讲本来。那么无始妄想即根本无明，无明啊无始，没有开始，故曰呢无始妄想。那么久在轮回，无有初期呀，没有出轮回的时候。那么今性啊逢佛，得成呢小圣的圣果，已经呢有一点成就，但只证呢偏真啊，偏的那个真啊，偏在一边，未能呢满正，故曰呢犹未究竟，还没有到究竟。以修正啊未究竟故，所以不能呢知妄想之因有。那么世真公圆果满，知妄呢圆昧，独入啊真常。妄想之始末呢，悉以啊阅历，定能知其啊
妄想之本因，是以感论如来一切的众生呢，何因有妄？谓以名三而大地呀，从妄想起，而妄想又不知因何而起，必觉这个必觉心之妙明，蒙蔽啊我们觉心的妙明，受生死之人力，那么佛告呢富罗那，汝虽此已呀，疑惑未尽，吾以世间呢现前之事啊，今复问汝，汝岂不闻啊？四罗城中，眼若达多啊，忽以尘招，以镜照面啊，爱镜中头。那个镜子里面的头啊，他很喜欢，眉目可见。那嗔则己头啊，不见面目。他在呢生气啊，自己的头看不到面目，以为啊魑魅。那个山妖水怪，魑魅魍魉，无状的狂走，没有原因啊，就发狂了。于云何？此人何因呢？无故啊狂走。那富罗那就回答说：世人心狂啊，更无他故。没有别的原因呢，就是他心狂。那么已经知道了三河大地啊，无状夫身，结名为救之意，故曰啊此矣。不知妄之首因啊，疑根呢未断，故曰啊疑惑未尽。阎罗达多呢，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一个人啊，大家呢都认识，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啊，大家都认识那个阎罗达多。那么净啊，就比喻能生无明的分别心，分别心啊是净。己头比喻啊，自心佛不见面目啊，比喻自心佛智慧啊，光明未发，还没有发挥出来。那魑魅者啊，三者之怪，比喻啊这个众生。无状的狂走，比喻啊无故啊起妄想，以此问呢满词，满词就是富罗那，那么答曰：世人心狂啊，更无他故。佛呢欲取啊自己能够这个醒悟，无故而狂，狂歇啊即心，狂外啊无心，那个狂也是心呐，所以狂外无心。那么心起啊即狂，正狂之时啊，心意不失；狂歇之时啊，心意不得。何因之有哉？没有原因呐。那么佛就说：妙觉明远，本源明妙。既称为妄啊，允何有因？若有所因啊，允何名妄？自知妄想，辗转相因。从迷啊积迷，以利啊成觉。虽佛发明啊，犹不能返。如是迷因啊，因迷自有；是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呢，亦何为昧？得菩提者啊，如悟识人，说梦中事。心呢中静，心呢终然精明。欲何因缘啊？起梦中物，况复无因啊？本无所有，本来就没有。那么觉啊，非真妄，觉它没有真也没有妄，而不离于啊真妄，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觉不真不妄，可是呢不离于真妄，故曰啊妙觉，以能觉真妄，可以觉真就可以觉妄。故曰言明。那么此即标心体，标出呢心之体。那么心体本具啊，这言明能遍照呢不思议啊，这妙境，故曰本源明妙。那么此即选心之用，所以体用。那么不是啊心之本体妄生分别，故曰妄想，又名呢无明，就是我们呢不知不觉无明。若有所因啊，即有根本，允何而名妄哉？
如此反复啊，显明妄无所因。然知妄呢，虽无因，以不了无因故啊，妄以为实有，即以无因之因啊，辗转相因，不了无因呢，名之曰迷。因成果，果复为因，故曰呢，愁迷啊，积迷。因果，经历啊，尘沙之劫，无有了期呀。再怎么久呢，都呢没有办法了断。虽佛发明啊，本来无生之理，有执迷而不能反妄呢，归真。以此迷因啊，因迷而有。求迷因者啊，是越求越迷啊。虽若是迷本无因，则妄呢无所依呀。如佛离心，那个心啊，就是能够生佛的那个木材。尚无有妄可生，亦何而为昧哉？妄本来就没有，要怎么样去昧它？如悟识人说梦中事，梦中呢非真有事，如知佛非真有妄可理。那么向如来求妄想之因啊，如向呢悟识人求梦中物，任尔心之精明，亦何因缘呢？起梦中之物哉？梦中之事啊，因梦而有，有因之事啊，尚不能取，况乎妄本无因，本无所有，本来就没有。如彼城中呢，眼肉达多，其有因缘啊，自怖啊，自己恐怖啊，头这个面目啊不见，然后呢一直啊出去找，忽然狂歇啊，头非外的，他狂歇的时候啊，原来头还在，纵未歇狂，亦何遗失？纵然他的狂还在，也没有遗失掉啊。不如那妄性如是啊，因何为在？眼肉达多之无因而狂，由我们众生之无故而迷，没有原因啊，都加迷。正狂之时啊，头本不失；狂歇之时啊，头亦无得。以无得无失故啊，无因而狂也。众生迷的时候啊，心本不失；悟的时候，心亦不得。无因而妄啊，妄性如是，因何为在？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妄啊本来就没有因啊，无缘无果。卤蛋呢不随分别，所以各位姐姐，这个就讲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非常快的时间啊到达佛地啊，就是不随分别啦。这4个字哇，你只要不随分别它就很快到佛地了。那不随分别什么呢？世间业果跟众生不随这个世间的分别，不随业果的分别，不随众生的分别不随分别。难道这3种相续啊？这个世间业果众生啊，3种都会啊一直绵延不绝，延续下来。那么3缘啊，断故啊，3因不生。3缘啊，这个世间业果众生3缘啊断了，那么3因啊就不生。则汝心中啊，眼肉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狂性啊一歇了，就已经到达菩提。圣境明心啊，本周法界，不从人得啦。不是为外口得到的，是咱家己本身有的。何觉欺劳啊，恳请修正。不要呢劳筋苦骨的来修了，只要你知道了，就到达目的了。那么欲究竟圣果者，要到达佛的果位啊，无须呢向外啊，持求妄因。汝但以世间业果众生呢，3种境上啊，不随分别。随分别者啊，即七事啊，随性分别心。世间呢，指一切万物而言，以世间分别美丑，则啊起道心。那么业果指自心而言，自己的身啊，自身而言，
以业果分别苦乐，则其隐心。众生呢，指一切有情而言，以众生分别人我，则起杀心。是名嫉妒分别为六道之生因。若无此分别啊，则六道之三因不生。三缘之根断，则汝心中啊六世狂心歇，则了三界的生死。就已经啊不落入三界。那么以世间业果众生啊三种境上不随分别者，以世间呢不作世间想，以业果啊不作业果想，以众生呢不作众生想。无世间，无业果，无众生，是名啊不随分别。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要随着分别。这个心一静啊，不起分别，即不相染熏，熏染，已经呢不熏染，以不熏染故啊，则九法界之三因啊，不生。三因呢，不生及三缘啊，不相续。各位浅显，这个九法界知道吗？除了佛以外，应该是10个法界了然后我们佛把它除掉以后，菩萨然后呢辟支佛、阿罗汉，然后还有六道33道、32道，是不是九法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九法界啊，这个三因已经不生了这三缘啊不相续，则汝心中这个七世啊狂心歇，歇则呢世出世间啊两种生死间皆了。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世间呢就是分段生死，出世间啊就是变异生死，所以两种生死。各位浅显，我们现在是什么生死？分段，我们现在是分段生死，从生呢到死啊一段，分段，然后再来出生再死啊又一段，这样了解吗？分段，然后呢我们修到呢阿罗汉以后啊，那个已经啊分段生死没有了，不来三界受生。可是它的变异生死啊，变异啊，就是念头来了，然后变化又一个念头，那个叫变异，一样呢是生死，可是微细啦，不像我们身体的生死啊那么明显。所以变异生死那么即证啊究竟啊菩提，而如圣境啊圣明之心，本来周遍法界啊不从人得一定呢是我们自己啊本来呈现，即不从外来。那么何借呢劳苦啊修正哉？恳请，那个恳啊就是呢骨坚肉，沁呢就是筋肉的连结处啊屈劳恳请就是说切骨啊是劳苦。那么由此观之啊，佛法84000法门，无非呢叫人歇分别心而已，就是把分别心让它休息，狂心若歇菩提自得，是为正修行。不了正义者起种种分别心，亦得菩提徒劳辛苦，诚可谓盲修瞎练。所以我们了解一定呢要正修。那么譬如有人于自意中细如一珠，不自觉知，穷入他方，乞食驰走，虽时贫穷，知不成思。忽有智者指示其知，所愿呢从心，自大老夫，方悟神知非从外得。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贫者就是比喻众生，那一呢就是比喻无明，那个知就是比喻菩提，那么智者呢就比喻佛，得知者呢就是比喻我们心已经歇息了歇心的人了。
那么即使阿难呢，在大众中啊，顶礼佛子，起立白佛。所以这个富罗那佛回答富罗那的问题啊，就是到这个地方。那么接着底下呢，因为又听到啊，佛在回答富罗那的问题里面啊，那个因缘啊，又非常的明显啊，讲出来，阿难又产生怀疑了，他要问，所以即使阿难呢，在大众中啊，顶礼佛祖，起立白佛，说世尊，现说呢，杀盗淫业啊，三言断故，三因不生。然后心中达多啊，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德，师则因缘啊，皎然明白。所以因为阿难是从因缘修，所以对因缘有非常那个喜好，非常喜欢那允和如来呢？顿弃因缘，我从因缘啊，心得开悟。世尊，此意何独啊？我等年少有学声闻，今此会中呢，大目犍连及舍利佛、须菩提等，从老犯至啊，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那么今说菩提啊，不从因缘，则王舍城、俱舍离等，那个呢，王舍城的俱舍离啊，就是外道。6位啊，印度啊很有名的外道里面的一位。那么所说的自然成第一义，唯垂大悲呢开发迷闷。这个呢是阿难啊，对佛拼除啊那个因缘。各位浅显，为什么要拼除因缘？我们要知道原因就是我们的佛性啊，不实于因缘，然后也不实于自然，它是超越因缘，超越自然。所以讲因缘讲自然啊，就落入变化无常。这样了解吗？所以咱爱知影，是那分爱拢把因缘自然都拼除掉，都不要，就是因为要显示我们那个佛性的奥妙。那么如来发明三河大地唯因众生的妄想无状的呼声，复名妄想无因而有。至此其问责之疑根已经断了。那么阿难呢，或以如来破于言中而复生疑由此一问，不但明因缘之根本，亦且不漏自然之边界。因缘自然二际排并，妄言断尽妄因不生，则如来密因成矣。所以这个阿难这一问对我们帮助就很大。阿难从佛从闻佛法从闻佛说法的因缘而悟道，目犍连等宣学外道法。那么自知法不究竟，或因起时次在起时的时候意呢而说破气这个威仪详叙，即便问言，汝师何人？由何教戒？演说何法？那比丘呢就回答：我师呢是甘蔗种天人之师相好智慧，其以神通，无以等者，没有人跟他平等。我既年幼学道入浅，岂能先说如来妙法？言以所知当为汝说。我知影，我跟你讲，即说即言，一切之法本，因缘生无主。所有的万法呢，都是演记则生没有主人没有一个呢主宰者。若解此法者，则得真实道。所以跟他讲这一个句语。那么舍利佛闻已即以之法眼尘眼过，就是眼尘离过了，得华眼净领图
把他的徒弟一起带过来投这个释迦牟尼佛修，故亦从因缘开悟。佛告阿难：即如城中眼漏达多，狂性因缘漏得除灭，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理穷于世。所以佛讲纲要，说因缘自然就是安尼啦。像那个眼漏达多他那个狂性的因缘，假如说已经除灭了，那个不狂性自然就出来。所以因缘自然你研究到穷尽理穷就是研究到尽头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因缘自然相待，互相对待而成。如本来不狂，由因缘故而狂。那么此狂性即因缘性，若灭此其狂，而还归于不狂。此不狂性即自然性。因缘自然事项虽多理穷于此。就是只有这样而已。阿难，眼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不投狂走？若自然投，因缘故狂，何不因缘何不自然因缘故失？本投不失狂不妄痴，真无变异何借因缘？本狂自然，本有狂不，未狂之际狂何所遣？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若悟本头，是之狂走狂走，因缘自然即为细论。所以佛这边又把那个纲要又说头本自然者这个本来如是啦非今使然，不是今嘛才安呢本来就安呢是指头之本体来讲，然指头上所具之眉目来也。本自其然则言如是头自有如是的眉目有这粒头就目白目睭无然非自则，言其头之前提皆自然，无不自然也，全部都是自然。何因缘故不投狂走？此怪问之此。若自然之头，以因缘故失其眉目，变为狂性，何不自然之头，以因缘故而失头之本体，而成狂也？这个佛是假设啦。然其头与眉目皆是自然，眉目既可失，头亦应当失。无眉目即非头。没有眉目就不是头了。那么自然之头若失因缘之狂亦成。今自然之头不失则狂不是无因妄出也。所以那个狂不没有原因妄出这样让我们都能够了解。非特本头不失，而亦且头上之眉目真无变异，都没有变化。有何事而借借乎这个因缘所以不用借因缘。若云狂不不从因缘出，本狂自然，如本头自然者，是则本有狂不矣，本来就有那个狂不。那么狂既本来有当有在处狂本来就有那个狂一定有地方所在。那么不知道未狂的时候此狂潜藏于何处也？这个狂密的都一样，密的咱身躯也都一样。若无这个潜狂之手，假如说没有躲在我们身上哪个地方，则本狂自然何止为贫哉？就没有凭据了。若本来不狂，本来就不狂而名自然者，头本无妄何为而狂走哉？
那么既有狂着，则不狂自然亦不能立。所以佛都会详加呢这个解说。若悟本头，则非因缘；若是狂不妄出啊，则非自然。所以不是因缘，不是自然。若本有狂不，而无前狂之手，则又非不因缘；若本无狂不，而今狂着，则又非不自然。以是因缘，这个非不因缘，自然非不自然，故曰因缘自然啊，即为细论。全部呢，都是细论，没有那个实质的义理。若复法合，合法跟法来合的话，则悟本头即悟自心，是狂不，则是无明，因无明妄出，才有狂。那么说，所出为因缘，复说能出为自然。若了能出之自心，与所出之无明，本无二致，则因缘自然呢，岂不具成啊细论者乎？全部呢都是细论。是故我言，释迦牟尼佛说三言断故啊，即菩提心。三言呢就是细论法，故须断的，断即菩提心。非三外啊，另有菩提心生，亦可知啊，非菩提心外，另有三言的可断。三言即菩提，非因缘；菩提即三言，非自然。所以三言呢，断故啊，即菩提心。菩提心生，心灭，心灭，此但呢，菩提的心生啊，生灭的心灭了，此但生灭，一样是生灭。灭生寂尽啊，无功用道。那个生灭的全部都尽了，没有了。不落入有为了。若有自然，如是则名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不生灭则名为自然。犹如世间呢，知相杂合成一体者，名和合性啊；非和合则称呢然性。本然非然，合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即非。此即呢方明啊，无细论法。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落入啊这个语言文字啊，都全部变化，那个都是细论。全部都去掉了，才真的是菩提。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有生有灭。故曰呢，此但生灭。非不生灭也。若生灭心即菩提心，无菩提心生，无生灭心灭。菩提心啊，即生灭心，是为生灭啊，俱尽，无功用道。此真呢不生灭真菩提心。若生灭心外，而有自然心则，如是则名啊，自然的心生，生灭的心灭，此意啊有生有灭。非真啊，无生灭。所以我们了解，有一点生灭啊，全部都不对。若以无生灭名为自然者，此如世间呢知相杂合啊，成一体者，名叫和合性。非和合称本然性。如是和合与本然，同为世间法，无高下，皆呢细论法，全部呢都细论。木石之本然，非真本然，乃对和合而说本然。人生之和合，非真和合，乃对本然而说和合。本然与非本然，和合与非和合，四句啊俱破。故曰本然非然，和合非和。和合性与本然性呢，二性俱离，离性亦离，离合即非，离尽细论呢，方明呢无细论法。那么无细论法即正法，一即呢菩提心。众生呢得此啊，即名如来密因；知佛正此啊，即名无上涅槃。所以这个呢都详细的交代。没有呢含理合理。那么菩提涅槃尚在遥远，非如律解啊，心勤修正，
虽复一指十方如来12部经。这个呢释迦牟尼佛在跟阿难说，这个菩提涅槃啊，还够真远的啦。不是你安尼理解，就是经过呢非常长的时间来修啊，心情修正。虽然阿难一指十方如来12部经，把佛所讲的呢分成12个种类，12部经清净的妙理，如何而杀呢？只欲细论，都没有用了，只欲就谈论之中呢，是一种细论。汝虽谈说呢，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都闻第一呀，以此机觉都闻欣喜，不能免离呀，摩登前难，何须待我啊？佛顶神咒，摩登伽心呐，云佛顿歇，得阿那含，以我华中呢，成精进力，爱何呢？干枯啊，令汝解脱。是故呢，汝虽力解啊，一指如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啊，修无漏业。所以我们了解，知道的多啊，不如一点实际啊，去行持，远离世间啊，生良苦。如摩登伽是为云汝，由神咒力啊，消除爱欲。法中的机名啊，性比丘尼，就是列入啊，那个僧宝。以罗侯母啊，耶输陀罗同物啊，是因，自利是因啊，贪爱啊为苦，一念心修啊，无善故，获得痴缠，或蒙受记啊，如何自欺？上流观听。观呢，就是看；听呢，就是闻。所以不要留在呢，那个听闻。细论未间啊，诵经成解，断定啊难成。能兼细论啊，何借其劳？何须力解？恳请修正。菩提涅槃乃知佛，自得断得。明了性理呀，才能得到呢如来的因心，如来的因地心，故曰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必须呢力解啊心情修正，方到菩提涅槃的果地，非徒说闻而已。这个说跟闻啊，那个没有用了一定要实际去做。如阿难虽能一持记忆啊持守十方如来12部经清净的妙理，如恒河沙数啊之多，但争议啊细论而已，别无利益。如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因而称汝多闻第一，以汝力解多闻熏习之功，不能免离呢摩登伽之难，则多闻无功，自可知矣。多闻没有功力啊，人家你这个暖了都去啊。如果多闻有功，何须待我啊？佛顶神咒，令呢摩登伽顿歇隐心，得证呢阿那含果，以我法中呢成精进理，顿令爱河之水呢干枯。令汝啊痴理啊引福而解脱，秘密妙言啊，以甚深的妙法，无漏业的不以善恶啊之言起别，善呀亦外，恶啊亦不嗔，不作善恶之苦因啊，故不受呢这个真爱之苦果。阿难呢力解多闻，不能离真爱。正如不如一日啊修无漏业，能离真爱。罗罗这个呢佛的儿子，耶输陀罗佛的太太，皆你以出家成道，法会上呢蒙佛受记。那么今之灯节有神咒力故啊，消其爱欲，同物事事力解受苦。
那么久的这个时间，皆由贪爱，所以贪爱呢，是我们人六道轮回所染来的，习性很强。如是积极贪爱之人一念心修无漏善，上获痴禅正果。如恶难呢，力竭忆此如来秘密妙言，其事因高低天壤不同。如今不舍奢这个声色上流观听之心是你自欺也，自己欺骗自己。性理既然都明了，必须呢要依性起修，知而不行以不知以平等。所以知呢就要行。那么恶难呢即知大众闻佛是回，疑惑消除，心悟实相，心意平安，得未曾有。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恶难呢一再的带领我们末法众生来修道，所以视线都比较低的这个程度。由二次呢真心十番的变见四科七大种种开示的教诲，自此已经知道即妄即真，无真无妄。从前一妄一真真妄之后悉皆消持，心悟离细论，无相之实相。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无相之实相，没有形象的实相，离之呢妄想，离开所有的妄想，如卸重担，故得身意心安。如是清安呢，自为众生以来所未曾有，即使得知起码就才得到。还20分钟了，各位先生要发问还是还要再讲个10分钟？有没有人要发问啊？这边有同学在问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不可得，麻烦你请解释一下。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可以说三心非常容易呈现。过去的不管是被人家欺负了，或是自己很风光，我们都会加以回忆，对不对？然后未来我们都会策划，想说未来要做什么。然后呢，现在我们都想把握现在，所以三心全部都呈现。那我们要了解各位学姐，这个三心过去心、现心、未来心。过去已经过去了，不管你再怎么样去拉不回来。那未来还没到，你再怎么策划都赶不上变化了，所以也不用去策划未来。那现在不住，你说现在它已经都过去了，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它不住。那我们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三心全部都没有，那我们就没有实相，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三心自相。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当下在我们眼前就已经圆满呈现。亿万年前就是这样。亿万年后也是这样，就已经呈现，无欠无余，它不缺欠，也没有剩余，刚刚好，整个都呈现。那我们假如说有过去心，那过去事就会摄受我们；有未来心，未来事会摄受我们；
有现在心，现在事啊，摄受我们。那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就进入六道轮回了。为什么？因为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在不在轮回里面？那假如说没有三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三心没有，三世要给咱吸，要摄受我们摄受不住，摄受我们不住，给咱吸不了啦，吸不掉咱就免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这个了解说念头啊，我们这个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就是业啦。那我们不要过去就让它过去了，不管是被人欺负还是很风光都过去了。那未来不用策划了，那个身体要策划未来，佛性不用佛性不用策划未来。那现在他又一直绵延不绝，没有那个现在各位请要体会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2秒了，对不对？现在又2秒了，对不对？有无？会调未？没调啦。所以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就没有三世了。三世都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了。就已经不要了，不要六道轮回，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可是我们都很自然而然想到过去了，然后想到未来，对不对？然后想到现在，说三心都呈现了，这样了解三心了吗？知道了还有吗？好，请说。有两个刚刚有两个有讲过，布隆纳讲说，如果黄金的话，练到很清楚的话，那就不会很杂质。那我都是原来佛子我们6万年前都在人间，来到人间之后，为什么一个一个就属于没有？应该照理当他正正经的来到人间，应该就不会在此中，应该不会在里面。就像黄金金属的，它就不会在杂质上。可是现象界里面，黄金待久了，它表面上还是会受影响，还是要在本体还会又回到原来的黄金。所以之前有讲这个地方再来就是。好，请说。因为我们佛性本体啊，清净本然，本来啦就是非常的殊胜。可是我们为什么无因起妄？就是一念妄生，一念无明就是三系嘛，就是因为这样非常微细的所以各位要了解说，三而大地形成就起于我们念无明没有一念无明，没有三而大地。那讲没有三而大地我们众生要在哪里生？就没有众生，没有众生也就没有业果。所以全部都没有，那个是理想状态。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落入凡尘，而且六道轮回太久，养成我们习性非常的强。那习性佛性里面有一些都没有了，或者就讲贪嗔痴慢疑我们佛性里面没有了。可是我们现在各位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本身这个5个字强不强？还真蛮强的贪嗔痴慢疑都有都很强要不要去掉就是要去掉。所以修者就是改掉这一些啦所以那个怀让讲的然无即不得佛性本体清净本然他讲得很透彻。你别讲你不会掉啦，你本体的本来那修正极不无就是我们已经那个习性里面有这么多的污垢了，有这么多尘垢，所以需要我们加以修持所以这个等于佛讲说我们修持的时候又好像那个矿已经提炼了，矿一提炼金一纯金了以后，它不会再重回矿好像木一烧了以后，它不会重回木了
所以鼓励我们就是要修正。所以修正呢，就是把我们佛性没有的去掉，把佛性本来有的让它恢复回来，这样子而已啦。所以这个用很多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我们恢复本来，去掉本来佛性没有的。佛性本来没有，就把它去掉，安尼就好啊啦。很简单做起来就是不容易啦。我们知道的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啊，真的就是要训练自己对啊，那个啊，无名无相，那个如来藏的那个本体呀，这一定要透彻，因为这个一透彻以后那个接着随缘之用，以及那个中道。我们都能够应付自如，就能够应对的非常的恰到好处，不会偏重的。我们因为都偏重在随缘之用，所以对那个不变之体呀，都缺少认知啦，都对那个没有名也没有相的那个。我们要修最高程度的那个，缺少很坚强的心呐。那我们要了解说，每一个人都是活菩萨。那为什么没有成活菩萨？就是被我们自己障碍了，我们自己认知不正确，所以障碍了就不能成佛菩萨。那现在把障碍除掉，就是负面的一些念头会影响到我们行为，所以念头一定要先去掉，不要它。然后我们佛性所有的，我们一定要勉为其难的去做，去行持，他会习惯的。像我们习性一样也是开始的时候刚像讲做菜啦的，你若捌做菜啦，头一届皮皮拖呢。你若做一届第二届就安尼头前后壁看无啦。过第三届这无摕白不拿，对不对？习惯了没有？习惯当小偷了，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我行善也是一样，行善呢开始勉为其难的去做。可是你做的会很高兴所以我们了解说，你做了也会习惯，习惯以后你看那个善跟恶是不是差别很大？你行善的话有福报你做恶一定要接受果报，那个受苦可是我们假如说想这成佛的话，行善的都不要记在脑海，把它抛入虚空，它会在我们呢那个本体之中，已经呢建立那个我们那个佛性里面的那个德本，所以我们要深植德本，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还有10分钟。这样子这边有问题说，后学在做万缘放下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外面突然来的声音吓一跳。请问有讲师这样正确吗？非常正确。若无就比无心经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不鼓励我们这个参禅打坐？因为你一参禅打坐了以后，假如说没有旁边人家保护，突然来的大的思想，我们会吓到。那各位了解，我们的佛性假如说一吓到以后，那个不像身体很快治疗的，那个会在我们那一种新闻里面这个睡梦之中突然你就会人惊吓就醒过来了，那个都是我们那个佛性已经受到惊吓，他也要自己治疗了。那治疗的方法也一样就是要认识真理，一切都是假，都是假，
因为一切都是假，这一些让我们产生问题的，这一些也是假。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这一些这个框住了，假的嘛，假全部都是假，都不真了，这样就很容易度过那个危机。只要时间久一点了，它就会慢慢消失，会恢复到我们本来。还有吗？还7分钟。好，请说。不要问吗？这个有以后要必问，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认知不一定正确，有疑问出来了我们才会了解到更透彻。像这个台北前在问说那车即马咧行都有缺水，即马车链过时水会喷起来对无？水喷起来咱多伫惊咱俩叫水喷掉对无？那我们什么心？你讲这见实相，这样是见实相吗？所以那个浅显蛮用心，他说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那我说你把它用错地方，因为你要了解到那个若见衍生，若见衍生是还没有发生事情，你已经见到了，有车子，马路上有水，你已经知道说那个水也车到过会喷起来，你已经赶快都是离开了，那个就叫若见衍生啦。你听水喷掉，那个已经因缘际会呈现，对不？因缘际会有车的因，有水的缘喷起来，咱去互喷掉，那就要讲修养。修养有的时候开出点咩对不？那有的伊就偏啊摸咧，就无谓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就有关于修养，一个人的修养。然后我们开车也是要稍微要有修养。你看到有人看到有水，你就要减低适度，让那个水不溅起来，不会喷到人。所以也是修养。所以现在呢，佛学发现说有一些这个还蛮有那个修养。这个行人在马路上走了，那个车子要过他竟然不按喇叭，慢慢跟在他后面去走了。我讲这个开车真有修养，他怕说按喇叭会吓到前面的人了。你这么会惊到对吧？我们也是有这个经验不然这怎么不知道有来会突然吓到。所以那个是关于修养。那我们假如说以真理的角度来讲，说你要见衍生，那个是还没有发生之前你见到的。因为它底下就讲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已经因为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你已经见到那个因缘会产生，然后那个现象会怎么样？所以不要光文字里面像我们一般都讲真空妙有，对不对？那真空妙有我们都会讲空中不空真空，然后呢有没有形象妙有？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它不只有这样的意思真空佛性本体。然后妙有有佛性本体生发万象万事三河大地，这个是我们佛性生发的妙有那个会没有形象吗？有所以要了解文字是活用的啦，
然后看我们那个认知的程度是到哪一个阶段。那假如说我们不很熟悉都要问了以后，我说实相就是无相，无相的实相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如如不动，无所不在，那个才是实相。你说那个最普那个车祸随见那是实相。我说那个虚相、假相、幻相，那反应就关于我们的修养不关实相。还有2分钟，有没有要问的啊？再一个问题。你再讲一次没有听清楚。就是今天早上报纸看到那个火烧，那个发生灾难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的生活都是要小心我们自己防范不要有那个灾难的发生。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灾难的发生有远因有近因会促成那个灾难的形成。那我们要了解说远因我们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可是近因我们就能够加以排解，加以扭转。所以我们在完成因为一讲我们假如说是从佛性本体生发的来做，那个叫无为。那假如说我们落入有为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可是我们现在都爱这种看一定得解明这样就比较已经失掉它原来的那一种我们应该要去这个排解，应该要实现的那个。他说会发生自己一定有原因的，那我们一定要探讨原因在哪里。那以后我们都能够这个怎么样，时刻刻都非常的灵敏。还没有到之前尤其我们修道佛性一清了以后还没有到的事情事先都会知道，会有那个预知预感那你就可以防范，都事情都很容易你就应对的过去。下课了。长老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接讲。我们讲到82页，对吧？各位都在反映说讲得太快，会吗？不会啊。这个阿难呢，心悟实相了以后他又重复悲类。为什么说重复呢？因为到这边他已经第5次了。第5次的悲感垂泪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心里面感受很深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掉眼泪。那么第1次的时候是在那个摩登伽那个地方回来然后他就讲说一向都闻为且道义，那个第1次的悲泪。然后第2次呢就在那个三迷被破了以后，那个三迷就是一个妄事会心一直被佛破除说那个不是心然后妄事无处，没有地方所在，然后妄事无体这个3个迷被释迦牟尼破除以后那个第2次那个掉眼泪。
所以啊那个就自己啊就讲说他是佛的那个表弟呀，所以他一直想啊，这个如来会有三昧，不用无劳我修了，我不用修所以啊那个时候就不知呢身心啊本不相待这个身呢虽已经出家了，心都不入道。那么第三次呢就在这个我们呢那个讲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这个不会这个生呢那一段呢就讲他说我虽然已经呢听佛这样讲解已经了解到，可是我都不敢认呢是我的本源心地那个是第三次的垂泪。然后第四次呢就是在这个十观显见之后，然后这个又听到佛讲渐渐会见从真迷梦那个时候是第四次的流泪。那么这一次是第五次这个第五次呢就是因为已经悟到实相了，可是还不知道怎么样去修了，要怎么样修还不知道所以底下呢就是要这个请佛来讲怎么样修持。顶礼佛祖长跪合掌而白佛言这个就是表示他的那个最敬礼。无上呢大悲清净宝王无上就是最上那个大慈大悲这个呢这个大悲心就是要度化所有众生呢都成佛清净的宝王我们了解呢能够成就了那个叫清净宝王。那么散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体讲就是能够呢散开我们众生的心能够让我们了解整个真理所在能够这样子的种种的因缘方便法门来提悉讲劝，引之沉迷就是接引我们这一些沉醉在黑暗之中。我们呢众生呢都在呢这个黑暗之中，出于苦海让我们呢不在苦海里面呢沉溺。世尊，我今虽成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解明心遍十方界。现在呢已经知道这个知就是已经领悟了领悟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含藏的山河大地妙解明心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都跟佛一样。然后遍十方界整个宇宙虚空都有我们的真心佛性在。那么含喻如来十方国土不但呢是遍整个十方界，还可以这个含喻这个整个这个包含生育如来能够呢这个呈现十方国土，让呢这个众生呢能够安居乐业清净宝严都是这个很理想的一个居住的地方所在妙觉王赏如来负责多闻无功就是多闻没有那个功效所以我们了解说知道了一定要做不懂跟没有听到是一样所以听到呢这个好的话一定呢要实际努力的实践。所以
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多闻无功啊，不待修习这个多闻还不如实际能够呢修道学习。那么我今有汝礼薄之人那个礼就是在陆地，薄呢就是在水上在水上呢叫做薄在日地叫礼薄之人。那么忽蒙天王赐以华屋这个天王赐给我一栋豪宅虽因大宅要因门路啦虽然这个很富丽堂皇，可是唔知要为倒入去都要有门才会当入去才会当大。而呢虽悟实相，可见而不可及。就是可以见到，可是呢不能够达到。那么回思自入尘劳以来回想自己进入完成劳劳碌碌心迷实相这个心对那个实相已经迷昧，不知道实相，都呢认假迷真，把假的认为真的真的都迷失掉了，妄作妄为如禅的作解家己拢拔起来全伫咧内底自残自腐分倒如是。我们众生呢都是这样，好像那个蚕宝宝吐蚕出来了，家己拢拔起来。那么不尽悲类唯意亲证实相故，重复呢白佛向佛的这个要求，众生呢失却妙觉明心，常侣无明那个侣就是伴侣啦，咱拢跟无明做伙，把无明当作伴侣所以呢常侣无明故曰呢沉迷沉很深沉的黑暗，明就是无明，生死烦恼无有边际其苦如海故曰苦海。那么众生不知心境一如心跟境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心境一如都以为物谓心外有境然后心就被境把它呢局限好像那个一个花园里面把它围起来，里面种花都被境这个围起来。那么今成释悔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开示教诲，乃至呢心境不二心跟境是一不是二，即境即心，名为妙觉明心。那我们之前有讲心境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积之虽也，而不心开谓之有也还记得吗？有印象了所以呢要修的时候就是心跟境一如然后呢不要患得我们那个心意识的思维这样呢久的时间我们心就会开了就了解到真理。它妙觉明心呢能含摄十方的国土，那么亦能呢生育十方的国土，十方之佛清净宝妙宝庄严的佛刹，无不从此心中流出都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流出来，亦无不归还此心中又归到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心中回来。众生被觉而成，我们跟觉相违背，跟呢沉静相合所以就成劳那么被家呢散走就是这个离家出走了不住在家里故如礼薄好像呢在呢外面旅行一样
阿难蒙佛指示啊，如来藏，如旅客啊，这个得家，旅客呢已经得到家，家呢必须要因门而入，要有门呢才能够进入。犹如这个如来藏必须要因修而正，所以我们要修正，正我们那个如来藏。是以阿难呢，即悟如来藏性，必须呢复求修行之法。所谓的悟者啊，有两个义理，一个呢就是反观自心，亲见本来，这个呢就是真悟，又名呢叫圆悟啊，一悟呢一切悟。智啊，那个智般若同之佛，跟佛一样的。悟后领悟了以后啊，无功用道，就是已经呢不用有为的来修，无功的不要呢落入有为，那么无生死可了，无涅盘可证，就已经是到家了啦。所以那个了即业障本来空，那个了透彻的知道了。那么第二个就是依事推寻而悟者，借事明心，此名呢叫做相似悟，好像领悟啦，亦名解悟，了解领悟。虽然悟得切事终不漏呢亲见一面为大，是以悟后必须要修正。所以前面那个第一义那个反观自心呢，那个就是一个顿教法门。那底下这个一定要一阶一个位阶修正那个是渐修，渐修的法门，一个渐修，一个顿修，顿悟的来修。那么唯愿呢，如来不舍大悲，是我再会知蒙暗者。这个开示在楞严法会这一些很多啦，诸都是很多蒙暗者就是还没有这个见到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所以还在呢黑暗之中。那么捐舍小圣必后如来无以内判。就是把那小圣已经捐舍了，就是去掉了，不以这个得少物然后必获，毕竟能够得到那个如来无以内判，就是已经没有剩余都已经都解决了，本花心路，那个根本的那个花心路，另有学者那个有学就是还在呢有形有相之中学，那个离无学还有一段距离。那么从何摄湖筹喜攀岩，这个有学者呢都呢会攀岩，那筹喜往昔的那一些攀岩要怎么样来摄湖，怎么样来降伏这一些攀岩的心，然后得陀罗尼。陀罗尼呢就是总持，就是已经呢能够掌握到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能够这个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总持入佛之见，能够进入佛的知见，这个佛知佛见我们众生呢都还不知道有这个佛知佛见的这个法门。那么做事于语五体投地，就是两手两脚跟额头全部都呢投地接触到地面。那么再会一心是佛呢持此在楞严法会大家都一心，全部呢都是追求要怎么样记录那个修持的那个方法。智呢就是等待等待佛的那个持止。有学生闻有家呢不知归，
故如蒙暗之人。无以涅盘者呢，生死烦恼净尽无余，都已经清净，已经尽了，都没有剩余，是如来的究竟涅盘。那么本发心路呢，即回小向大的心路，那个小圣啊，已经呢要去舍掉了，然后呢向大圣，那个菩萨的那个道路上，那个叫那个本发心路。那么攀岩，就是我们六世啊，攀岩六尘，造之恶业啊，为生死之因，生死因啊，就是攀岩。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啊，就呢尽量啊不攀岩，随缘就好了，不攀岩。完成来了，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随缘，然后不攀岩。为了生死故啊，须择色相符，我们那个攀岩的心。那么陀罗尼，我们中文叫总持，总持万法，全归呢一真。非得陀罗尼呢，不能入佛之见，所以那个陀罗尼我们用简单的字就是咒。那个咒一个字，咒。那么尔时，世尊哀悯会中啊，远觉声闻，这个叫做小乘法，远觉12因缘，声闻啊，苦集灭道，所以这个是小乘佛法，修12因缘，修苦集灭道啊，那个都叫小乘。那么以菩提心呢，为自在者，所以我们要在菩提心自由自在。那菩提心还没有自在啊，表示我们被呢这个凡尘左右，我们被呢凡尘这个控住。那么即为当来佛灭度佛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呢，开无上圣。就为当来，就是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那个佛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我们末法的众生呢，发菩提心开无上圣，打开呢最上圣的修持方法，妙修行路就是呢最上圣的有一个很奥妙的修行道路。那么先是阿难集之大众。就是呢，跟他们这个先是就是要他们都了解怎么样来到达那个无上圣的妙修行路。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以佛如来妙三摩体不生疲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这个修道在佛如来呢这个妙三摩体不生疲倦，这个很重要了。我们有时候时间一久了，见不到功效的时候就疲倦了，就会放弃。所以佛呢先告诫说呢，我们不生疲倦，应当鲜明。花解初心，先要了解到，我们刚呢开始要修道的时候，那个出发心，那个花解初心呢，出发心，二决定义，两个决定的义理。那么允和初心，二决定义，佛就解说，阿难第一者汝等若欲兼摄声闻，修菩萨圣。就是呢，捐摄小圣就像呢这个大圣菩萨圣入佛之见，要进入佛的之见，应当呢审观因地花心以果地觉为同为异。这个呢以前我们都时常这个说能够把这一段能够背下来。这个因地花心以果地觉，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而呢，肉于因地我们开始修的这个地方叫做因地，
以生灭心为本修因。我们在修的开始啊，是用生灭心来修，而求佛圣不生不灭啊，无有是处。就是生灭的心啊，就会得到生灭的果。那我们一定呢，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就是这个地方出来的在这个地方呢记载。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一定要找我们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跟果啊一致，就会成就了。那假如说我们开始修都是用生灭心，我们想得到呢佛的果位不生不灭，这样因果不一致啊，不会成。不管修了几生几世啊，都不会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所以或许呢，这个开始啊，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啊，就讲说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把那个生灭心去掉了。然后一直啊，我们一直放啊，就有一个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放不掉。你要放下，放不下了，拢伫咧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心。用那个心来修道啊，就会成道了。我们知道方法了，很简单，对不对？那假如说你不听课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样找不生不灭的心。不知道怎么找了。纵然找到了，也会怀疑，丢啊不丢啊？那我们呢，就详细的把那个内容解说。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所有生灭啊都去掉了。然后留下来的那个觉，那个放不掉的那个觉，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来修不生不灭的佛的果位啊，就一定成就。这样知道吗？这讲7点半，讲破唔得3个字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很重要的。以是义故啊，就是这样的道理。汝当照明啊，知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昧。所以佛就讲说这一种真理啊，我们来看，把它延伸到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所以说汝当照明，就是呢把它呢这个整个呈现。万象万事啊，我们都了解到它的这一个表象。知器世间就是有形有相的世间，可作之法，我们可以做的有为法，皆从变昧啊，它都会变，都会昧。所以我们就回想看看，我们以往所做是不是都是一些，对不对？都是生灭法。想成那个佛的果位啊，能不能成？就一定不会成的啦。不管你再怎么的努力弄到它个转累也没成道啦。因为那个根那个根源就已经错了。用生灭的心啊，绝对修不成道了。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生不灭的心，都有生灭的心，只是我们平常很少去把它区分。都弄安尼弄心啦，一不一样？不一样会差别很大。而那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虽为不坏。所以我们了解说看看凡尘那个可做之法，我们可以做的那个方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哪一个不坏，哪一个不会变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有一些
真的是修了很久了，可是真理都不研究，都是在这一些可咒之法里面很努力，真的是弄到他个转累啊啦，他会不会成道？不会啦，但是他还是了一了业障，还算行善，了一了业障。然终不闻烂坏虚空，我们呢一定不会听到虚空会烂掉，会坏掉，会不会？不会啦，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讲，我们呢那个佛性啊，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就是虚空，整个虚空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会不会坏？不会，为什么？没有形象，因为我们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坏。只要落入形象都会坏了，没有形象。可是是不是了了分明？我们没有形象了了分明，对不对？那个了了分明没有形象，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我们这个空啊。就是真空，空中不空，有佛性在，它呢都不会烂，不会坏，不会烂坏虚空，何以故啊？空非可作，这个啦，各位浅显，我们的佛性可不可以做？可以把它铸造出来嘛？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说空非可作啊。我们的佛性没办法来给制作啦。讲这么好，你看我们只要发明一个东西出来，大量生产，不是就很快很多了嘛，对不对？你这么讲咱佛性一个啊生出来啊竟然来大量生产，有没有办法？没办法啦，你要搁较生生不出来啦。这么科学家搁较熬，搁较发达伊都无法度生复性出来，没有办法。所以空非可做了，无法度做。由是呢始终无坏灭故。就是开始跟结束啊，它都不会坏，它都不会灭。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就是呢，知道说我们的佛性就是这么奥妙。10000年前是这样，10000年后也是这样，佛性全部都在。那中间呢，只是我们沾了很多尘垢了，所以才会受苦。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尘垢去掉了，我们就不用了，就不用受苦了。那么修行呢，乃为发明觉性，觉性圆明，名为行满。我们修行已经满了，已经呢成就了。那么修行的第一步啊，名为发觉初心。2节定义：一为能修之因心，2为呢所修之法门。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这个能修的那个因心跟所修的法门能所。那么此2如行人的实目，咱的脚跟咱的目睭，非此不止于言行。若无这2项要讲安怎行，咱就无法度行。故所当呢明知，要了解。生灭因感生灭果，不生灭因感不生灭果。如是因呢，如是果。若以生灭心求不生不灭的果，因果不一致不会成就。那么可咒之法即有生之法，有生故终从变灭，会变化，会消灭。凡世间可咒之法，无有不归坏灭者。此证明有为心不成呢无漏果。所以我们有为心就不会成就无漏果。为虚空呢非可咒之法，而虚空呢终不烂坏，它不会坏。此证明无为心可成无漏果。
无为，无所作为。则如身中坚相为地，任湿为水，软处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禅呢，分如湛圆，妙解明心，为视，为听，为察，为觉。从此路中呢，无别分浊，允和为浊。怎么样叫浊？那譬如清水，佛呢就做一个比喻，就好像呢清水清洁本来它本来就很清，即比尘土灰沙之轮跟那个尘土完全都不相同。那尘土呢，就是有灰有沙它呢那一个伦理本质留爱那个尘土本质就是留爱跟那个清水清洁本来完全不同。那么二体华尔那个水跟土它们本来就是这样，那个华尔华本来就是这样叫华尔。那性不相许，它们这个水跟土的性就是两个不搭调不通合不相许不会互相这个迁就。那么有世间人其彼土尘，投以净水。那么这个时候有世间的人拿那个土投到净水里面，然后那个土丧失它的留爱它本来本质留爱就丧失了，然后水呢就往清洁水的清洁就消失了，然后土的留爱也消失了容貌古然现在看一看水跟土合在一起那个都已经要怎么样说都说不出来了名之为浊这样呢就叫做浊。那么汝浊五重亦复如是就是我们在五浊恶世那个就是这样生起来的地呢是执爱性，故以身中呢筋骨皮肉等坚相为地大就属于地。那么水湿呢任湿性，故以身中呢邪缘涕泪等任湿相呢为水大。那么佛是呢热燥性，故以身中的软热相为火大。那么风呢是摇动性，故以身中呢摇动相为风大。那么由此地水火风四大产伏湛圆妙解明心。这个湛圆妙解明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来呢就叫湛圆妙解明心咱的本来都是安尼咱今麦要互伊恢复湛圆妙解明心就叫成道成佛。被四大所有风土产伏了我们的真心，而成呢现前之人身我们现前人的身体就是这样，由所有风土呢跟我们呢那个湛圆妙解明心合在一起就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那么湛圆妙觉就好像清水，那么所有风土呢就好像土沙那么由地大这个沾连我们的真心成身根那么沾心则成呢身中的觉性。那么地大呢成鼻根沾心就成鼻中的嗅性。那么地大成舌根，沾心呢则成舌中我们舌头之中的禅性。那么此三根呢同为合中之就是合，然后呢才会知道，故呢同归于地大就始于地。同名呢觉性
所以我们呢这个全部呢身的觉那个鼻中的嗅性舌头的禅性都叫觉性。那么水大这个连战沾连占心，则成耳根；占缘妙觉明心呢，则为耳中的听性，我们能够听的那个性。活大呢，这个连占呢占心，则成眼根；占心则成呢眼根中的见性。风大呢，连占占心，则成意根；占心则成意中的察性。此即呢所谓的言一一精明。一呢我们呢占言妙觉明心一精明，分成呢六合合，眼耳鼻舌身意六合合。风大呢而成意根者，意呢主生昧，那风性就属于风性。火大呢而成眼根者眼主明暗，火性。水大而成耳根呢，耳属于肾，肾呢主变道，就是大小便，水性。地大而成身根呢，身统之根，如地呢在万物是执爱之相。那么舌为苗，鼻之苗，鼻属于土，我们鼻子呢属于肺，肺呢属于筋，筋呢是土之尖相，故鼻根呢亦属于地大。精明之心呢分成六合，非一时顿成，乃有五次呢叠积而成。此根身分浊之相。所谓浊就是两物，两个东西或是很多的东西杂合，把它合在一起，失其本然之相。一物有一个相，这么合在一起以后它本来的相就失掉了。皆名为浊。那么未成众生以前心本湛然，湛然常寂感而遂通，那个呢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么境呢本无相，境没有形象，由心境呢组织合杂而成呢根身，故名呢为浊。那么境是有相，心是无相。境是无知，心是有情，一念不觉无明心起。心境是本相，古末于幻身之中，是为心境合成，众生着相之由来。所以佛都详细说明，我们是怎么来的。而那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要了解到那个见跟空，我们的见跟虚空的空都呢遍十方界，就是遍满十方界。那个见就包含闻嗅禅觉知，空呢就包含所有宏图。所以两个用代表用见来代表六根，用空来代表那个五大，所有宏图空五大。遍十方界它都遍十方界，空见不分，空也遍十方界，见也遍十方界。空中有见见中有空，所以空跟见不分。是合在一起。那么有空无体，假如说只有空没有见的话，那就没有那个空相可得。那么有见无觉，假如说有见而没有空的话，那这个就见就见不到东西那个空所有宏图空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根呢要有尘来相对没有尘这个根就没有对象了。
所以一定呢，有见啊，要有空。那么相知啊，妄成，就是啊，有空无体跟有见无觉这个相知啊，妄成是第一重，名为觉走。觉啊，我们就是了解，一方面呢就是灾难，一方面就是时间。那个觉啊，代表一方面呢是时间，一方面呢是灾难。那么以世界成住坏空为一觉，凡一切物啊，莫不有成住坏空，即莫不有觉，拢有假，拢有这个时间。那么此觉非本来有，它不是本来就有，所以成此觉着者啊，由空与见二法相知而成。空即啊，知法是空相，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不是完空。那么见啊，就是我们六根互用，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全部包含。所以一个空啊，代表所有空独空；一个见啊，代表眼耳鼻舌身意。六用不行是真见，就是啊，不是把它分成六个不同的那个知觉。那么非见闻觉知之见，就是已经呢都能够合在一起，就是变成那个一精明的那个体。那么知者如沙之布啊，重经横那个横尾经纬啊，就是南北穿杂分一，空遍啊十方，见义啊遍十方，空见啊不分，空即见啊，见即空，空外无见啊，见外无空。这个呢叫做境入心，好像尘土进入啊净水施留爱体，那个尘土啊不会留爱。那么以体施故啊，空相现前，故曰呢有空啊无体。那么此心入境，上面是此境入心，思其啊觉性，如水得尘土，思其啊清觉之相，以觉性啊思故，望见啊现前，故曰呢有见啊无觉。由此空跟见两个穿之啊，而觉着之相，就成。此第一叠呢，而成觉着。那么觉着在人生呢，即生老病死，在外境啊，就是成住坏空。那么根尘呢，相对啊，分着我们真性，隐蔽啊，妙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就被隐蔽了，遂成呢觉着之相。所以我们那个五浊恶世的第一个这个觉着。那么底下呢就是第二个见着。汝身呢现团啊，四大为体，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呀这个团都是该点点做会我们呢这个四大所有风土拢个点点做会啊做咱的身躯我们身体啊都是所有风土见闻觉知啊永令啊留爱我们那个见闻觉知啊本来是一体，可是现在啊因为我们被所有风土已经分割了就永令啊留爱，变成呢眼啊只能够见，耳朵呢只能够听所以我们假如说有修的时候啊，把这个见着去掉啊，我们那个六根啊就可以互用。六根互用我们看那个仙佛来介绍的时候啊，他这个点传师还是讲师在抄黑板那仙佛在讲的时候啊，他一直在抄
可是那个抄的字啊，抄错了。那个仙佛他不用转身过来看，对不对？他就能够说你那个字写错了，那个就是六根互用，六根互用。不用说一定要眼根的才能够看，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六根呢修到后来都可以互用，眼睛可以看也可以听啦。想不到对啊，我们这个心理心法开始是咧讲卡通影片一开始都会好像卡通影片。可是你听到后来都是真的，像三河大地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开始听到什么感觉也是一样很奇怪，对不对？怎么三河大地会是我们佛性呢？可是到现在呢，我们就知道，确实就是我们佛性。那么水火风土玄令觉知。这个水火风土是无知之物啦，咱今嘛改旋转为五觉知啦。那相知望尘是第二重，名为见走，就是见走。根尘这个对照，名为见走。各位前写那个觉或许写错了，是走才对，把它改过来根尘对照名为见走，走啦，不是觉，这个校对的没有禁止这个写错了竟然也没有把它挑出来，不过写的也有问题怎么会走就变成觉了？众生之身呢，乃团起四大而为体。见闻觉知同是呢湛然之心，本无流爱由水火风土所涌塞而成流爱。那水火风土呢，同是无情之境，本无觉知由见闻觉知仪中活动旋转而成觉知就变成有觉知了我们身体有觉知。那这个见走我们就是要了解就是以身见为主，有62见。各位还记得吗？记不记得62见？就是五蕴然后三世，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或许呢讲它的内容62见这个呢就是由身见由那个五力识身见、边见、见起见、见起见跟邪见5个五力识然后第一个呢那个身见就是身体由身体产生的见觉然后我们就开始算。第一个色色为常，第二个色为无常，第三个色为常无常，第四个色为非常非无常，4个对不对？然后受想行识都跟色一样受是常，受无常，受为常无常，受为非常非无常然后再下去受想，想为常，想为无常，这样呢5个5是20，就有20界20我们62界嘛已经有20界那20界是以过去式所记，我们过去式都这样给它计算。那现在式呢色为有边，色为无边，色为有边无边，色为非有边非无边一样4个。然后受想行识也一样5是20，又是20界就40了。
这个是现在式啊，所执、固执，然后未来式，未来式呢，就是色为如去，色不如去，色为如去不如去，色为非如去，非不如去，有4个。然后受想行识也一样，就3个3、4加起来就60件，然后再加身与神，是一还是异？身与神是一，身与神是异，2个就62件。有印象吗？这个以前或许有写一张呢，62件本，62件，那个就是呢5历史，然后还有5顿史，5顿史呢，那个是属于那个思想上的迷惑，那么这个呢是见觉上的迷惑，所以见觉见。这样了解吗？那62件全部都不合真理啦，都不正确的。那么底下第3个就是呢这个想，又如心中呢意识诵习性发之见。笼现呢6尘，离尘呢无相，离觉无性，相知妄尘呢是第3重，名烦恼浊。这个根尘花世，这个根尘相对就我们的这个6世花世。妄想重生，昏烦恼乱，名为呢烦恼浊。那个意这个意识诵习，意就是记忆的过去境，然后事就是了别现在境，那么诵习就是呢这个计划未来未来境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意识诵习，然后呢性发知见，这个知见呢就在于6尘境上分别种种的名相那个知见，那么由知见呢跟名相穿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离尘就无相。我们6根假如说没有6尘的话，就没有相。然后呢，这个6尘离开我们6根呢，这个离觉它就没有性。所以一定呢要根尘相对啦，根尘相对才会产生。了解意思吗？真叮当很沉重。各位先生，这个它都固定的一个道理，所以只要我们听了，然后你能够反复的复习的话，你就会很熟悉。当你很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都白话了，都白话不会很深。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才会感到哇，那叫轻，其实不会啦，都是很容易了解的。所以由知见跟名相专知，而烦恼之着相就成烦恼着。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五着就依附在我们的五蕴。蕴即色受想行识第一个呢那个结轴就是依于色我们五蕴的色，然后呢那个见轴依于受然后呢这个烦恼就依于想，因为想才有烦恼嘛，对不对？
然后底下那个众生轴啊，就是依以行，然后呢命轴就依以事，就是色受想行识，那我们这个讲第4个，那个众生轴，又如朝夕生灭不停，知见每意流于世间，月运每长千里国土，相知望尘是第4重，名众生轴。所以我们呢，这个朝夕这个早上晚上，早晨跟黄昏的时候，生灭不停知见，我们的知见呢，每欲流于世间，就是我们在凡尘居住什么都没留在世间。可是呢，我们月运每长千里国土，我们的月运我们就是造了月，然后被月推，然后把我们推我们就有6道轮回的变化，然后呢时常就搬家了。各位有没有时常搬家？现在是没有了。可是我们的6道轮回它是业力会把你推千里国土那个就是搬家这个由人道呢迁到呢那个天道，由天道呢转到人道人做的不好转到三恶道都是在千里国土相知望尘呢是第4重，名呢众生浊。那么众生之身呢，朝夕变迁，生灭不停，生生不已，就是不停止那个已就是不停止故名众生浊。由第3重的知见以名相，更起贪念，故曰呢知见每一流于世间，所做的善恶事业运转不停，牵引我们的视性就是我们那个所有的那个业时时生彼，伫这死去伫别位搁出世故曰呢月运每长千里国土，是因与业果互相指之，而众生之轴相成焉这个就是第4个第4轴。那么第5个，汝等见闻言无异性，众尘隔业无状异身。我们的那个见闻本来是一体的可是呢被众尘隔业这个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变成一体所以变性中相知用中相悖。那么同意失准，相知望尘呢是第5重名为命种。这个色跟心色就是我们形象，我们身体跟心连持一起为善这一期就是咱生甲死安尼做一期啦也未散去名之为命，就是命也未断也未绝生灭无常名为命种。那命呢非本有，乃有第4重这个世因跟业果所起的轴相见闻觉知呢同样是一个觉性，故曰见闻言无异性。众尘隔业心体本来是一，由众尘隔业而成6根，故曰无状异身没有状况，然后呢不一样的产生了。性中相知用中相悖我们性中相知这个目睭看咧嘛拢回报伫咱的心内底，耳孔听咧嘛拢回报伫咱心内底，所以性中拢知影啦。可是用的时候用眼睛只能看，用的耳朵只能听，用的鼻子只能嗅闻是不是用这个用中就相悖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性中都相似啊，可是用中呢，都相悖。然后同义呀，失准，同跟这个义啊不一样失掉了那个那个原则，同而不同呢，异而不异啊，所以讲同义呀，失准。生灭无常，由此啊，同义相知啊，而命浊之相成焉。我们的那个命浊就五浊恶世啊，就已经形成。那么底下这一段蛮重要的各位一定要用心，最好把它背下来。而那汝今义令啊，见闻觉知，偃弃如来常乐我净。要我们众生这个见闻觉知啊，跟如来的那个果位名称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啊已经呢契合了。那么应当呢先择死生根本，就是要先呢选择我们生死的根本。一不生灭延瞻性就是一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那个延瞻性，以暂旋取希望灭生，把所有的生灭都把它呢暂旋转过来复还圆觉降伏那个生灭，让它返回到圆觉，就是本来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得圆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已经得到圆明觉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呢变成果地修正，如成浊水最净气佛呢做比喻就好像我们在盛浊水，然后呢自以净气把它呢放在那个净气，然后呢静身不动，拢卖叮当，沙土自成，沙土就定了清水就会现前这样呢名为吃福克成烦恼这样已经呢就可以成就已经呢降伏克成烦恼，然后气泥存水水清的给引出来泥巴洗掉，名为永断根本无明那个根本无明呢都断掉了，名相呢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盘清净妙德所以这个已经讲到佛了以后在度化众生，所以一切变现就不为烦恼。见闻觉知乃因中的四心，常乐我净乃果上的四德。那么一因中心气果上德必先呢审择生灭根本。那生灭的根本呢，就是我们暂缘妙解明心，一不生灭，暂缘性而成生灭。所以我们的生灭依赖还是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即以延暂之性呢，旋转其虚妄灭生灭，伏其生灭把那个生灭都降服，而还其原本之暂远觉性，得圆明觉无生灭性，此可为因地修正之心。如是呢不生灭因心，可得不生灭果觉故曰然后严成果地修正。那么所要明了了解到人生的根本就是无生，然后呢把它旋转其现前，显现在眼前那个生灭心，生灭心已经糊了旋转过来了，使得圆明觉那个原来圆就是本来那个明觉，由圆明觉起修，方可证妙觉果，否则呢盲修瞎练枉费功夫。
那么佛经呢，3个阿僧祇劫的修行啊，方成佛果。那么修行之事啊，非容易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讲3个阿僧祇劫修行啊，那个以后啊是要涨天盘的。各位啊，成佛以后想不想涨天盘？好啊，都唔敢想的哦。想要涨天盘的话，一定要修3个阿僧祇劫啦。所以有大众在问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弥勒祖师啊，不是经过这么久嘛？中间不是很多都成道成佛了吗？怎么都没有列入那个涨天盘的那个位置里面？因为庄严劫啊有1000佛，1000位佛。那现在邪劫啊一样有1000位佛。那往后的星宿劫一样有1000位佛啦。各位要了解说，现在邪劫到我们弥勒祖师啊是第5位，释迦牟尼佛第4位啦。这么长有没有？这个这么长的中间没有人成道成佛吗？有，非常多，对不对？可是我们要了解啊，没有经过3个阿僧祇劫的修，就没有办法涨天盘。所以要不要涨天盘啊？要的话要修3个阿僧祇劫那个是非常久的久。怎么久呢？我们之前有说过了，说我们人类啊平均的寿命啊10岁，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人心很坏，地生的万物啊可以养生，也会害生。所以你讲一方面是哇，一方面要给你害死啦，10岁就死啦。然后咱的心啊派了久啊，就想行善。那行善以后也不会很快变化，100年才增加1岁，100年增加1岁，然后一直增加，100年增加1岁，增加1岁，增加到84000岁，就是我们人类寿命的顶点。那个时候已经太善了，善良。又起歹念，又做坏了，做坏的时候啊，100年要减1岁，然后减到我们平均的寿命10岁，一增一减叫做1劫，你往后很久了，对不对？然后这个1劫是不是个位数？个10百千万，千万叫做 no 由他，千万叫做 no 由他，然后 no 由他，我们把它又降到个位数，个10百千万到1000万的 no 由他，叫做一个频婆，苹果的苹婆婆的婆，频婆。然后又把它降到个位数，个10百千万千万的频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在一个走马边，你有他的他加他，然后我们又把它降到个位数，个10百千万到1000万的加他，叫做一个阿僧祇劫，安尼话各位就要了解那个时间的久不过是现象在我们活性里面很讲紧呢，很快就够了可是我们现象是很慢要了解说我们修正呢都要在现实之中修正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修行3个阿僧祇劫才成佛果修行的这个事情不是容易。那么破劫轴就能够得到真常，破见轴呢就得到真我，
过烦恼轴啊，就得到真净；过众生轴呢，就得到真乐。所以常乐我净。那么歇妄心啊，犹如乘浊水，浊水处以净气呀，欲妄心啊，远离生灭的根本。净身不动，欲以暂旋其生灭啊，亦即延久妄歇。只要我们肯做，那个妄全部都不见了。沙土尘啊，清水都现前。欲生灭福啊，还圆明觉。那么能够呢还到我们的圆明觉以后啊，自此三界啊，见思后都尽了。就是成阿罗汉，它名为啊出伏克尘烦恼。这个果位啊，就已经是阿罗汉。那么气泥尘水啊，比喻四大所有风土已经离开我们暂言妙觉明心。四大离开真心的依报跟正报全部啊空，没有依报，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正报啊，就是我们身心。两个啊都空了。成圆明觉，故名呢永断啊，根本无明。那么此为究竟啊，成佛已经究竟了。那么自此净气净水啊，名相精纯，虽有老朗老的，终不复现啊浊相，皆合清净之体。比喻啊，成佛以后，清净眼啊，就眼真如镜，虽变现啊九界的九法界身。这个九法界啊，就是菩萨、辟支佛、阿罗汉以及我们六道众生啊，这个叫九法界。随愿呢受身度脱众生。不是呢被业啊把我们推来。所谓为业感，故啊不为烦恼。那个时候啊，现象啊来度化众生都不为烦恼，而结合啊涅盘清净常乐我净之妙等。众生呢如浊水，动静啊常在烦恼之中。我们呢可以说呢动静啊都在烦恼之中。那么此系数啊第决定啊能修之心，非暂旋其虚妄生灭呢，得圆明觉，不只以为呢因地心。决定啊极不可犹豫。决定的袂使刷来刷去。那么观此可知啊，发菩提心啊，修大乘法者，必先明得大乘的妙理。方得圆明觉，得圆明觉啊，始可起修。所以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各位呢最好是把它背下来。那么今之修者啊，现在的修道人不解真理呀，以凡夫的生灭心呐，修世间法，即名伊就讲即妄即真啊，妄外无真，真妄不二，名为大乘妙道。黑白讲那么稳收歇妄啊，即次为小乘。这个呜呼啊，如此收者不是真妄，口是而心非啊，其次悟啊，悟人甚。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要知道真理啦。那因为我们要把那个能修之心呐，我们把它讲前后啊，把它连贯下来。那个第二义呢，那个所修之法，我们在那个能修之心的后面讲完，再回来讲。所以各位呢，把它翻到136页。136页的左边无问自收了。无问自收，看到了没有？那个即使如来将拔法座，以狮子机狮子床染七宝机，回紫金山，再来平一，普告大众，
及阿难言：汝等有学啊，眼觉声闻，今入回心啊，去大菩提，无上妙觉啊！我今已收真修行法。那个真修行法就是第二那个所修之法。那我们现在呢，就看第一那个能修之心。如来已将第二决定啊修行的见处宣示完毕，故罢法咒，将罢之间呢，忽第一忽义啊，第一决定修行不漏阶级啊，其中的模式啊尚未发明，故以呢狮子床上揽手揽七宝之机呀，回紫金之身紫金那个之身，再来平一而告之也。我今已说呢正修行法及第二决定啊所修之法。我们在这个第一啊能修之心以后再来讲。那么第一决定啊能修之心啊那个之中的模式啊尚待复说。如来把咒带来非故咒虚谈，必有妙用也。那么妙用者啊，正义啊收持楞严大定啊之真相，为修行者呢做榜样。经文呢注重在破五阴魔，佛要显示的啊，却是觉缘心体而在觉缘心体上呢，不着一言，可说呢全部啊言在词，意在笔。看经的时候啊，注意力集中在心体上，莫注意啊以魔。50种魔呢，皆楞严定中的旁事。之前呢，我们时常提起，不以所见啊分别染净，但你能见啊讨个消息。那么此中能见啊讨个消息呀，就是佛要说的楞严大定。那涅盘经呢有记载，守楞严啊即是佛性，不坏呢一切法，而成菩提心，圆融无碍，生佛不二。众生呢跟佛都一样没有两样，无修无证，不增不减，是故名为啊一切事究竟坚固。一切事啊都已经究竟了没有了，凡尘事都没有了。那个坚固啊就是离体，我们都得到啊坚固的离体，也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禅宗所谓啊直指人心，离诸名相离开所有的名跟所有的相没有名也没有相。又入此定者啊，因地心以果地觉，无二无别因地心跟果地觉啊一样。吃发心的时候啊，不易啊成正觉时。所谓的发心究竟啊二不别，所以发心啊就已经到佛地了，即顿超一切啊，无高下的阶级之位次。以前55位啊言说名相见次之教啊不同。那么此中此定中，己心啊即臭，动念啊即乖，己动心念啊全部都是魔。故以有修有证之法，不可同入而语。如来把咒带来，正意显此圆顿啊，以见次之不同。又非把咒带来，不止以显此圆顿法。那么此次呢，又可名为啊教外别传，以言说教后啊，再传此无言说法。那么传此所能言定者啊，处处说魔，处处呢显定，而妙定啊不能发言，发一言啊即不成妙定。是故呢，所能言定啊，名叫做无言说法。禅宗呢不立文字啊，也是这个意义。
佛法圆融，本无门户啊之可分。禅即啊不立阶级之圆教，教即分立阶级啊之渐次禅。顿渐啊不同，具超即果，全部都可以到达佛的果位。那么此经前文如来说花觉初心啊，有2决定义。第一，以4大分如赞言妙觉明心而成5浊，如此妙觉啊，失其本名，是谓迷理。故呢，如来说第一决定啊，圆明妙心而破迷。所谓的离则顿悟啊，成悟啊并消，故不立阶级，是为顿教之花园。那么第2决定啊，审则烦恼根本，有12种妄尘连占而成6根，如是真境啊，失其本相，是为迷事。上面呢是迷理，这边是迷事。故如来说第2决定呢，真修行法，历境呢而破事。所谓的是非顿除，因次第尽，故有种种位次啊，是为见教之花园。如是2法，有一啊即可。以理物事啊必空故，是空离必闲故。有为言物之后，犹要立事修正，那么此言错矣。言物则一物啊，一切物，眼前前提啊，成为实相，更有何事啊之可修乎？若所悟之外，更有妄事可修者，则非言物。当知妄性啊本空，随妄心而有。若心悟实相啊，妄境啊必消。若妄境不消，焉有悟实相之理乎？此经前2难呢，心悟实相，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亦非呢言悟。乃解如来言教而已。自己呢本分上未曾悟得一丝毫，故要立事修正。汝由为是修奢摩他毗婆舍奴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不能视。喜心非正，肉以邪见，或如阴魔，或天魔，或着鬼神，或着魑魅，心中不明任谁为子？又复疑中得少为主，如第4禅无闻比丘妄言正圣，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祸有，堕阿鼻地狱。如应谛听，吾今为汝仔细分别。奢摩他我们中文叫定，毗婆舍奴我们中文叫慧，定慧。定慧呢其行2个都做，即妙禅那。此言妙禅那之中，无正无邪，起心动念皆成为魔境。那么此中之魔，非指天魔而已。凡心外之法，总名为魔。魔叫做杀者，能伤害我们的慧命。微细魔事者起心动念皆成魔事，非粗显之事可见可闻，此为魔事。汝等修定者言谓喜心，若不正之魔境现前，不能辨别，反落于污染，欲境而反过，太可惜矣。阴魔者即自心之魔，事华不真，自成邪见，那个叫阴魔。那天魔呢，即欲界顶天之魔王，这个波许。
成定则之邪见而入人之心腹，或鬼神护定则之身，或遭遇魑魅魍魉那个精怪，如此之魔现前定则不是，而反认为正圣，有事呢认贼为耻，自招呢盗绝。此无问之说是真仔细分别定中之模式，遇到之时能加以辨别。那么阿难呢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胡听慈悔。佛告阿难及之大众，汝等当知有漏世界12类身，本觉妙明，觉缘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都是一样。众生呢皆曰佛道难成，常生呢退回之想，岂知佛道人人本具，个个不无。本有之觉即指妙明，觉遍一切，如是心体与之佛无二呢无别。那么此一名归途先谈来路。佛道既是本具岂能任其迷失而不修己乎？那么此文一名众生本体本无魔事，魔从外来故悉此也。犹如妄想迷理为旧，痴爱发生，生花片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众生呢心本同之佛，极光呢常照，由一念呢不觉，妄想心起，即迷却真理，起心造境迷理为旧之句为首楞严之花园，破无始种魔之眼目，亦顿教之缘起。若众生言时由迷事而起妄，反妄呢则立志修正，魔不老事。魔他不会老事，渐修无魔。那若众生言时由迷理而起妄，反妄呢则成悟并消，魔扰人心顿悟有魔所以渐修没有魔，顿悟有。痴即无明逐境不舍，追逐那个景象都不放舍，故曰呢痴爱。因迷离体而有痴爱，那痴爱生则遍体寂迷，故有空性。所谓迷妄有虚空，迷境变化不息，迷空呢成色，故有世界生。所谓的依空立世界，见识之机根本取于色华。所谓从毕竟无成就竟有，言顿之机根本取于空理。所谓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则此十方为尘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理。况知世界在虚空也。汝等一人花真归言，此十方空虚皆消运，允和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正类。贪念外境久而不还，皆迷顽。因迷顽妄想而有十方国土，国土变迁不停故曰非无漏。片云比喻太空，太清的比喻自心，选虚空之大而实不大。
虚空既小，国土啊，则更微矣。若人呢发明真心，归于本源，则迷妄消。虚空因迷而有，亦随迷而消也。虚空既消，则虚空中所有的国土啊，不正列而何待也？此意顿悟者成悟并消，无需立誓修正之明文明确的经文讲出来。汝辈修禅是三摩地，十方菩萨呢，其之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文，当次湛然。一切魔王及于鬼神之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奔类，大地震彻，水陆飞腾，无不惊蛰。凡夫昏暗不觉而谦而，彼等贤德五种神通，唯此漏尽，念此尘劳，如何令汝催泪其处？是故鬼神及之天魔魍魉妖精于三昧时闲来扰汝，不让你成就了，因为你把他住的地方都毁掉了。由清净本体而起迷妄，由迷妄而有虚空国土，由外国土而惊扰魔王，是故魔王而扰汝禅定。此种系招魔之因由，系数怎么样会招魔？上观妙缘，福慧双足，依正皆言，故曰呢是三摩地。十方菩萨呢及无漏大阿罗汉，皆出呢尘界，无之隔碍。故曰呢心经通文，言心之经体互相通合，不同凡夫呢互相隔碍。当次湛然者言一切空色，皆定中皆定者心中之尘垢，色空呢消运故得当次湛然，清净无染。魔王鬼神及知天之人，皆有他心通，见定者心中之世界国土，忽然呢喷倒破裂，震动分彻，以致水中之鱼鳖，路上之走兽，空间之飞鸟，悉皆惊惶，怕则不安。但凡夫之人未得五通，尘界隔碍如此昏暗，不能解彼定则世界之牵儿。魔鬼妖精皆有五通，唯无漏尽通。漏尽通没有，漏尽通有就成佛了。彼等贪念尘劳，眼见定则坏类世界。故以入三昧的时候，正定在你进入正定的时候呢，闲来扰汝，来呢扰乱你。此之魔王等呢，皆定则心内之魔王，非心外之魔王。故知佛道成呢，魔功无恙。然彼之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如妙劫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如沸汤，比如坚冰，暖气渐临，不入消运。图示神力但为其可。知魔未达本心，潜在妄想，妄想昏乱，如尘不息，故曰呢彼尘劳内，在凡尘劳劳碌碌的里面，定则呢知念消亡，已达本心，本心极静如月当空，
故曰汝妙劫中，真心呢常住，妄想不停呢妄欲坏真无乃真和故如风吹光风就吹光，光都不动了，如刀呢断水水一样流，了不相触。然真虽呢不破妄，而妄久则自破。以正克邪，故如呢沸汤而消坚冰，暖气渐临不入消运鼻魔徒是一时的神力，不能坚固久远故曰但为其客犹如客人暂住便弃也。成就破乱犹如心中五阴之人，此人若迷克得其变，当次禅那皆悟无后，则彼魔事无乃如何？因消入明，则彼勤邪贤受幽气明能破暗，尽至消运，如何感流扰乱禅定？此正是破魔之法。那么引合魔者，亦有成就破乱之事也。当知成就破乱，非魔之能力，乃有如自己的五阴之人昏迷之故。就是我们五蕴的主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昏迷了，魔客呢得变而入如家子家的主人熟睡那个贼就成其变进入偷东西。若当处禅那之时，五阴主人呢觉悟无后，没有迷惑，则魔无乃何就无乃如何。如家主人已经醒过来觉就不敢进来偷东西。觉悟无后是为降魔的方法，不需要神通妙力只要觉悟了，没有迷惑就可以。若定则五阴未消时，如水中有尘，水动尘就生，故很多魔事。若五阴已经消了，如气泥成水，则成妙觉明心故无魔事没有。若不明悟被阴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思为苗类，彼为咒女，破佛入律于8万行中，只毁一戒，心清净故尚未沦逆。此乃回汝保觉前身如载成家，夫逢这个寂寞婉转零落了，无可哀究。那么上明五阴指人觉悟则不被魔这个破坏。若是五阴指人一时失其觉悟，则被阴魔所迷，所谓的成就破乱。魔入定者之心则成佛之因转为成魔之因。此关系之大非肉小小不是小可。如摩登伽思为渺小之辈其先梵天咒亦劣而无力，纵彼咒力成功，亦不过回汝立于8万行中一个引戒而已。而且汝心清净尚不为彼咒之所人这个人力现成人现力。若此阴魔一入汝心则毁坏如宝洁之心的前提。若不身心防护此魔入汝心境，则佛法中无汝立足之处。纵有善知识
亦不能回辱魔心，只好听其流转三途就是三恶道，空怀悲哀而已。犹如宰臣之家犯叛逆之罪，则消没其版局，国中无此人民，流转他国，无容身之处。纵有亲朋，哀其莫及亦难完此罪孽，故曰无可哀救。恶难当知汝作道场，消落之念，其念漏尽则知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已意望如一，当自主处入三摩地所以这一段是最好的一个地方道场者就是修道的处所就是指我们当人本有涅槃的妙心不可以做那个禅堂就是修道地方来看。入此妙心则一切知念悉皆消落，断后正真，故名入道场。若有念起即出道场。那么知佛永离之念，故名常住道场。众生与知佛不同，即念与无念而已。有念就是众生，无念就是知佛。大圣起心论记载不觉心起而有其念。那么此念若消即同知佛。又经云：若有能观无念者即为向佛智。然此念出落的时候，名为出伏克者烦恼。五阴尽的时候即气离沉水，永断根本无明根本无明都断掉了。凡众生心中有一念，觉体上即有一暗相。众念若尽知暗皆消故一切精明离念即觉，又可知觉体离之明相明相离故